总之，只要是有着蛛魔碑树立的地方，便是纷纷掀起了一场人潮的风暴。因为在所有蛛魔碑树立的地方，那位于城市或是宫殿中央地带的蛛魔碑，此刻都是开始微微轰鸣，震颤起来。这种颤动很快便是引起了周围无数强者的注意，然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忍不住看向了蛛魔碑，望着那不断震颤的蛛魔碑，很多天至尊都是微微一怔，旋即一双眼睛便是骤然变得锐利，死死地盯在了那位于中央的蛛魔碑之上。只见随着众人的目光投射而来，那一尊尊蛛魔碑之上顿时有着一抹刺眼的金光爆发，金光在蛛魔碑的顶端爆发，宛如一轮金色的烈日，覆盖了大千宫、圣渊城等众多有着蛛魔碑树立的地方。而那可怕的威压更是令无数蛛魔师微微错愕，紧接着便是浑身一颤，彼此的脸上都是纷纷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因为在那古老的石碑顶端，随着金光的不断收敛，那蛛魔碑的最上方也是出现了一行金光闪闪，宛如至尊一般盘踞在最上方的字体：蛛魔王萧炎。哗！当这个消息顺着蛛魔碑和大千令传递到众多蛛魔师和天至尊手中的时候，一场风暴终于是迅速地席卷了整个大千世界。能够成为蛛魔师，代表着实力最差也是达到了地至尊层次，而且通常都是地至尊当中的强者，甚至很多高阶蛛魔师本身更是天至尊的存在。他们可以说已经是大千世界最顶尖的强者阶层了。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加的清楚这个名称到底意味着什么。蛛魔王代表着大千宫绝对的高层，更是有着无比非凡的地位和名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大千宫的蛛魔王声望地位都是堪比那些顶尖超级势力的首领。当然，比起这些，他们心中更加清楚，想要成为蛛魔王究竟需要怎样的战绩。这意味着要足足击杀上百名地至尊级别的域外邪族，或者是击杀几名幽魔帝、玄魔帝，又或者需要直接击杀一位天魔帝。而这萧炎的名声在不久之前便是已经在大千世界初露头角，只不过那时众人对于他的印象还仅仅只是太乙天尊的传人，一个侥幸得到圣品大宗师传承的好运家伙。在此之前，众人从来没有知晓过萧炎究竟击杀过多少域外邪族，最起码萧炎的名字当初在蛛魔碑上并不起眼。这也就意味着此人或许真的是靠着斩杀了一名天魔帝而成就了蛛魔王之名。一想到这里，众人的心中便是更加的震颤了。天魔帝那可是堪比圣品天至尊级别的超级存在啊，无论是放在大千世界还是域外邪族，那都是最为顶尖的存在。想要击杀这样一尊强者是何等的困难，想要击杀这样一尊强者需要何等的实力。而很快，大千宫方面也是传来了关于确认萧炎成为蛛魔王的消息，并且明确的确定了这位蛛魔王萧炎所击杀的的确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天魔帝，而且这位天魔帝的名字还是令无数人胆寒，恶心的一尊极为难缠的存在——色孽天魔帝。这道消息是大千宫代理公主青山剑圣亲自承认，萧炎击杀了色孽天魔帝，一跃成为了大千宫新的蛛魔王。一瞬间，这道消息便是宛如风暴一般席卷了整个大千世界所有的强者阶层，令整个大千世界都在微微震颤。然而，包括青山剑圣在内的所有强者都不知道，这场风暴才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域外邪族深处，古老的万魔殿依旧阴气森森，浓郁的黑色魔气席卷天地，散发着无尽可怕的魔威。只是此刻，那万魔殿当中，圣天魔帝那一直慈悲与毁灭交织的脸庞之上，却是再没有了往日的平静。万魔殿的后方，一尊宛如祠堂一般的祭坛之上，正有着无数的火焰燃烧。这些火焰每一道都代表着一位魔帝的生命，是唯有魔帝强者才有资格在万魔殿当中留下的生命印记的象征。上万道火焰一同燃烧，宛如万魔之火，充斥着属于域外邪族的强者。在这上万道火焰当中，有着足足38道火焰无比强大，仿佛无数火焰当中的王者。这38道火焰便是域外邪族足足38位天魔帝的本命火焰。域外邪族虽然仅仅只有着32大顶尖族群，算上新晋的炎魔族也不过33个，然而如圣魔族、暗魔族、尸魔族等最为顶尖的族群，都是不止一位天魔帝的存在，圣魔族更是足足有着3位天魔帝，所以其真正的天魔帝数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38位之多，算上炼天魔帝的话，应当是达到了39位。此刻，圣天魔帝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那其中的2团火焰。就在一炷香的时间之前，新天魔帝的本命之火正在以一个极为可怕的速度迅速衰落，几乎是在眨眼之间便是变得奄奄一息，这令圣天魔帝心头都是忍不住微微一颤。域外邪族有着上万的魔帝强者，死上这么几个幽魔帝、玄魔帝他根本不怎么在意，但若是死上一位天魔帝，那可就是真正巨大的损失了。而且新天魔帝更是重中之重，他的战略价值可是仅次于圣天魔帝本身的，与暗天魔帝都是相差无几。
发生了什么？竟然能够令星天魔帝瞬间重伤成这样？圣天魔帝脸色大变。要知道，以星天魔帝的实力和那无数的分身，即便是他也做不到让后者瞬间重伤成这副模样。看那本命之火的气息，星天魔帝此刻怕是重伤的只剩下一口气了。这般可怕的手段，便是当年的不朽大帝怕是都做不到，唯独天邪神才有这种本事。想到这里，圣天魔帝瞬间在此地留下一尊能量化身继续观察，其本尊则是以一个可怕的速度朝着星天魔帝所在的方向疾驰而去。不过他的本尊仅仅离开了不足1炷香的时间，便是看到了色孽天魔帝的本命火焰也开始急速衰落，然后彻底湮灭。色孽天魔帝死了！圣天魔帝的能量分身眼睛瞪大，杀意涌动，而后他便是敏锐地察觉到圣同天魔帝的本命之火竟然也开始急速衰落了起来。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圣天魔帝瞳孔一缩，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斗气大陆之外，无垠的苍茫星空当中，一道绚丽的火焰身影在星空当中一路疾驰，每一次闪烁都是出现在了数十万里之外。而在其身后，一道完全由黑雾组成的巨大魔影则是穷追不舍，速度比起前者似乎还要快上一分。给我停下吧你！在这般猫捉老鼠一般的追逐了接近1炷香的时间之后，黑雾魔影终于是有了一丝不耐烦之意。只见他的背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只极为邪异的瞳孔，那瞳孔闪烁之间，仿佛有着无尽的地狱在其中演化。魔神凝视，圣同天魔帝发出一声低喝，那漆黑的魔瞳虚影骤然发出了一种极为可怕的灵魂攻击。可怕的灵魂冲击爆发，速度远超寻常的物质攻击，眨眼之间便是落在了那火焰身影的身上。而在遭受到这可怕的灵魂攻击之后，那火焰身影似是遭受了重创一般，身形骤然一顿，而后浑身的绚丽火焰都是暗淡了几分。被我的魔神凝视盯住，寻常仙品。圣同天魔帝冷笑一声，刚要开口，便是发现那火焰身影在微微一顿之后，竟然再度朝着远处逃逸而去。可恶，这斗气大陆的人类竟然有着这般的实力！圣同天魔帝眼中露出一抹诧异，而后身形再度以一个极为恐怖的速度朝着那火焰身影追杀过去。他也是想不到，那留守在斗气大陆的另一名仙品天至尊实力竟然这么强，后者无论是速度还是神魂的强度，恐怕都已经接近一些圣品初期的天至尊了。以他圣族天魔帝中期的实力，真实战力足以媲美域外邪族当中一些相对较弱的天魔帝后期了，竟然追杀这人类接近1炷香的时间都赶不上。若是大千世界那些普通的仙品天至尊，此刻怕是已经被他击杀了至少3人了。不过无论这斗气大陆何等的奇异，你的机缘造化又是何等的神奇，今天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圣同天魔帝冷笑一声，巍峨的魔影几个闪烁，便是再度跨越数百万里，来到一片炽热的星空当中。此地或许因为一些奇特的构造，竟然比寻常的星空环境要炽热许多。不远处更是有着一颗庞大的恒星悬浮，散发着无尽的光和热，而那火焰流光的身影好像就是想要逃到那颗恒星当中避难。你以为逃到那太阳当中便是可以逃过这场追杀了吗？望着这一幕，圣同天魔帝嘴角泛起一抹冷笑。天魔帝那是可以徒手撕裂普通下位面，耗费代价之下可以毁灭一片高等位面的超级存在。在这等存在面前，恒星那无比炽热的温度对他们而言也没有太大的威胁，甚至像圣天魔帝那等存在已经可以强行摧毁一颗恒星。圣同天魔帝虽然做不到这一点，但也并不会太过在乎。结束吧。他望着那距离自己不足10万里的暗淡火焰身影，手掌一伸，顿时无穷魔气化作一道100万丈巨大的魔气手掌。圣魔之手。话音落下，100万丈的魔气手掌速度再度暴增，一把将那逐渐暗淡的火焰身影牢牢抓住。一个小小仙品竟然能够在我手中坚持这么久，你也足够自傲了。圣同天魔帝冷笑一声，本尊向前走了几步之后，那巨大的魔气手掌渐渐变得透明，露出其中那仿佛被牢牢束缚的火焰身影。他的魔气冲刷直接将那火焰身影面部的绚丽火焰强行湮灭。让我看看你现在到底还有什么能耐吧。圣同天魔帝嘴角微微勾起，仿佛想要看到一张绝望的脸庞。然而当那火焰熄灭之后，他看到的却是一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脸庞。在那脸庞之上没有丝毫的绝望与不安，反而是带着一抹嘲弄的讥讽笑容。你是萧炎？圣同天魔帝瞳孔微微一缩，眼中露出一抹迷茫和莫名的紧张。答对了。萧炎咧嘴一笑，而后其身形忽然再度化作绚丽火焰，在那魔气手掌当中快速蠕动。眨眼之间，原本的人影已经消失，只剩下一枚脸盆大小的绚丽火莲盘旋其中。咚！绚丽火焰没有丝毫的迟疑，在圣同天魔帝的目光当中骤然爆炸，可怕的威能彻底爆发，
宛如一颗绚丽的小型恒星出现，令圣铜天魔帝的圣魔之手都出现了一个个巨大的裂缝。自爆了！圣铜天魔帝掌心一痛，手掌之上多出了几道裂口，魔血流动，而后又迅速恢复。他的眉头微微皱起，总感觉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按照族中的消息，那萧炎分明是在大千世界才对，怎么可能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就这么轻松的自爆了。圣铜天魔帝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望着远处那巨大的恒星，内心隐隐生出一丝不安，总感觉事情似乎有些莫名的诡异。在他内心思绪起伏之间，一抹刺眼的金光忽然从他的头顶闪烁，那可怕的光芒令他都是忍不住微微皱起眉头。是谁？圣铜天魔帝心中一凛，他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不过当他抬起头，3只眼睛同时看向那头顶100万里处的金光来源之后，他的3只眼睛终于是不受控制的再度微微一缩。只见其头顶之上，一轮直径100万丈的巨大金色圆盘不知何时升起，照亮了一方星空，宛如一颗璀璨的太阳。古老的阵盘之上金光闪烁，无数阵法符文雕刻在其中，仿佛是一切大阵的源头一般古老神秘。太眼阵盘！圣铜天魔帝脸色微变，显然是认出了这阵盘的身份。虽然太眼阵盘经过萧炎重新炼制之后已经跟过去有所不同，但是其本质上倒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对于这件曾经斩杀过天魔帝的圣品绝世圣物，圣铜天魔帝实在是太过清楚不过。恭喜你，答对了！淡淡的笑声从虚空当中传来，不知何时，一尊崭新的火焰身影已经站在了星空当中，正笑着看着圣铜天魔帝。这幅火焰巨人的身影，赫然便是方才已经自爆之后的萧炎。你怎么可能？望着那再度出现的萧炎，圣铜天魔帝先是微微一怔，心中不祥的预感则是更加的强烈。哼，事到如今，你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陷阱吗？望着圣铜天魔帝的表情，萧炎巍峨的炎帝法相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下一刻，炎帝法相手中印结催动，火焰大道瞬间将直径数千万里当中的所有火属性能量尽数调动。伴随着萧炎的催动，海量的火属性能量尽数灌输到了太眼阵盘当中。太眼阵盘再度爆发出无数赤红色的火属性能量丝线，射向了直径千万里的虚空。不好！望着那铺天盖地的凌厉丝线，圣铜天魔帝心中的不安越发的沉重。他沉思片刻之后，便是不再犹豫，迅速朝着远处逃离。直觉告诉他，这个陷阱或许会对他造成致命的威胁。然而，就在他即将逃离这片浩瀚星空的刹那，无尽的光热却是在他的面前骤然爆发。不知何时，一轮大日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大日当中，无尽的火属性能量爆发，勾连着那无数的赤红丝线，化作一面拦网，拦住了圣铜天魔帝的去路。竟然能够拦住我！圣铜天魔帝脸色微变，他的力量可是无比接近天魔帝后期了。虽然无法直接轰碎一颗恒星，可要推开对方也并不算难。可是他方才的冲撞，竟然没有让这恒星仅仅微微一颤，便是卸去了大量的冲击。该死，这是圣品大宗师级别的阵法，而且品级绝对很高。圣铜天魔帝心中一紧，立刻调转方向，想要从其他方位突袭离开。然而他刚刚转过身，便是看到一轮又一轮散发着无尽高温的恒星从虚空当中缓缓地浮现。整整9颗巨大的恒星，这是真正的恒星，不是过去依靠灵阵催发出的小型恒星。9轮大日照亮了整个虚空，无尽的光和热照耀，令中央的温度开始急剧攀升。然而望着这9轮巨大的太阳，圣铜天魔帝的内心却是一片冰凉。九阳灭魔阵，当年暗魔族也是同样有着足足3位天魔帝，但是其中1位便是陨落在了这九阳灭魔阵当中。暗魔族可是论血统天赋仅次于圣魔族的超级大族，而那位天魔帝的修为同样是达到了天魔帝中期。也就是说，当年那位陨落的天魔帝，其实力与圣铜天魔帝的实力相差的几乎无几。也就是说，圣铜天魔帝今日也有可能会陨落在此地。一想到这里，圣铜天魔帝便是心神震动。不，我不能死在这里！圣铜天魔帝心中惊惧，浑身魔气爆发到了极致，试图冲出这一座绝世大阵。想跑？萧炎站在太眼阵盘下方，嘴角笑容更盛。费了这么大的劲把你忽悠过来，你说跑就跑了？九阳灭魔阵催动，下一刻9轮大日骤然爆发出更加璀璨的光热，而后足足9道直径100万丈的巨大光柱被9轮大日同时爆发出来，同时轰击向了被困在中央的圣铜天魔帝。不好！圣铜天魔帝迅速躲避，身形闪动之间迅速避开了其中3道光柱，却是被第4道光柱轰击中。他竭力催动魔气抵抗，一轮恒星的能量，除非是直接自爆，否则还不足以对他造成根本的威胁。
只是在这对抗的瞬间，很快便是一道又一道的光柱落在了他的身上，没有太多反应的时间，仅仅片刻，圣铜天魔帝便是被足足9道光柱尽数轰击中。9道100万丈直径的光柱同时落在身上，圣铜天魔帝的压力大增，宛如9颗太阳一同落在了他的身上。到了这一刻，即便是以他天魔帝中期的修为，也是感到有些呼吸困难。可恶！圣天魔帝竭力催动着体内的浩荡魔气，却发现周围的光柱汇聚之后，再度产生了质变。不知何时，那原本对他造不成多少威胁的太阳火焰温度开始急速升温，眨眼之间便是堪比金乌神火的可怕温度。到了这种温度，已经能够隐隐对他造成威胁。当然，以一位天魔帝的魔帝本源之雄魂，就算是金乌神火，也需要千百年才能对他造成真正的消耗。然而，令圣铜天魔帝惊惧的是，那火焰的温度在达到这一层次之后，依旧没有停止，而是继续疯狂的增长。不知何时，那温度终于是到了一个令他的魔气开始急速消耗的程度。每一分魔气刚刚催发出来，便是被那无比可怕的高温给焚烧成了虚无。不，这一刻，圣铜天魔帝彻底的慌了。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急剧消耗，按照这样的速度，或许用不了3天，他的魔帝本源就将彻底焚烧殆尽。怎么可能？这9阳灭魔阵的威能，怎么比当初太眼天尊的9阳灭魔阵更加的可怕？圣铜天魔帝眼中带着绝望，萧炎却是继续催动9轮大日疯狂转动。当年太眼天尊用9阳灭魔阵灭杀那位天魔帝，可是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那期间，域外邪族为了拯救那位天魔帝，可谓是费尽心思。而大千世界一方的强者，为了防止那位天魔帝逃跑，同样是派出了大量的顶尖强者负责拦截。但那是太眼天尊作为火之大道的掌控者，任何火属性的运用手段，在萧炎的手中，威能都会自然而然地增加一个层级。此刻的9阳灭魔阵在萧炎的手中催发出来，所爆发的威能几乎仅次于不朽大帝的大千灭魔阵。就算是圣天魔帝落入其中，也得耗费一些代价才有希望逃离。更别说是一个小小的天魔帝中期了。另一边，斗气大陆的上空之上，凌天魔帝挥出最后一拳，将那守护在斗气大陆天空之上的圣品灵阵给狠狠地轰碎。一同碎裂的，还有小半个斗气大陆的天空和无数斗气大陆强者的内心。那道覆盖整个天空的魔影，带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绝望。结，这些都是颇为不错的血石啊！凌天魔帝一只脚踏入斗气大陆，双眼当中充斥着贪婪的目光，令斗气大陆的生灵如坠冰窟。然而，当他的身影彻底走进斗气大陆的时候，一道巍峨磅礴的力量便是缓缓地压在了他的身上。位面之胎的力量。凌天魔帝不屑一笑：“我连一个位面都可以摧毁，何况你一个小小的位面之胎？你以为我是焚天魔帝那种废物吗？”他正欲催动魔气，便是发现天空当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缕缕绚丽的火焰。火焰！凌天魔帝冷笑一声：“连位面之胎的力量都压制不住我，就凭这点火焰又能干得了什么？”说罢，他背后的滔天魔气滚滚而来，瞬间凝聚成了一只巨大的手掌，仿佛要将斗气大陆一掌轰碎一般。巨大手掌绵延无尽，仿佛可以直接覆盖一座帝国一般浩瀚，恐怖的威能令人无比的心颤。诸位，我去就来。菩提神树之上，萧炎却是依旧神色平静地望着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递给众人一个心安的眼神，而后他的身躯便是骤然消失。下一刻，一道100万丈之高的巨大虚影便是再度浮现在了斗气大陆之上。身影浮现，原本微微颤抖的斗气大陆，在这一刻瞬间变得再度平静，就仿佛原本处在惊涛骇浪当中的船只，忽然多出了一个沉稳的锚，顿时不再为风浪所困扰。是你，萧炎。天空之上，凌天魔帝眉头微微皱起。按照他的情报，这萧炎此刻分明应该在大千世界当中才对，他怎么会突然又出现在了斗气大陆当中？而且随着这道虚影的出现，原本仅仅只是让他感到有一丝压力的位面姿态的力量，忽然陡然剧增。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萧炎的虚影露出一抹笑容，只是这抹笑容令凌天魔帝内心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只见下一刻，原本平静的菩提古树忽然爆发出了无尽的碧绿色光芒，碧绿光芒照耀了整个大陆，璀璨闪烁，令原本心头惴惴不安、有着巨大压力的众多生灵心头莫名的一松，只感觉有着无尽清明。而当这绿色光芒照耀到凌天魔帝身上的那一刻，他只感觉自己那原本无比强横的魔气忽然变得微微一滞。这是什么东西？凌天魔帝微微一怔，眼中露出一丝不可置信的神色。他的目光顺着碧绿青光一路蔓延，直到看到那一棵参天起的青翠神树，而后他那原本惊疑不定的目光开始缓缓变得更加贪婪起来。混沌灵根，竟然是混沌灵根！凌天魔帝一双眼睛爆发出极为贪婪的目光。混沌灵根
那可是诞生在宇宙之间极为玄妙的一种神奇生命。这种生命若是成长到极限，足以媲美圣品巅峰的超级生命。而且此物对于一个族群的作用往往比个人更加重大。无论是大千世界还是域外邪族，双方所拥有的混沌灵根数量总共加起来也不超过20株，并且这些混沌灵根都是相对弱小的一些普通混沌灵根，大多数最多也只能相当于灵品天至尊的层次。而面前的这株混沌灵根，其品级至少是达到了仙品，而且看其身上所散发的可怕光芒，竟然能够令他这个天魔地的魔气都微微一滞，这或许是达到了仙品巅峰的混沌灵根。一株堪比仙品巅峰的混沌灵根，灵天魔帝内心激动，此物的价值绝对不比一件仙品巅峰的绝世圣物要差，甚至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其价值足以堪比圣品绝世圣物，或者说是天魔神兵。堪比圣品生命的混沌灵根虽然有，但也仅仅是在传说当中，但堪比仙品级别的混沌灵根却是真实存在的。如圣魔族、暗魔族、星魔族都是因为有着堪比仙品的混沌灵根存在，才能如此的越发强大。我若是能够将这混沌灵根弄到手，带回我灵魔族当中，怕是对于我族将会有着巨大的好处。灵天魔帝眼神贪婪，如此宝物，就算是不用在自己族群身上，拿去圣魔族或者是暗魔族，也足以换取一件适合自己的天魔神兵。这斗气大陆果然是一处风水宝地啊！不但诞生了如此多的天骄人物，有着这般神秘的古老传承，竟然还拥有这般珍贵的混沌灵根。灵天魔帝越发的心动，只不过在他心动的同时，他周围那丝丝缕缕的绚丽火焰已经越发的浓郁，最后在眨眼之间化作了一片弥漫天地的火海。绚丽火海翻腾之间，可怕的高温令灵天魔帝再度微微一怔。这火焰的威能倒是不弱，竟然能够令我都感到一丝危险。灵天魔帝望着下方那同样高大巍峨的萧炎虚影，眼中杀机更加明显。不管这萧炎到底是在斗气大陆还是在大千世界，他今天都必须得死。此子若是不除，将来必成我族的心腹大患。他心中如此想着，那浩荡魔气凝聚成的巨大手掌也是毫不犹豫，径直朝着萧炎的虚影拍了过去。望着这一幕，萧炎高大巍峨的虚影也是没有丝毫的避让，手中印结凝聚，无尽的火属性能量和菩提古树的青光融为一体，化作一只同样巨大的手掌，与那魔气手掌狠狠地对轰而来。轰隆！仅仅一个对冲，整个的斗气大陆的天空都为隐隐碎裂，仿佛整个天地都要被那可怕的余波给一分为二一般。那可怕的动静令已经成为斗帝的强者们都心中震撼。至于斗帝之下，那些原本被菩提神光所安抚下来的生灵，心中再次被惊恐所弥漫。这是真正的圣品层次的交锋。圣品天至尊、天魔帝全力一击，可以直接摧毁一座小型位面。若是疯狂不断的一直轰击下去，足以将一座拥有位面之胎的高等位面都给彻底摧毁。两尊圣品层次的强者在一方位面当中交战，可怕的余波就足以让寻常如同天玄大陆那等的高等位面都因此毁灭。好在如今的斗气大陆虽然依旧是高等位面，但比起寻常的普通高等位面已经强大了太多。菩提神树化作位面之灵，牢牢扎根其中，令其变得更加坚固。而萧炎作为位面之主，也同样将整个斗气大陆都化为自己的身体，更是令斗气大陆被火之大道所加持。加上这些年斗气大陆一直在不断的成长，还吞噬了众多的域外邪族生灵，所以斗气大陆虽然还没有真正进化为超级大陆，但也不是寻常天魔帝可以直接摧毁的。不过这两位巅峰存在的交手，依旧是令整个大陆都微微颤抖，轰鸣不止。一掌对轰而下，灵天魔帝身形不动，但双目当中却是露出震惊。你的实力竟然也达到了如此程度吗？灵天魔帝死死地盯着萧炎，方才的一记对轰，对方竟然丝毫不落下风，这让灵天魔帝内心变得无比的震惊，终于感到了一丝棘手。他忽然想起了当初与战天魔帝打得快要不上不相上下的炼天魔帝，那家伙虽然仅仅只是玄魔帝巅峰的修为，但论起真实战力，对方怕是能够压住自己一头。而此刻面前的萧炎似乎也有着这样的实力。该死，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强？灵天魔帝有些不甘，却又无可奈何。他却是不知道，萧炎留在此地的虽然仅仅只是一道神念化身，但依旧是属于他的部分灵魂。作为斗气大陆的主人，仅仅是这一道神念化身，已经可以调动整个斗气大陆几乎所有的力量。以一整个位面的力量，加上火之大道的加持，对付一尊普通的天魔帝并不算什么困难。不过灵天魔帝终究是一尊真正的天魔帝，而且是天魔帝中期，而萧炎留在此地的却仅仅只是一具化身。对抗灵天魔帝容易，但若想要击杀对方，确实也极为困难。不过萧炎将化身留在此地的真正目的，也从来不是击杀灵天魔帝，
他只要暂时困住对方，然后等着本尊归来，便是可以再下杀手。心中如此想着，凌天魔帝背后那无尽的绚丽火焰已经越来越多。混蛋，圣同天魔帝那个家伙怎么还没把那个天至尊干掉？凌天魔帝显然也是感到了萧炎颇为难缠，仅仅几次交手，他便是明白有着萧炎坐镇斗气大陆，二者一个融合，自己想要毁灭斗气大陆，包括击杀萧炎，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二者之间的差距极为弱小，一直对耗下去，自己或许反而会被对方给消耗。但是，一想到斗气大陆当中还有着一株珍贵的仙品混沌灵根，更有可能有着圣品绝世圣物，凌天魔帝心中便是更加的不甘。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么可能如此甘心的轻松退走？他在等圣同天魔帝击杀了那尊仙品天至尊，二者联手，必然可以拿下这斗气大陆。到时候二人再共同瓜分利益，虽然得到的相对较少，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好处。然而，就在他思考的时间当中，那无尽的绚丽火焰却是已经将他彻底围住，将他包裹在了一片火海当中。雕虫小技，感受着四周那无尽的绚丽火焰，凌天魔帝却是丝毫不慌，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嘲讽。我承认你的火焰颇为不俗，但想要靠这个来困住本帝，那简直就是个笑话。萧炎，你未免也太不把一位天魔帝当成一回事儿了。凌天魔帝冷笑一声，那绚丽火焰的确让他感受到了丝丝威胁。不过，这萧炎再如何强大，也终究不过是个仙品罢了，能够在自己手下活下来，已经算是他的荣幸了。难不成还能杀了自己不成？这种事情，恐怕就算是当初的炼天魔帝也做不到吧。圣品与仙品之间的差距宛如鸿沟，能够跃进一战已经足以惊为天人，至于想要斩杀对方，那简直是痴心妄想。暂时退出斗气大陆，让你们再苟活一段时间。凌天魔帝心中想着，打算暂时退居到斗气大陆的位面魔壁当中。然而他的身影刚刚闪动，那无尽的绚丽火焰便是已经将他牢牢的彻底包裹。火焰蠕动之间，一尊巨大的火焰熔炉已经出现在了天地之间。咚！凌天魔帝一头撞在了火焰熔炉的炉壁之上，而后便是脸色一变，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随手一击竟然未能将这火焰熔炉的炉壁给轰碎，而且那火焰熔炉当中不断释放的绚丽火焰竟然在一点一点地蚕食着自己的魔气，每一缕魔气消失都是真实的消失，仿佛被吞噬了一般。虽然这种速度很慢，但依旧令凌天魔帝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危机感。不好！凌天魔帝心里咯噔一声，他隐约发现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魔海浪涛！凌天魔帝低吼一声，无尽魔气化作滔天巨浪，朝着那火焰熔炉的炉壁重重拍去。这一次他是真的认真了起来。然而无尽魔气化作的重重巨浪拍打在熔炉墙壁之上，虽然令后者微微颤抖，却并未对对方造成真实的伤害，甚至连一丝裂缝都没有出现。这是什么神通？凌天魔帝瞪大了眼睛，内心终于有了一丝危机之感。他开始竭力使用各种手段，甚至连自己的杀招都用了出来。在那足以令平常高等位面都瞬间重创的可怕杀招面前，火焰熔炉颤抖得更加剧烈，每一次颤抖都是令整个斗气大陆都在微微颤抖。然而那看似虚幻的炉壁却始终未曾破裂。混蛋！凌天魔帝终于急了，他方才已经动用了自己在不拼命的情况下的所有可怕招式，竟然始终未曾将这火焰熔炉给打破，这令他终于感到了真正的危险。若是一直被困在这里，等到大千世界那些圣品天至尊前来支援，我就真的完蛋了。凌天魔帝内心暗道，他开始真正拼命起来。然而萧炎又怎么可能让他有离开的机会？要知道他前世所创造的诸多神通招式当中最为强大的，可从来都不是什么阵法，混沌熔炉才是他真正的底牌之一。安心留在这里，成为我斗气大陆晋升超级大陆的养料吧。萧炎嘴角露出一抹冷笑，百万丈的化身骤然消散，直接融入到了混沌熔炉当中。这一刻，他以整个斗气大陆的力量加上混沌熔炉的玄妙，将凌天魔帝死死地封印其中，任由对方如何的拼命，都是再也无法逃出其中。混蛋，放我出去！当凌天魔帝连自己压箱底的底牌都用出来，甚至燃烧魔帝本源都依旧无法轰碎这火焰熔炉之时，他终于感到了一丝恐惧。放心吧，不用着急，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自由了。萧炎淡淡的笑声从火焰熔炉当中传来，却是令凌天魔帝心中愈发的冰凉。萧炎，杀了我，圣天魔帝是不会放过你的。3天之后，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嘶吼，九阳灭魔阵的中央，一道磅礴的魔气骤然爆炸开来。圣同天魔帝在绝望当中自爆了。在萧炎加强版的九阳灭魔阵面前，他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任由他使出浑身解数，都是无法逃脱。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魔力本源被不断的焚烧净化，力量变得越发的虚弱。放心吧，你才只是一个开始，用不了多久，圣天魔帝也会过去陪你的。虚空当中，萧炎不在意的笑了笑，伸手一抓，圣童天魔帝碎裂的无数残魂当中，一缕残魂被他保留了起来。又是1万蛛魔点。萧炎咧嘴一笑，目光望着面前的9轮大日，眼神开始缓缓变得炽热了起来。9颗恒星的无尽能量，加上2尊天魔帝的毕生修为，这般浩瀚的能量，怕是足以令我本尊快速达到圣品，令斗气大陆晋升为超级大陆吧。虚空当中，萧炎望着那9颗巨大的恒星以及恒星内部一团散落的魔气，喃喃自语。想要让一个高等位面进化为超级位面，所需要的能量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量。毕竟超级位面就意味着可以孕育出诸多天至尊乃至圣品天至尊级别的存在。该出发了。萧炎心神一动，太眼阵盘的力量被他催发到极致。9轮大日缓缓旋转，开始朝着斗气大陆的方向前进，同时推动9轮太阳一同前进。即便是以他如今的修为，也会有着十分巨大的压力。好在有着太眼阵盘，可以将9轮太阳组成一个大阵，大阵勾连运行之间，可以让萧炎省去大半的力量。否则，就算他真正达到圣品，想要将9轮太阳一同运往斗气大陆，都是极为漫长的时间。前进吧！萧炎催动着太眼阵盘，驾驭着9轮大日，朝着斗气大陆的方向前进。这般遥远的距离，虽然依旧难以快速到达，但至少要比没有阵法好了太多。你说什么？那萧炎的体内有着一道比圣神还要伟大的意志。星魔族最核心的疆域当中，圣天魔帝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面前虚弱无比的新天魔帝。自从色涅天魔帝死后，圣童天魔帝的气息也开始进入衰落状态，圣天魔帝便是再也坐不住了。本尊迅速朝着星魔族的方向一路赶来，遇到了新天魔帝派遣前往圣魔族的使者。走在路上，他就从这位使者的口中隐约察觉到了一些不好的信息。然而当他真正看到新天魔帝的模样之后，圣天魔帝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甚至隐约有了一丝惶恐。因为他看到的新天魔帝此刻正无比虚弱地躺在王座之上，浑身气息不足巅峰时期的1/10。这种状态，即便是他与新天魔帝已经共事了几万年，也是从未遇到过。要知道，新天魔帝的正面战力虽然在域外邪族的顶尖天魔帝当中极为一般，但是其保命能力确实堪称绝顶。即便是圣天魔帝，在他面前都要稍逊一筹。他的心魔之力可以化身万千，潜入每一个生灵的内心当中。只要还有一道心魔分身不死，他就不可能真正的死去。就算是他的那尊主战分身，也不过承载了他不足一半的心魔之力。想要让新天魔帝沦为现在这种状态，唯有一瞬间灭杀他大部分的心魔分身，才有希望做到。可是这般神通，岂是人力能为？要知道，就算是当年的不朽大帝，也不可能同时灭杀新天魔帝如此众多的分身，除非这些分身汇聚到了一处，才有希望。当然，这世间也并非没有人做不到这一点，甚至有人可以直接灭杀新天魔帝的所有分身。可是这样的人，圣天魔帝从出生到现在，也仅仅只认识2位而已。一个是当年击败了初代圣神，将他们赶出天元界的元尊周元，另一位便是他们圣族的始祖，也就是圣神。当代圣神也不过是一代圣神的一种重生化身而已，本质上说，2人其实还是一人。所以同时灭杀一位擅长心灵方面的顶尖天魔帝的所有分身，这是只有真正的神才能做到的事情。萧炎是萧炎，见到圣天魔帝到来，新天魔帝的内心终于恢复了一丝安全感。紧接着他便是脸色大变的看着圣天魔帝，快让圣童天魔帝和灵天魔帝回来，这是陷阱，都是萧炎的陷阱。新天魔帝语音仓促，仿佛遇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一般。到底发生了什么？望着新天魔帝这副惊惧的表情，圣天魔帝的内心更加不安。他死死地盯着新天魔帝的脸庞，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色涅天魔帝这么快就形神俱灭？为什么最擅长保命的新天魔帝去了一趟之后，却险些身死陨落？那萧炎究竟有着怎样的底牌？望着圣天魔帝那好奇而凝重的脸庞，新天魔帝重重地喘了一口气，这才将自己在萧炎心灵世界当中窥探到的那道身影的事情说了出来。而当圣天魔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脸上也是瞬间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一双眼睛瞪得滚圆。比圣神还要可怕的超级存在，而且还要比圣神可怕的多。这一刻，圣天魔帝彻底的懵了。他曾经有过无数的猜测，甚至早已判定此次就是大千世界一方为了针对他们所定下的阴谋。虽然色涅天魔帝的死已经令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当听到新天魔帝的回答之后，他还是忍不住有些茫然。比圣神还要强大了不知道多少的神灵，
圣天魔帝只感觉自己脑瓜子都在嗡嗡的响。要知道，即便是当年的元尊周元，也不过只是比圣神强上一些罢了。若不是得到了祖龙的认可，成为了天元界之主，他也不可能用那般碾压一般的优势来击败初代圣神。而星天魔帝却是说，那萧炎的心灵意志世界当中，有着一尊比圣神要强大了不知道多少的神灵投影。可以想象，那尊存在若是真实出现，又该是何等的可怕。恐怕在那样的存在面前，就算是大千世界、天元界这等大世界，也有可能会被强行毁灭吧。这样的存在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成为了一个除非亲眼见过，否则几乎不可能相信的存在。但星天魔帝的重伤却又说明这样的神灵是真实存在的。大千世界如果有着这样恐怖的存在，那我们当初根本就没有一丝侵犯此地的可能。圣天魔帝微微皱眉，大千世界若是真有这样的神灵庇护，又怎么可能会被他们入侵？在这样的存在面前，就算是圣神也走不过3招，不够一巴掌拍的。所谓的域外邪族，也不过是对方挥手之间就能抹去的一群蝼蚁罢了。星天魔帝同样皱眉，脸色惨白地回想起那道巍峨无尽的身影，内心依旧充斥着恐惧。对方仅仅一个怒吼，即便是隔着亿万里的遥远距离，依旧是令他所有分身尽数湮灭，只剩下最后的本尊还剩下了一口气。他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也是确定，之所以自己还能剩下一口气，是因为这只是那位伟大存在的一道意志投影。若是那位巅峰存在真身降临，仅仅一吼，便是足以令圣神之下所有的域外邪族尽数湮灭。星天魔帝甚至怀疑，就算是圣神，又能否扛过那可怕的怒吼？可是大千世界似乎从来没有诞生过这样的存在。他与圣天魔帝相互对视一眼，仿佛心有灵犀，而后彼此身体微微一颤。是他！两人宛如遭受了晴天霹雳，口中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个名字：焚天大帝。当初炼天魔帝从斗气大陆返回之时，就曾经说过，斗气大陆有着一尊不亚于不朽大帝存在留下的传承，而他与那萧炎都是通过这道传承才感悟了火之大道，从而一飞冲天。而且从远古时期，他们便是已经知晓斗气大陆并非是大千世界一方的本土疆域，而是从无尽宇宙的另一端飘过来的一处大陆碎片。也就是说，那焚天大帝并非是炼天魔帝所说的仅仅只是堪比不朽大帝的半步神灵。两位域外邪族最顶尖的存在，此刻只感觉心脏都在迅速跳动。那位焚天大帝的真实身份，或许应该是神灵当中的超级存在，是比圣神还要可怕了许多的伟大存在。也唯有这种可怕的存在留下的传承，才能让炼天魔帝那种蠢货都能领悟到火之大道。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快去派人将圣童天魔帝和灵天魔帝召回，否则他们必然有生命危险。大千世界一方恐怕早已做好了埋伏。星天魔帝微微摇头，颇为焦急地看着圣天魔帝，然而后者此刻却是有些无力地摇了摇头。晚了，现在已经晚了。圣天魔帝微微沉默。当他到达此处的时候，圣童天魔帝的生命之火已经变得极为的虚弱，此刻更是已经暗淡无光，看这副模样，已经撑不过太久了。而灵天魔帝的生命之火虽然依然旺盛，却仿佛蒙上了一层灰色，仿佛被困在了某种地方。想要从域外邪族中央赶往到斗气大陆的位置，那般无尽遥远的距离，就算是圣天魔帝拼命赶路，也要至少3天以上的时间。别说是3天，恐怕用不了1天，圣童天魔帝就要陨落了。至于寻常天魔帝，恐怕要半个月以上才能赶到。就算是赶到了，谁又能知道那里还有没有大千世界的其他强者埋伏？除了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等几位顶尖存在，其他天魔帝去了，或许又是送死。就算去了，那圣童天魔帝也必然已经陨落了。甚至在察觉到他们几人前往之后，或许灵天魔帝也会被提前灭杀。晚了。星天魔帝微微一怔，那可是2位天魔帝啊，域外邪族真正的2尊擎天之柱。若是这2人也陨落了，那域外邪族等于瞬间失去了3尊天魔帝级别的存在，相当于失去了接近1/10的顶尖力量。这样的损失几乎可以算是远古大战之后几万年来最大一次损失。事到如今，纠结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场豪赌可以尝试了。圣天魔帝微微摇头，眼中露出犀利的目光。最后一场豪赌。星天魔帝微微一怔，望着圣天魔帝那严肃的脸庞，心中有了一个想法。你是说炼天魔帝？不错。圣天魔帝微微点头。我们现在只能赌炼天魔帝比萧炎提前一步踏入天魔帝，赌炼天魔帝比那萧炎提前一步跨入半神之境不朽大帝的境界。他已经掌握了火之大道，或许他的心灵意志当中也有着那尊伟大存在的意志投影。圣天魔帝双目当中爆发出一抹金光，只要炼天魔帝迅速达到天魔帝巅峰，
他就能有着无敌于双方的实力。若是能够跨入到半神之境，那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碾压大千世界。接下来我会亲自前往炎魔族为其护法。接下来我整个圣族要倾尽所有资源，帮助炼天魔帝迅速达到天魔帝巅峰。圣天魔帝已经别无选择了，暗杀萧炎失败，注定已经打草惊蛇，而双方的僵局也不是这么容易解开的。与其如此，倒是不如进行一场豪赌，双方各自押宝到自家的未来当中。作为域外邪族的最强者，他不但是域外邪族的最高领袖，更是圣神意志的代表。所以圣天魔帝的决定往往等于是圣神的决定，是可以左右整个域外邪族所有决定的。他一个命令甚至可以令一些小族覆灭，除非是让一些天魔帝主动自杀，否则没有人会质疑圣天魔帝的命令，因为他是圣神最虔诚的信徒，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你好好休息吧，我会派族中其他强者迅速给你收集恢复力量的宝物，尽快恢复到巅峰时期。圣天魔帝看了星天魔帝一眼，后者对于域外邪族的战略意义比其他天魔帝实在是重要了太多。虽然此次无数分身陨落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只要星天魔帝不死，也不算是伤了根基。知道了。星天魔帝苦笑一声，他这次的伤势哪怕是全族出手相助，也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一想到那道巍峨无尽的身影，他便是忍不住的再度打了个冷战。1天后，圣童天魔帝的生命之火已经彻底熄灭，代表着这位圣魔族的年轻天魔帝已经陨落，而圣天魔帝的身影却是出现在了炎魔族的疆域方位当中。他的目光穿过无尽黑色的火焰海洋，落在了那高大的人形鳞甲生物的身上。那是炼天魔帝的身影。在炼天魔帝的周围还有着3位幽魔帝以及数十位魔王侍候在一旁。每当有着圣魔族和其他魔族带来的火属性宝物之时，这些人便是负责将宝物投放到炼天魔帝的身边，供其炼化。大半年的时间过去，炼天魔帝的气息已经是越发的雄浑。当初那蕴含着金乌神火的一整颗太阳，都是已经被他彻底的吞噬。大千世界，我族可以倾尽全力举足之力，培养一位领悟了火之大道的天才。你们可以做到吗？圣天魔帝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笑容。这是域外邪族在大千世界面前最大的优势。域外邪族有着一位真正的集权者，圣神。虽然圣神已经被封印，但只要他还活着，他的意志便是可以影响到整个域外邪族。只要是以圣神的名义下达的命令，便是不会遭到任何的阻碍。所以圣天魔帝可以轻易地集中整个域外邪族的力量去培养炼天魔帝，让其早日达到顶尖层次。而大千世界当年的不朽大帝或许有着这样的号召力，但是他已经死了。大千宫在面临2族战争的时候，的确是可以调动近乎整个大千世界所有的强者，可那都是在对方自愿的情况下。相反，在没有绝对领袖的情况下，他们其实并不能直接命令任何一位天至尊，譬如让对方拼命，或者是让对方拿出自己最珍贵的宝物给他人做嫁衣，这都是大千宫做不到的事情。没有整个大千世界的资源来培养，仅仅依靠大千宫，你萧炎就算是成长得再快，又能如何？圣天魔帝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目光望着那依旧盘膝而坐的黑色鳞甲火焰巨人，脸上带着笑容之余，内心其实还是在暗骂：这个愚蠢的家伙，怎么也能得到那等存在的传承？从族群角度来说，圣天魔帝无疑是十分的看重炼天魔帝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也是颇为的讨厌这个粗鲁的家伙，一个有了力量便是只知道蛮干的莽夫罢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家伙出的馊主意，我族怎么可能直接损失3位天魔帝？圣天魔帝微微叹了口气，3位天魔帝对于域外邪族的损失是何等之大，尤其是色孽和灵天魔帝一旦陨落，那原本刚刚变成33个大族的域外邪族，便是又要瞬间化作31个大族了。罢了，这炼天魔帝一旦突破，其战力便是比起我也应该差不了多少了，他一个人应该也能弥补这3个人的损失了。圣天魔帝微微摇头，身形一闪，便是朝着万魔殿的方向赶去。既然是一场豪赌，那他必然是要无比的谨慎小心，因为一个不慎，或许整个域外邪族的未来就要葬送在他的手上了。伴随着圣天魔帝的离去，那原本旺盛燃烧的黑色火海中央，一直双目紧闭的黑色巨人在这一刻也是终于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啧，没想到这次埋伏竟然让圣天魔帝如此的着急。萧炎的魔帝分身盘坐在火海中央，眼中露出一抹戏谑。看来本尊和分身闹出的动静已经令这圣天魔帝都感到了巨大的威胁，用整个域外邪族的资源来帮助我，这样一来，我这道魔帝分身的确是可以快速达到天魔帝巅峰，甚至半神的程度啊！只可惜这场豪赌的前提是我真的是你们域外邪族的族人啊！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事实上，他这道魔帝分身所积累的能量，在前几日就已经达到了突破天魔帝的积累了，
之所以依旧这般闭目养神，装作闭关突破的样子，完全是在给本尊和灵力分身留出一些时间。不然，一旦他的魔帝分身突破，那实力实在是太过可怕了。到时候，域外邪族怕是顷刻间就会多出一尊圣天魔帝级别的战力。若是没有灵力分身的帮助，大千世界一方将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当中，甚至有可能会陨落几位圣品天至尊。不过，我的本尊和灵力分身也到了该突破的时候了。想到这里，萧炎也是忍不住再度咧嘴一笑。7天后，大千世界北域的一处无垠海洋上空，上千道金色小剑依旧释放着携带光明之力的可怕剑气，在虚空当中凝聚成一座巨大的灵阵，其中可怕威能足以令寻常圣品天至尊都感到微微变色。而在那灵阵的中央，一尊万丈之高的绚丽火焰熔炉正在缓缓旋转，恐怖的高温释放令天地变色，下方的海水都在快速蒸发。远处，青山剑圣和摩诃老祖神色无喜无悲，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摩诃天却是面沉如水，充斥着冷意。万阵仙尊神色古怪而尴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此地留下来的意义是什么了。而在那熔炉之内，伴随着最后一声无力的轻吟，最后一缕夹杂着些许粉色的魔帝本源被逼出，从青眼镜的天灵之上升起，而后被混沌熔炉当中的无尽火焰给炼化。而伴随着这最后一缕魔帝本源被驱逐炼化，那原本宛如绝代妖姬一般的身影也是终于恢复了清醒。以往清丽绝美的脸庞上此刻已经是充满了呆滞，一双眸子不可思议地望着身下的人，羞耻与尴尬席卷全身，令他浑身都感到无比的僵硬。萧炎大哥，金眼镜刚刚恢复的白皙肌肤再度变得粉红。到了此刻，他才回想起来当初被色孽天魔帝的魔帝本源侵袭之后，自己仓促之下跟萧炎说的那些话。而后，这些时日当中的疯狂，此刻更是化作大量模糊却真实的记忆涌入了他的脑海，感受着自己记忆当中那不堪回首的模样。他那白皙的脸蛋此刻已经是红的快要滴出血来了。青眼镜匆忙的想要站起身，没事了。萧炎倒是早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再者说这种事论起来他倒也算不得吃亏，倒是青眼镜属于是人生第一次，以他那涉世未深的经验来看，难免会有些羞涩和尴尬。火焰能量凝聚变化，已经再度化作一道白色衣袍将青眼镜包裹。有了这层衣服作为遮羞布之后，青眼镜的脸上也终于是不再那般的尴尬，只是一双眸子依旧带着羞涩的盯着萧炎。萧炎大哥，谢谢。青眼镜轻声开口，看向萧炎的目光极为的复杂。他见萧炎没有开口，沉吟片刻之后才轻声说道：这次的事情实在是太过意外了，萧炎大哥都是为了帮我才弄成了这样。你放心吧，我是不会纠缠你的，就算是你家里的几位嫂嫂不满，我将来也是可以替你解释。青眼镜神色真挚，眼底却是带着一抹莫名的失落，似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一般。不过在他说完了这些话之后，一只温暖有力的手掌却是已经握住了他的玉手，令他微微一怔。说这种话干什么？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又怎么可能让你自己独自离去？萧炎的声音在耳畔传来，青眼镜猛地抬头，却是看到一张略带几分无奈却又带着些许宠溺的脸庞。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是萧炎也没有预料到的。对于青眼镜，萧炎过去一直是抱着欣赏和好感的态度去接触的。虽然这一世阴差阳错之下，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青眼镜对自己也同样有着好感，甚至有着一些模糊的男女之间的感觉，但萧炎最初真的没有想过两人竟然会走到这一步。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也只能是平静的接受了。虽然这一世原本只打算娶这么5个老婆了，但是既然已经这样，那他也不可能让青眼镜无名无分的离开。萧炎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青眼镜美眸死死地盯着萧炎的脸庞，后者却是无奈地揉了揉他的脑袋。从我决定舍身救你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了。萧炎义正言辞地说道，却是引得后者扑哧一笑，那绽放的笑容令整个火炉空间都是再度增添了几分色彩。那小女子就谢谢哥哥了。青眼镜轻轻靠在萧炎手臂上，发现对方确实没有什么反感，甚至主动将肩膀送过来之后，他的内心也是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事实上，自从当初的太眼传承一行之后，他的目光就已经被面前这个男子给深深的吸引了。萧炎那渊博的知识、温纯的性格、人品都是令他极为的欣赏。都说摩诃天是大千世界1000年来最顶尖的天才之一，各方面都是同龄人当中的翘楚，可与萧炎比起来，却是只有黯然失色这一条路子。只是一路之上，他也是听说过萧炎在下位面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家眷的事情，因此自然也不想主动去找这个难看。只是没有想到阴差阳错之下，两人竟然因为色孽天魔帝的关系，最终走到了这一步。你在那下位面的时候，到底有这几个夫人？两人沉寂在绚丽的火焰熔炉当中，彼此说着一些悄悄话，似是想要让这段关系从尴尬当中走出。不过无论如何，都是脱离不了最后的话题。5个。
对于这一点，萧炎没有任何的隐瞒，他对于青眼镜的确很有好感，甚至到了这一步也可以谈得上是喜爱。但薰儿等5人此刻无疑对他更加重要，或许今后2人的感情也可以培养到那样的层次，但至少现在他更要保留前面5人的地位。5个吗？青眼镜微微瞪大了眼睛，眼中略微露出一抹失望，良久之后才轻轻叹了口气道：好吧，那我也只能当个老六了。还好这丫头也不是什么争风吃醋之辈。望着她这副模样，萧炎心中却是暗自点头，轻声道：你若是不习惯跟他们来往，你将来也可以暂时回到浮屠古族当中，我自然可以抽出时间陪陪你。当然我也会告诉他们你的存在，无论如何你们还是见一面的好。闻言，青眼镜却是微微摇头：没关系的，只要5位姐姐都是好相处的人，我自然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当然我将来的确也是需要偶尔回到浮屠古族当中。他一边说着，那一双纤细的黛眉却是微微皱了起来。倒是浮屠古族那边将来或许会对萧炎大哥造成一些麻烦，我族中那些老顽固一个个可是都倔强得很。青眼镜倒是不担心萧炎会对付不了那些老东西，以萧炎如今表现出来的实力，浮屠古族当中除了大长老浮屠玄，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对手。他担心的是那些老顽固太过死板，以至于会让萧炎心生反感。闻言，萧炎却是摇头一笑，挥手之间，一道金色的令牌却是缓缓地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浮屠古族再如何强大古板，总不能拒绝一位诸魔王作为自己族中的女婿吧？若是他们还这般顽固的话，那我也只能动手解决问题了。萧炎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转移到了青眼镜平坦的小腹位置。目前为止，这里还没任何的一丝生命迹象，但不久的将来总归是会有的。这孩子将来就叫萧晨吧。心中划过一种古怪的念头之后，2人再度细细地说了一些话语，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终于越发的融洽。虽然还没有立刻到了郎情妾意的程度，却已经隐约有了一些伴侣之间的默契。很快2人收拾好之后，便是再度换上了一身新的衣物。之后萧炎才微微挥手将混沌熔炉撤去，2人的身影也是再度重现在了天地之间。太炎斩魔剑，回来吧！萧炎心念一动，太炎斩魔剑化作的大阵也是快速解体，上千道金色小剑迅速汇聚，最后回到萧炎身边，凝聚为一柄金色的长剑。无尽海域的上空，天地终于恢复了平静，而青山剑圣自然是第一个一步来到了2人的面前，目光在萧炎和青眼镜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没事就好，这次伏杀算是大功圆满了。萧炎，我还要恭喜你，现在你可是我大千世界这一代新的诸魔王了。哼，若是没有刘兄相助，以我现在的实力，想要击杀那色孽天魔帝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萧炎微微笑道：斩杀色孽天魔帝的事情，刘兄和魔河老祖也是有着大功劳的。萧炎倒是没有夸大，他如今终究只是仙品，即便是仗着太炎斩魔剑可以克制色孽天魔帝，但想要击杀对方的确还是比较困难，没有青山剑圣的帮助，那色孽天魔帝今日未必不能逃跑。呵呵，那也是需要你将他引过来才行。青山剑圣满不在乎地说道。诸魔王的名声虽然很响亮，但他也并不是很在意，对他而言，只有死去一名顶尖天魔帝才是最实在的。至于这个顶尖天魔帝是谁杀的，功劳又是归谁，他并不会太过在意。到了他这一层次，大千世界当中对他有用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唯有感悟剑之大道才是他最需要的事情。劲儿，你没事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令在场的众人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只见魔和天不知何时已经出现，虽然语气温和，但是一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萧炎和青眼镜，似是想要看出什么端倪。青眼镜闻言，眉头却是微微皱起，而后他玉手轻轻握住了萧炎的手掌，转头看向了那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的魔和天。魔和天，你今后不要再这么叫我了，我与萧炎大哥已经有了夫妻之实，我不想让他误会。淡淡的清冷声音在天地之间回荡，却是令原本的气氛一瞬间凝固到了极点。青山剑圣满脸错愕，魔和老祖沉默不语。至于万阵仙尊，他在不久前就已经离开了，唯有魔和天一双眼睛在这一刻骤然变得有些血红了起来。你跟他？魔和天死死地盯着面前手牵着手的这对年轻男女，尽管早就对2人这段时间究竟在那火焰熔炉当中干了什么有了猜测，可当这个残酷的事实血淋淋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之时，他的内心终于是被无尽的怒火和无力感给充斥。萧炎，我跟你拼了！这一刻，魔和天终于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怒吼，浑身黑白气流涌动，瞬间化作一道巍峨万丈的巨人，手中的拳头便是作势要朝着萧炎狠狠地砸过去。你敢！望着这一幕，青眼镜俏脸微变，当即便是玉手轻扬，似是想要布置临阵将其拦住。不必。他刚想出手，
一旁的萧炎便是将他轻轻拉住。青眼镜的实力与这魔和天相差的并不算多，两人若是动起手来，不知道要打多久才能分出胜负。而魔和天的实力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却是根本不值一提。只见萧炎手掌微微抬起，一瞬间，方圆百万里的灵力便是迅速化作一只百万丈的火焰手掌。火焰手掌翻腾之间，绚丽的火焰释放着可怕的高温。另一旁的魔和老祖都是忍不住眼皮子一跳，就连青山剑圣的眼神都是变得凝重了几分。过去他们都是以为萧炎能够在伏杀色孽天魔帝的战斗当中取得如此战绩，主要是他有着太炎斩魔剑这件强大的绝世圣物，加上临阵方面的造诣才能做到这样。然而那可怕的巨大手掌却是令他们明白，这萧炎即便是没有任何绝世圣物，阵法的帮助都是可以轻易的爆发出圣品的实力，甚至于他在这种随意状态下爆发的实力都让魔和老祖感到了些许的危险之感。青山剑圣虽然没有这样的感觉，但依旧是感到有些诧异。不过联想到萧炎在圣骑山上的表现之后，他也是可以理解。魔诃无量光，海域上空，魔诃天驾驭着巨大的魔诃无量法身，一上来就是催动了自己的底牌技能。他虽然被理智冲昏了头脑，却也知道自己与萧炎之间的差距。然而那足以令寻常仙品天至尊色变，甚至需要暂避锋芒的可怕黑白光束，在落到那火焰手掌之上时，却是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甚至未曾令对方的手掌有着丝毫的颤抖。在那可怕的火焰面前，令他引以为傲的魔诃无量光直接寸寸崩碎，被绚丽火焰一个席卷，便是化作了虚无。而后巨大手掌直接落下，可怕的威能爆发，魔诃天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后却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至尊法身寸寸崩溃，重新化作一团黑白气流缠绕在了自己的身边。咚！巨大的火焰手掌正直地落在了他的身上，令他瞬间喷出一口鲜血。而后火焰手掌消散，只剩下残留的些许绚丽火焰迅速凝聚，化作两道绵延的火焰锁链，将他的身体瞬间捆绑了起来。放开我！魔诃天发出愤怒的嘶吼，却是发现自己连这两道火焰绳索都无法挣脱开。萧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随手一挥，火焰绳索便是捆绑着魔诃天甩到了魔诃老祖的面前。魔诃前辈，你族的这位少族长如今情绪实在是有些太激动了一些，还请你将他带回族中冷静一下吧。方才当着前辈的面出手，只是不想事情闹得更大，还请前辈见谅。萧炎望着魔诃老祖微微笑道。魔诃老祖沉默不语，他已经没有了方才对付色孽天魔帝之时的那般热情，一双老眼在萧炎和青眼镜身上停留了片刻之后，又落在脚下那被火焰锁链捆绑的魔诃天身上。沉默片刻之后，才轻轻点了点头。这孩子从小路途走得实在是太顺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挫折，的确是有些受不了打击。倒是要谢谢小友你手下留情了，既然色孽天魔帝已经被我等击杀，那我也就不再此久留了。诸位，今后有机会再见吧。魔诃老祖只是冲着众人点了点头，而后便是大袖一甩，带着魔诃天直接消失在了原地。他虽然知晓萧炎做的几乎是没有一点问题，可此事毕竟是魔诃古族挨了难看，身为少族长的魔诃天被人当面镇压，他的面子无论如何也是留不住几分了。能够做到不发火，已经算是他修养极为高深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脾气再好，都不可能再露出什么好脸色了。等到这两人消失之后，青山剑圣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他方才倒是真的怕萧炎跟魔诃古族直接打起来了，若是如此，双方之间的可怕内耗对于大千世界依旧是一种另类的威胁。万幸的是，萧炎虽然年轻，但却是极为的老成，只是将魔诃天击败封印，没有伤其性命。而魔诃老祖也没有发怒，只是默默地将魔诃天带回，没有令双方的矛盾激化，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了。而后他才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青眼镜身上，而后再回到萧炎身上，这才忍不住地啧了啧嘴。倒是没想到你小子竟然就这样将浮屠古族的圣女给拿下来了。听到青山剑圣的调笑，青眼镜脸庞微微一红，脸上露出了一抹羞涩。萧炎却是满不在乎地摇头笑了笑。先别得意得太早，浮屠古族的那帮老家伙是出了名的顽固，你如今虽然已经拥有了圣品的战力，不过想要让那些老家伙们承认你，怕是依旧有着不小的压力啊。青山剑圣笑着调侃，萧炎嘴角却是笑容更盛。无妨，若是那些老家伙不同意，我就把浮屠古族给拆了，给他们看看。一边说着，他还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青眼镜，笑呵呵地说道：娘子，你说行不行？一声娘子落下，青眼镜本就带着些许羞涩的脸庞几乎是在瞬间变得通红。他只是如同蚊蝇一般的点了点头，全然忘记了萧炎说要拆掉的是他的家。接下来这段时间你又准备干点什么？突破圣品？玩笑话过后，青山剑圣这才将目光看向了萧炎，眼中带着期待。萧炎的潜力实在是令他太过期待了，或许
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无尽岁月的战争就要在这个家伙的手中结束了。如果说萧炎接下来准备突破圣品的话，那他绝对会以大千宫代理公主的身份，想方设法的帮助萧炎顺利突破，能够在仙品阶段就将色孽天魔帝打成这样，用莫名的手段让星天魔帝的主战分身都为之消失。那若是突破到了圣品，这萧炎的战力至少也是他这种级别的，甚至不久之后，萧炎或许能够独自对抗圣天魔帝，也并非什么幻想。突破圣品，萧炎微微一怔，而后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的确，在帮助青眼镜解毒的时间里，他也是将星天魔帝和色孽天魔帝残余的魔帝本源炼化为了精纯的灵力。虽说这些魔帝本源经过连续不断的大战已经残存不多，但毕竟是2尊天魔帝的毕生积累，将这些转化为灵力之后，萧炎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仙品的圆满，距离突破圣品的确是只剩下了最后的一步之遥。不过在突破圣品之前，他还有着一件事情要做。想到这里，萧炎也是笑盈盈的将目光看向了青山剑圣。刘兄，可敢跟我到那域外邪族的疆域当中好好耍一耍？或许这一趟你也可以博一个猪魔王的称号呢。听到萧炎的话，青山剑圣瞳孔微微一缩，看向萧炎的目光都是多了几分不可思议。你的意思是杀进域外邪族？不错。萧炎笑着点了点头。此刻色孽天魔帝战死，灵天魔帝也正在进攻斗气大陆，这2个大族没有了天魔帝镇守，正处在最为虚弱的时刻。若是此刻突袭，必然能够重创这2个大族，将其魔帝强者杀个七七八八。听到萧炎的话，青山剑圣双目当中瞬间露出一抹金芒。的确，以往那域外邪族的33个大族都是有着天魔帝强者坐镇，即便是其中最弱的一位，或许不是这些顶尖圣品天至尊的对手，但在对方的手中撑上个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过去从来没有哪个域外邪族的大族遭受到过大千世界顶尖强者的偷袭，只要有天魔帝坐镇，这个大族几乎是不可能在正常时期被灭掉。也就是一些小族和大千世界的一些小势力，会在正常年代被某个发疯的天至尊或者是魔帝给灭掉。然而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划算的事情，因为这些强者一旦深入彼此的疆域，那基本上是九死一生的下场。就算是青山剑圣、暗天魔帝这种层次的顶尖强者，一旦遭到对方整个阵营的围攻，那也是有着陨落的危险的。当年的破灭大帝、太眼天尊都是以类似的方式陨落的，区别在于太眼天尊是重伤之后逃回，而破灭大帝则是直接陨落。不过那是在被围攻的情况下，若是过去杀上一盏茶的时间，然后迅速撤退，只要不是中了埋伏，那成功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想到这里，青山剑圣的内心都是隐隐有些亢奋。灵魔族和色魔族都是域外邪族当中只能位列中等或者中等偏上的种族，都是仅只有一位天魔帝坐镇，族中的魔帝强者加起来更是不过20多位，比起魔和古族都是差了不少。但20多位魔帝，若是被他一口气杀个七七八八，那也是足足10几位魔帝啊！最强大的天魔帝死了，作为支柱的魔帝也被杀上大半，这样一个顶尖大族将会瞬间衰落成一个不起眼的小族，对于大千世界的威胁也会大大减小。而且一口气杀上10几个魔帝，那得到的诸魔点可是比单独击杀一位天魔帝要多得多。这个计划的确是令我颇为的心动。青山剑圣深吸一口气，目光望着萧炎，沉吟道：只是那毕竟是域外邪族的腹地，若是一旦被包围，怎么刘兄莫不是怕了不成？萧炎望着青山剑圣调侃道：灵魔族、色魔族都是负责对抗大千世界的主战魔族之一，他们的疆域距离大千世界并不算遥远，以你我如今的速度，最多1个时辰就能抵达其腹地。除非对方提前设下埋伏，否则就算是最近的战天魔帝和雷天魔帝，也至少需要1炷香的时间才能赶过来。1炷香的时间看似漫长，但以你我的实力，怕是已经能够将这2族杀个七七八八了。听到萧炎话，青山剑圣也是立刻不再犹豫。哼，既然你这个仙品都敢杀入其中，那我又有何不敢？今日便是让这域外邪族再看看我这龙吟剑的锋芒。萧炎说的的确是没错，若是有着一位天魔帝坐镇，那他们2人就算联手，也很难在1炷香的时间当中灭掉一个大族。毕竟如色孽天魔帝虽然就是被2人用1炷香的时间击杀，可那是在大千世界的情况下，若是在域外邪族，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2人便是10炷香的时间也很难击杀对方。但是没了天魔帝坐镇，这大族的威慑力便是实在是不值一提了。定下计划之后，萧炎便是不再犹豫，机会难得，一旦灵天魔帝再陨落，圣天魔帝肯定会反应过来，改变域外邪族的战略布局，到时候想要灭掉这2个大族就难多了。你先回一趟浮屠古族吧，待我突破到圣品，我会去浮屠古族接你。萧炎轻轻揉了揉青眼睛的脑袋，后者却是一脸担忧地望着萧炎。萧炎大哥，你一定要小心啊！
两人这般正大光明的谋划，自然是被亲眼静听得一清二楚。对于这般冒险的计划，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担忧。还叫大哥？萧炎微微瞪了他一眼，后者的脸颊也是再度微微一红。夫君，这还差不多。萧炎咧嘴一笑，轻轻捏了一把他柔嫩的脸蛋，而后便是不再犹豫，与青山剑圣迅速化作2道流光，朝着远处疾驰而去。有着魔帝分身作为内应，萧炎对于域外邪族如今的局势实在是太过清楚，这也是他此次行动的依仗之一。虚空之上，青眼睛望着迅速消失的两人，陷入沉默。良久之后，他才化作1道流光，朝着浮屠古族的方向飞回。夫君，一定要平安回来啊！是。一望无垠的海域之上，一道惊人的剑气撕裂天地，将下方的海域都一分为2，携带着无比可怕的速度，朝着远方疾驰而去。另一边，一道火焰所化成的流光也是一路疾驰，速度丝毫不比那剑气要慢上多少。没想到，你的速度竟然也达到了这般可怕的程度。虚空当中，青山剑圣的声音从剑气当中传来，声音当中带着一丝惊异。萧炎的速度同样是超过了他的想象，竟然可以与他近乎旗鼓相当。要知道，他催动剑气疾驰之下的速度，在整个大千世界都算得上是最顶尖的。放眼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双方阵营当中，或许有速度媲美他的，可却并没有能够稳稳超过他的。这也就意味着，萧炎的速度也同样达到了接近双方阵营的极限。可是，萧炎如今的修为才仅仅只是仙品而已啊！以仙品的修为就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速度，将来成了圣品，又该是何等的可怕！呵呵，侥幸悟出一些火之大道的运用手段罢了。萧炎谦虚的传音从一旁传来，却是令青山剑圣微微翻了一个白眼。侥幸，侥幸，侥幸！你这个侥幸未免也太侥幸了吧！一侥幸就悟出了火之大道，一侥幸就得到了太眼天尊的传承，一侥幸就成了圣品临阵大宗师、炼气大宗师。什么时候能让我也侥幸一下子？青山剑圣内心吐槽间，两人面前原本平静的海域也是缓缓浮现了一层黑色。放眼望去，远处的天地已经不再是过去那般晴空万里，而是被一层层的黑色魔雾所笼罩。越是深处，那漆黑的魔雾便是越发的浓郁。这里赫然便是达到了域外邪族的边界。到了，青山剑圣不再开玩笑，而是与萧炎放慢了些许速度。二人相互对视一眼，而后便是彼此点了点头。按照计划来吧。青山剑圣不再犹豫，与萧炎一同兵分2路，朝着远处疾驰而去。灵魔族和色魔族的距离其实并不算近，即便是以圣品天至尊那可怕的速度全力爆发，也至少需要3个时辰才能抵达。所幸的是，双方距离大千世界倒也并不算遥远，突袭结束之后，可以迅速带着可怕的速度返回。此番作战，青山剑圣原本打算由他进攻色魔族，毕竟色魔族要比灵魔族更加强大一些，其中魔帝数量估计已经接近了30位，而且色魔族距离战魔族距离更近，一旦被察觉，以战天魔帝那可怕的速度，怕是很快就能抵达。不过萧炎却是先他一步选择了色魔族。按照萧炎的说法，是色魔族的魔帝们生命更加诡异无形，物质攻击相对难以击杀，倒是他的太炎斩魔剑和地炎对于色魔族的强者杀伤力更加巨大，可以迅速的解决这些家伙。闻言，青山剑圣也是不好再说什么，只是一路向前。他的内心已经将萧炎彻底的当成了同层次的强者，以萧炎的实力和速度，只要不被多位顶尖天魔帝同时围攻，逃跑并不算困难。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想到这里，他也是不再犹豫，直接化作1道锋锐的剑气，朝着灵魔族的方向疾驰而去。而萧炎也同样化作1道绚丽的火焰流光，朝着色魔族的方向疾驰而去。火焰流光的速度无比迅速，所过之处，一些偶然看到的域外邪族强者都是忍不住擦了擦眼睛，只感觉自己似是出现了幻觉一般。色魔族所在的大本营，其面积比起炎魔族要大了数倍不止。在这片浩瀚的疆域范围内，共有着一座面积比现在的斗气大陆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超级大陆。在这道大陆之外，依旧有着足足4座稍小一些、与天元大陆类似的大陆覆盖，在之后才是密密麻麻数百道巨大的岛屿。说是岛屿，可其中任何一块都是接近一处小型位面了，大一些的甚至足以堪比中等位面。这里便是色魔族所在的疆域，中央那座巍峨无尽、已经足以称得上超级大陆的疆域，便是昔日色孽天魔帝的大本营。而周围的4道大型大陆之上，也是有着足足4位玄魔帝坐镇，1位天魔帝、4位玄魔帝以及更多的幽魔帝，全族上下共计将近30位魔帝层级的强者。这般实力已经堪比现在的浮屠古族。不过，失去了色孽天魔帝的坐镇，色魔族的众多魔帝们还不知道，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降临。此刻，
色魔族的4位玄魔帝、18位幽魔帝正汇聚在了那最大的主大陆中央，色魔族的圣地色魔神殿当中，彼此的脸上都是带着浓浓的忧虑。族长已经陨落了，我族恐怕即将面临大祸啊！一尊玄魔帝巅峰的存在站坐在高处，望着众多魔帝。此人便是色魔族除了色孽天魔帝之外的第2强者色皮魔帝。不过他的实力虽然比其他魔帝强，却并没有绝对的压制力量，因此也仅仅只是被选举为了代理族长，并没有直接成为新族长。不错，失去了天魔帝坐镇，我族虽然依旧强大，可已经失去了位列顶尖大族的资格。另一名玄魔帝也是有些忧心忡忡地看着众人。接下来我族务必要低调一些，并且派出大量的魅魔送到各大顶尖大族那里，以教好其他各族。又是一位玄魔帝开口说道。色魔族的天赋便是在情欲之道上有着无比可怕的实力，族中几乎是人均都是魅魔。如此刻坐在此地的22位魔帝，每一个都是俊男美女，容貌妖艳，气息魅惑，举手投足之间都仿佛欲望的化身。所以色魔族的族人倒是一直备受其他各族的追捧。若是有着一个色魔族的族人作为自己的男宠侍妾，对于其他各族的普通强者而言，那都是颇为有面子的一件事。至于魔帝层次的强者，除非是对方没有那方面的欲望，不然基本上是人人都豢养着几个色魔族的族人。我倒是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让我族再度诞生出一位天魔帝，这才是真正可以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在众人商量之际，其中一名最为高大的玄魔帝却是缓缓开口了。闻言，其他魔帝都是微微一怔，而后都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看向了那高大玄魔帝。尤其是4位玄魔帝，在听到这个提议之后，他们各自脸上原本还算和睦的表情已经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抹深深的敌意。色孽天魔帝虽然陨落了，但他麾下的超级大陆却是没有崩溃，大陆本源也依旧存在。虽然色孽天魔帝陨落会让大陆本源也间接的受到一些损伤，而且要让大陆本源完全脱离后者的影响，至少需要数百年上千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大陆本源终将能够被再度炼化。而炼化一道超级大陆的位面本源，那可是对于晋升天魔帝、圣品都有着巨大帮助的。32大顶尖魔族、大千世界各大古族和顶尖势力，为何能够在无尽岁月当中一直有着天魔帝、圣品层次的强者坐镇？那就是因为他们都占据着一块超级位面，或者是超级大陆。一座超级大陆的位面本源，至少是寻常下位面之态的10倍。也唯有这种浩瀚的大陆，才能成为酝养天魔帝、圣品强者的温床。当然，想要成为这一层次的强者，仅仅只是有着资源是不够的，天赋、心性都是缺一不可。但无论如何，有了超级大陆的位面本源相助，突破天魔帝、圣品总是会相对更加容易一些。只是色魔族可不像圣魔族、暗魔族那般阔绰，整个色魔族也仅仅只有这么一座超级大陆，可玄魔帝却是有着足足4位。这个炼化大陆本源的机会，到底是交给哪位玄魔帝好呢？色魔族可不是当初的炎魔族，色皮魔帝固然是玄魔帝巅峰，可其他3位玄魔帝也都是达到了玄魔帝后期。一时间，原本平静的气氛变得极为的压抑，4位玄魔帝彼此对视，眼中甚至隐隐有了杀意。成为天魔帝的捷径，谁不想得到？一旦突破，那便是这片天地真正的巅峰强者，可以坐在万魔殿的最高王座之列。在这个香饽饽面前，本就信奉弱肉强食的域外邪族，可不会因为对方是自己的族人就心慈手软。哼，各位何必如此争执呢？我这里倒是有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让你们不再为这位面本源究竟归谁而烦恼。剑拔弩张之际，一道淡淡的笑声却是忽然在这色魔殿当中回荡，令众多魔帝纷纷色变，一个个都是目光警惕地看向了那突兀出现的身影。只见那大殿的上空，一道身穿黑衣的年轻身影不知何时突兀地出现，正笑眯眯地盯着大殿当中的众多魔帝。人类，是大千世界的人类。众多魔帝纷纷色变，色皮魔帝作为代理族长更是骤然站起身，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道黑衣身影。对方身上的气息令他感到了浓郁的危险。没想到我色魔族内部的家事竟然能够引得大千世界的强者降临参与。色皮魔帝笑眯眯地盯着萧炎，手中却是已经拿出万魔令疯狂的传讯。色魔族遭到大千世界的强者偷袭，还望各位天魔帝速速前来支援。圣天魔帝救命，战天魔帝救命！色皮魔帝疯狂地朝着各位天魔帝发送求救的信号，同时则是准备跟萧炎谈笑风生。他不是什么傻子，一个大千世界的人类能够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只身闯入色魔族的核心疆域，此人的实力究竟到了怎样的层次？此人的目的又是如何？这一刻，怕是用屁股都能想得到对方来者不善，而且实力必然不俗。虽然萧炎的气息仅仅只是仙品巅峰，可带给他的威胁之感却是太过可怕，
甚至比起许多圣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敌人，在色孽天魔地陨落的情况下，即便是此地属于噬色魔族的大本营，但对方一旦发疯，他们这些人怕是也要陨落过半。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拖延时间，等待其他天魔地的救援。离此地最近的战天魔地，仅仅1炷香的时间便是能够赶来。即便是对方拥有圣品的战力，但他们20多位魔帝联手借助大阵，撑住片刻，应该也不算难事。色皮魔帝心中想着，脸上依旧是故作淡定地望着萧炎笑道：“不知这位大千世界的客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建议？”大殿高空，萧炎望着那脚下依旧故作淡定的色皮魔帝，嘴角也是缓缓勾起一抹冷酷的笑容。真没想到，这色魔族的强者竟然刚好聚集在了一起，除了2、3个漏网之鱼或许不在此地，其他人应该是都凑齐了。如此一来，他倒是省去了很多麻烦。很简单，只要将你们都杀了，这超级大陆的位面本源不是自然也就没人会去争夺了。萧炎的笑声颇为的温和，说出的话却是令整个色魔族大殿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混蛋，我就知道你们大千世界的人没安什么好心。见到萧炎一上来就图穷匕现，色皮魔帝也是不再掩饰，动手布阵，我们只需要坚持超过1炷香的时间，战天魔帝就会赶来支援。色皮魔帝话音落下，22位魔帝已经十分默契地各自倒退，同时浑身魔气爆发，似是准备迅速结阵。一点被这22位魔帝凝结成大阵，加上此地的地域加成，寻常圣品天至尊还真难在短时间内拿下他们。不过萧炎可不是寻常的圣品天至尊，他既然已经现身了，自然已经是有所准备。几乎是在这些魔帝各自准备布阵的同时，一轮巴掌大小的绚丽火莲已经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萧炎的手中。火莲从萧炎的手中飘出，而后便是迅速变大，当落到那众多魔帝的中央位置之时，已经化作了丈许大小。灭世火莲爆！萧炎嘴角带着一抹笑容，轻声呢喃道。下一刻，无尽的绚丽火焰便是直接将整座色魔殿吞噬，令这座色魔族的圣殿顷刻间彻底的湮灭。一轮宛如恒星一般的绚丽火球突兀地出现在了色魔大陆之上。轰隆！一瞬间，整个色魔大陆都是狠狠地颤了一颤，仿佛被一颗巨大的陨石给砸中。一道完全由绚丽火焰所组成的可怕冲击自色魔殿的中央扩散开来，直径10万里的范围之内，实力未曾达到魔帝境界的生灵直接尽数湮灭。在那可怕的爆炸面前，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只是刚刚露出惊恐的表情，便是已经灰飞烟灭。而后，可怕的冲击波依旧蔓延，直径30万里范围内，地至尊级别之下的强者也是直接化作了飞灰；直径100万里之内，至尊级别之下的普通色魔族生灵依旧是被这可怕的力量给冲击的溃散，死得七七八八。仅仅一个爆炸，直径100万里范围内的色魔族核心强者便是几乎被直接夷为平地，剩下的基本上只有一些色魔族的核心强者和一些神奇宝地没有被摧毁。而且可怕的冲击波依旧在朝着远处传递，只是威能已经大大不如从前了而已。而在直径100万里的核心范围当中，那些侥幸活下来的生命们看似逃过了一劫，但实际上他们的灾难才刚刚开始。以萧炎如今的实力，一旦施展最强火莲，怕是可以直接令这直径100万里之内的所有生灵尽数湮灭。就算是那4位玄魔帝活下来的希望也是极为的渺茫。但他为何没有施展最强的一击？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彻底的杀死这些家伙，抓住你们才是我真正的目的啊！萧炎眼中绚丽火焰跳动，直接透过这无尽的火焰海洋，看到了下方那众多神色惊惧的色魔族魔帝们。此刻4大玄魔帝个个遍体鳞伤，但生命气息却仅仅衰落了些许，看样子并没有受到致命创伤。但那18名幽魔帝却是个个重伤，严重一些的已经是肉身溃散，就连魔魂都是已经残缺不全。即便是几尊幽魔帝巅峰的存在，此刻都是气息衰弱，实力不足巅峰时期的1/10。要的就是你们现在的状态。萧炎咧嘴一笑，手掌一挥，丹神族的丹神鼎便是凭空浮现。而后在萧炎的催动之下，丹神鼎直接爆发出可怕的吞吸之力，朝着一名幽魔帝的魔魂吞吸过去。不，救命！感受着头顶传来的可怕吞吸之力，那名幽魔帝满脸惊恐。只是他此刻肉身都已经崩溃，就连魔魂都遭受重创，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在那恐怖的吸力之下，他几乎是瞬间就被吞吸到了丹神鼎当中。而后一道神秘的阵法笼罩，他的魔魂便是被轻松的封印在了丹神鼎内部。给我吞，都给我吞了！萧炎咧嘴一笑，丹神鼎在爆炸余波的火焰海洋当中驰骋，没有任何一位幽魔帝能够逃过这一劫。那些弱小的幽魔帝刚想反抗，便是被其中爆射而出的光柱直接轰碎了肉身，连魔魂都是遭到重创。几名强大一些的幽魔帝想要硬抗，却是被一柄闪烁着水晶光芒的金色飞剑穿过，气息瞬间湮灭了大半。
而后被轻松的收割。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便是已经有着足足9位幽魔帝被镇压封印。此刻，那绚丽火焰的爆炸余波终于有了些许溃散。剩余魔帝看见这一幕，直接吓得肝胆欲裂，几乎是使出浑身解数的想要往四周逃散。想逃？萧炎微微一笑，太炎斩魔剑之上光明之力暴涨，瞬间化作一道水晶巨剑，朝着众多魔帝追杀而去。面对这些普通魔帝，他甚至无需催动大光明剑阵，仅仅将灵力转化为光明之力，便是可以对他们造成极为可怕的伤害。吃！水晶巨剑宛如割韭菜的镰刀一般，飞速掠过一位位魔帝的心脏，每一剑划过，都是另一尊幽魔帝肉身直接崩溃，连魔魂都是遭到重创。其魔魂刚刚从那可怕的威能下反应过来，一尊雕刻着古老花纹的神鼎便是已经浮现在了他们的眼前，将其直接吞入其中，而后牢牢的封印。短短1分钟的时间，18位幽魔帝便是被萧炎尽数斩杀，魔魂被丹神鼎直接吞吸封印。这一幕看得4位正在逃窜的玄魔帝直接魂飞魄散。短短1分钟，萧炎便是直接灭掉了那足18位幽魔帝强者，没有任何一位魔帝能够抗得过他一剑。这般可怕的杀伤力，实在是令人太过胆寒。就算是那些天魔帝，其手段怕是都没有这神秘黑衣青年强大吧。一想到这里，4大玄魔帝甚至直接催动了禁术，直接燃烧自己的魔帝本源，疯狂逃窜。他们甚至不用预感，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能知道，一旦被这可怕的黑衣青年抓到，下场必然是十死无生。该死，这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这么一个怪物？4人直接燃烧魔帝本源，朝着4个方向疯狂逃窜。在他们看来，即便是这位黑衣青年实力再如何的逆天，想来也不可能同时分身成4人。至于究竟是谁能够逃掉，那就看对方的运气了。然而，萧炎望着那4名疯狂逃窜的玄魔帝，却是忍不住咧嘴一笑。想逃？话音落下，丹神鼎便是被他直接丢出，其上瞬间燃烧起了绚丽的火焰，混沌熔炉加持其上，令其威能瞬间达到了仙品绝世圣物可以催发的极限。他的速度比4位魔帝更快，眨眼之间便是直接扣在了一尊玄魔帝的身上，令其无法逃脱。而另一边，太炎斩魔剑直接化作一道水晶巨剑，朝着另外一名玄魔帝疾驰而去。在那般可怕的速度之下，那名玄魔帝即便是使出浑身解数，也仅仅只是3息的时间就被追上了。金色剑身之上，水晶光芒暴涨，一剑之下，那玄魔帝便是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魔帝本源被直接冲散了大半。等他反应过来，水晶巨剑已经从他的头颅贯穿，直接搅碎了他的魔躯，重创了他的魔魂。萧炎的灵力分身则是化作一道绚丽的流光，朝着色皮魔帝的方向追杀而来。灵力分身化作火焰流光，速度比起丹神鼎丝毫不差，比起太炎斩魔剑也仅仅稍逊一筹。在这般速度之下，哪怕色皮魔帝算是这些玄魔帝当中实力最强的存在，也仅仅只是逃出万里，便是被萧炎直接追上。饶命！饶命啊！色皮魔帝发出绝望的求饶，萧炎却是神色冷漠，没有丝毫的废话。无数绚丽火焰凝聚成一尊直径万丈的火焰大手印，重重落下，任由色皮魔帝使出各种绝招，都是摧枯拉朽一般的冲破，最后重重的落在其肉身之上。轰！一掌之下，色皮魔帝没有任何反抗之力，肉身仿佛皮球一般直接炸开，魔魂都是差点被轰散。他刚刚反应过来，丝丝绚丽火焰已经化作了火焰牢笼，将其紧紧地包裹其中，任由其横冲直撞，都是无法冲破这道封印。虽然其修为与萧炎相仿，但在萧炎的面前，他却不是一招之敌。回来吧！萧炎手掌一挥，太炎斩魔剑之上的光明之力便是包裹着另外一名玄魔帝的魔魂飞回。丹神鼎虽然尚未灭掉其中的玄魔帝，可那玄魔帝也根本无法逃脱其束缚。仅仅片刻，随着丹神鼎的返回，萧炎混沌熔炉的威能一个催发，那玄魔帝便是被直接焚烧成了一团灰烬。又是1分钟的时间，3位玄魔帝尽数陨落，萧炎则是将这3尊玄魔帝的魔魂也尽数封印到了丹神鼎当中。至此，22位魔帝已经有21位被封印其中，只剩下最后一位玄魔帝在疯狂的逃窜。逃！一定要逃出去！这人类青年实在是太可怕了。那最后一位玄魔帝是色魔族唯一一位女性玄魔帝，也是其主要分支魅魔族的族长。这是一位极为妖异的绝世美人，只是其美丽的程度已经有些超过了生灵的范畴，反倒是看上去美丽的有些邪异。不过对于色魔族的这些家伙，萧炎却是没有半点兴趣。色魔族的生灵本身其实是没有性别的，也就是说，这魅魔族的族长只要愿意，便是可以瞬间化作美男的模样，甚至就算是雌雄同体，对他也不是什么难事。此刻，魅魔族族长内心正无比的庆幸，在他这般疯狂的逃窜之下，短短1分钟，他的距离已经与萧炎拉开了足足10万里。
10万里的遥远距离，就算这人类速度再快，也至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吧。希望战天魔帝赶紧赶到，这样我就有救了。魅魔族族长心中依旧担忧，萧炎那可怕的手段已经吓破了他的胆子，令他无比的恐惧。然而，他刚刚飞出10万里的遥远距离，面前的景色便是骤然一变。不知何时，直径万里之内都被一道道晶莹的光点所占据，放眼望去，宛如是一片浩瀚星空。然而，魅魔族族长的内心却是在此刻沉入谷底，因为那亿万点晶莹的光点放大看去，赫然便是一道道无比明亮的灵翼。这黑袍人类青年早在攻击之前就已经他逃离的线路上留下了这么一道灵阵。他之所以只是追杀其他3位玄魔帝，是因为笃定他会从这条路线逃跑，会落入到这道灵阵当中。给我滚开啊！亲眼见证了萧炎如同切瓜砍菜一般干掉其余21位魔帝，魅魔族族长早已经被吓破了胆子。萧炎带给他的恐惧已经令他彻底疯狂。面对这道灵阵，他直接燃烧魔帝本源疯狂的轰击，试图快速破开灵阵逃离。然而，他的攻击落在灵阵之上，却仅仅只是泛起了丝丝波澜，没有令大阵有着丝毫的裂痕。而后，无尽的黑色雷霆划破空间，所过之处仿佛可以轻易摧毁一块位面。虽然是一种夸张的感觉，却依旧证明了这无尽雷霆的可怕。虚空破灭大阵，魅魔族族长望着这一幕，脸上露出绝望。此阵乃是当年的破灭大帝所创，虽然比不上太眼天尊的独门绝技，却也终究是达到圣品层次的超级灵阵。哪怕萧炎只是临时施展的一道简化版本，也依旧不是一个玄魔帝后期能够阻挡的。此阵没有任何优点，唯一的优点就是毁灭能力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极致。大阵笼罩范围之内，尽数都是大破灭，破灭之后，除去虚空尚存，其余生灵物质尽数毁灭。这是一种将毁灭力量发挥到极致的灵阵，单论威能，可以说是同等级最强都不为过。人类，这个仇我圣族一定会报的，一定会！大阵当中，魅魔族族长发出凄厉的惨叫，10息之后，惨叫停止，又是10息之后，大阵自动溃散，其中的无尽雷霆也是尽数消散。此刻，那大阵笼罩的直径万里之内，已经化作了彻底的虚无。魅魔族族长，包括这其中的所有色魔族生灵，乃至所有无尽，尽数湮灭，只剩下那漆黑的虚空在缓缓蠕动，自动恢复着其中的空间。这位魅魔族族长下场最惨，肉身魔魂都是被那可怕的威能直接湮灭，没有丝毫的残存。当然，他或许也是最幸运的，不用像他的其他同伴一般留下来受苦受难。21尊魔帝的魔魂有这些资源，将先祖薰儿他们接到斗气大陆，也可以让他们直接成为终极诸魔师了。萧炎手掌一伸，丹神鼎便是迅速缩小，最后化作巴掌大小，落在他的掌心当中。21尊魔帝的魔魂也是赫然被封印在其中。对于萧炎而言，击杀3位天魔帝所得到的诸魔点，已经完全足够他兑换突破圣品所需要的资源。至于成为圣品之后，他已然可以无敌于世间。域外邪族唯一可以令他感到棘手的，便是他自己的魔帝分身。这21道魔魂已经够我斗气大陆今后成帝的强者们暂时得到足够的资源了。萧炎咧嘴一笑，1000诸魔点看似不多，其实已经可以在大千宫换取一笔颇为庞大的资源了，至少在修炼到天至尊之前都没有任何问题。杀到现在才用了1/3炷香的时间，这色魔族占据着如此庞大的疆域，族中数万年的积累必然无比的丰厚，我自然是可以再大肆搜刮一番。萧炎望着自己的脚下，在那可以轻易让幽魔帝重伤的爆炸当中，色魔殿的某个角落却是依旧完好无损地坐落在那里，那其中应当便是有着色魔族数万年积累的宝物。收！我收！萧炎身形迅速落下，太炎斩魔剑爆发出极致的力量，比击杀玄魔帝时的力量更加可怕了不知道多少，能够在灭世火莲的爆炸之下都没有多少损伤，足以看出这片殿的坚固是何等的可怕。作为色魔族珍藏族中宝物的地方，这处偏殿或许在天魔帝的攻击之下都能坚持几次，不过这处偏殿再如何的坚固，也终究只是一件死物罢了。一个死物再难攻破，能比击杀一位天魔帝困难吗？9剑之后，这座偏殿终究是被萧炎用太炎斩魔剑洞穿出了一个直径数十丈的巨大豁口。萧炎也是不再犹豫，径直化作一道流光进入其中。另一边，刚刚离开炎魔族不久，正朝着万魔殿方向回归的圣天魔帝骤然回头，一张慈悲与邪恶交织的脸庞之上再也没有了丝毫的平静，只剩下了无尽的杀意。混蛋！大千世界，你们是要与我域外邪族全面开战吗？圣天魔帝彻底疯狂。就在刚刚，他留在万魔殿当中的那尊能量分身突然发现，万魔殿当中的数十盏魔帝本命之火竟然在一瞬间开始齐齐衰落了下去，而这数十盏本命魔灯的归属者则是完全属于色魔族和灵魔族这两个大族。
而与此同时，色魔族和灵魔族几名玄魔帝求救的声音也已经通过万魔令传到了他和战天魔帝那里。圣天魔帝救命！大千世界有人来突袭我族！圣天魔帝大人，我们被突袭了！是青山剑圣，是青山剑圣！数道仓促恐惧的声音传来，而后圣天魔帝便是看到这两族诸多魔帝的本命之火正在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熄灭。望着这一幕，死了2位天魔帝都从未如此暴怒过的圣天魔帝终于是彻底疯狂了。战天魔帝、雷天魔帝、黑狮天魔帝、修罗天魔帝，都给我上！给我杀！给我杀了他们！圣天魔帝双眼赤红，身形都是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色魔族的方向疾驰而去。只可惜他的速度虽然快得可怕，可距离此地的距离终究是太过遥远，想要到达此地至少需要1个时辰的时间。拦住他们！我要他们死！圣天魔帝发出一声怒吼，这一刻他几乎调动了整个域外邪族所有可以近距离调动的天魔帝们，朝着大千世界的2位绝世强者围攻而来。不过即便是距离最近的战天魔帝和雷天魔帝，也依旧需要1炷香的时间赶到。而仅仅不到半炷香的时间过去，圣天魔帝的能量分身便是双目血红的看着那数十位魔帝的生命之火正在以一个极为可怕的速度迅速熄灭。噗噗噗噗噗！尤其是灵魔族，每过去几息的时间，便是会有着一道魔帝的本命之火直接熄灭。而在色魔族，那些魔帝的本命之火虽然并未彻底熄灭，却也都是陷入到了一种极为虚弱的状态，暗淡无光。短短不到半炷香的时间，色魔族和灵魔族所有的魔帝强者几乎尽数陨落。那些侥幸没有陨落的几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实力足够强横能够逃跑的了，而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留在族中。40多位魔帝强者啊！圣天魔帝的能量化身站在大殿当中，隐隐有着崩溃的趋势。整整40多位魔帝级别的强者，此刻的本命魔灯都是尽数熄灭，或者是萎靡到了极点。这也就意味着，这40多人已经尽数陨落，或者是被封印。加上已经有着2位天魔帝陨落，这般可怕的力量，对于域外邪族这般庞大的群体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若是放在大千世界，便是相当中摩诃古族或者是黑天泰灵等某个古族直接覆灭，从此直接除名，相当于直接湮灭了一个强大的顶尖势力。自从远古大战之后，域外邪族还是第一次陨落如此数量的强者。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啊啊啊！圣天魔帝发出一声怒吼：“我本不想与你们开战的，这是你们自己找的！杀！给我杀了他们！”其余天魔帝听令，调动一切力量进攻大千世界，务必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圣天魔帝下达了一个疯狂的命令，令那镇守在双方疆域边界的10几个顶尖大族和众多小族内心都是微微发颤。不过圣天魔帝既然已经下令，他们自然是要遵循。很快，这些年一直平静了许多的2界边境迅速有着风起云涌，足足近10位天魔帝携带着无穷无尽的域外邪族大军，朝着大千世界的边境发起了可怕的进攻。大战一触即发，然后当这些域外邪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到之时，才发现大千世界一方竟然早已做好了防御的准备。不错不错，不愧是域外邪族的顶尖大族，其中的宝物倒是真不少。色魔大陆中央，萧炎的身影从那片殿当中飞出，嘴角已经是带着颇为满意的笑容。虽说域外邪族的很多资源都是带有魔性，对于大千世界的其他强者而言并没有多少价值，但对于萧炎而言，却都是可以通过混沌熔炉一股脑的炼化。除了那些可以提升实力的资源之外，其中更是有着海量的珍贵材料。这些材料除了一小部分诞生在色魔族的环境当中天生带有魔气之外，大部分都是与大千世界的材料质量相差不大。有了这般海量的材料，对于萧炎这个炼器大宗师而言，不知道能够炼制多少珍贵的宝物。这些还仅仅只是色魔族族中的库存而已。除了这些，色魔族最顶尖的宝物材料则是都在众多魔帝的手中，而这些家伙也是已经被我尽数俘获。想到这里，萧炎也是忍不住咧嘴一笑。此番一战，整个色魔族的强者几乎被他杀戮封印一空，整个色魔族最顶尖的资源同样是被他掠夺一空。可以说，此刻的色魔族除了其疆域相对够大，族人的数量相对更多之外，已经再也没有了一个顶尖大族的风范。相反，此族现在的实力已经极为的虚弱，或许用不了多久，这色魔族便是会被其他如炎魔族一般的准顶尖大族给盯上。既然如此，那我就再帮你们一把吧。萧炎咧嘴一笑，下一刻，诛魔令和太炎斩魔剑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小千剑阵，萧炎心念一动，太炎斩魔剑瞬间化作上千道金色小剑，在其周身100万里的直径当中游荡。而后，金色小剑所过之处，一旦发现地至尊级别的域外邪族，便是会直接爆射而去。在那可怕的威能和光明之力的辅助之下，
一群地至尊级别的域外邪族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仅仅一剑便是被直接击杀。而后，金色小剑携带着最后一缕魔魂回到萧炎手中，萧炎再催动诛魔令，将那一缕魔魂给吸入其中。屠戮，这是一场可怕的屠戮。当萧炎从色魔大陆的中央杀到其中一座大型位面当中的时候，他的小千剑阵已经带走了数百道地至尊级别魔王的生命。而在大千世界当中，所有拥有诛魔碑的城市当中，无数诛魔师都是在目瞪口呆地盯着那诛魔碑最上方的2个名字：诛魔王萧炎，诛魔点12650，诛魔王刘峰，诛魔点23800。呼呼呼，2位诛魔王的名字此刻正如同坐火箭一般疯狂的飙升，直到达到5万之后，2人的诛魔点增长速度才缓缓地变慢了下来。即便是如此，2人依旧是你追我赶，50点100点的增加着。这一刻，整个大千世界的顶尖强者们都疯狂了。萧炎和青山剑圣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是杀到域外邪族老巢了吗？那些域外邪族的强者是成了西瓜不成？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在那诛魔碑的最上方，2人名下的诛魔点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位诛魔师，即便是那些高阶诛魔师都是被他们拉开了10倍不止。每增加50个诛魔点，便是意味着有着一位堪比下位的至尊的魔王陨落在了他们的手中。每增加100点、1000点、3000点，众人这一刻都是忍不住屏息。按照他们对于诛魔点的估算，这短短半炷香的时间里，青山剑圣手里已经陨落了3位玄魔帝和10几位幽魔帝，以及上百名魔王。而半炷香之后，每一息都有着数位魔王陨落在了萧炎手里。截止到目前为止，域外邪族那边似乎已经有着20多位魔帝和上千位魔王陨落。这种情况若是放在大千世界，几乎等同于有着一个5大古族那等级别的势力在半炷香的时间里直接覆灭了。这一刻，所有人都只感觉这世界是如此的疯狂。另一边，萧炎在屠戮了足足近1000名魔王之后，也终于是停止了手中的屠戮。他望着脚下的一处高等大陆，手掌缓缓地伸了出来。下一刻，无尽的火焰便是化作了一只无边无尽的巨大手掌，足足覆盖了小半个大陆的面积。而后，这只巨大手掌缓缓落下，令着大陆之上的无数色魔族强者肝胆碎裂。而在这手掌入侵其中的瞬间，这座大陆之上终于有着一股模糊的力量，携带着无比可怕的威力，抵抗住了萧炎的火焰手掌。面对这种阻挡，萧炎没有丝毫的诧异，相反，他的脸上反而露出了一抹笑容。抓到你了！话音落下，巨大的火焰手掌仿佛抓住了什么东西一般，开始迅速收缩。而那大陆也仿佛有着什么东西即将失去一般，开始疯狂的挣扎，令其上方开始地动山摇。一时之间，萧炎仿佛在操纵着这巨大的手掌与什么神秘的东西决力一般。那可怕的威力爆发，令这大陆之上的无数色魔族生灵无比的恐惧。不过，角逐片刻之后，萧炎显然是依旧占据了上风。只见他手掌越发的卧龙，那其中抓住的神秘东西的模样也是越发的明显。若是仔细望去，那赫然便是这座大陆的位面之胎。此刻，这道位面之胎正在竭力的抵抗挣扎，与萧炎发出拼命的决力。一道完整的位面之胎，其中蕴含了整个高等位面的本源力量，力量要比寻常的玄魔帝巅峰和仙品天至尊巅峰都要强大了许多。所以，任何一位位面之主，只要坐镇在自己所在的位面当中，都是可以抵挡天魔帝之下的所有攻击。然而，萧炎如今连天魔帝都可以压制，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位面之胎。若是色魔大陆这等超级大陆的位面之胎还好说，但眼前的这个普通的高等位面，对他而言却是没有任何的威胁可言。火之大道威能增幅之下，那巨大手掌的力量远超位面之胎的力量，任由对方如何的反抗挣扎，都是被一步一步的抽离出了这座高等位面。而随着这道位面之胎被不断的抽离，这座高等位面的生气也是在以一个可怕的速度急剧下降。大地深处，本源能量急速消失，伴随着的是整片位面的能量都开始变得稀薄起来，连温度都在急剧下降。很多色魔族的生灵虽然没有直接死去，却明显感到身边似乎是丢失了什么东西，令他们内心升起了强烈的惶恐和不安。轰隆！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巍峨100万丈的身影瞬间轰碎了远处的空间，以一个无比可怕的速度瞬间降临。他那高达100万丈的巨大魔像，浑身肌肉线条紧致，宛如一个完美的战士。战天魔帝降临了。当他降临此地的一瞬间，浩荡的魔念便是瞬间扫过整个色魔族的疆域，发现了这其中的满目疮痍。而后，他那双眼睛便是已经死死地盯住了远处操纵着火焰大手的黑衣身影。人类萧炎！战天魔帝发出愤怒的嘶吼，100万丈的巨大身躯瞬间化作一道残影，朝着萧炎杀了过来。经过族中的信息传递，他们已经确定这人类就是萧炎。
他的实力就宛如炼天魔帝那般，仅仅仙品巅峰就可以发挥出堪比圣品中期乃至后期的实力。短短1炷香的时间里，他已经将色魔族的顶尖力量近乎屠戮一空。这对于域外邪族而言是一个极为巨大的损失，令很少关心其他族群的战天魔帝都感到愤怒。杀！战天魔帝手中骤然出现一根青铜长棍，二话不说便是朝着萧炎狠狠地砸了过去。而此刻，萧炎也终于是将那位面之胎从那处高等位面当中强行抽出，一回手，一柄金色长剑也是横空出世，与青铜长棍重重地碰撞在了一起。当！两件顶尖兵器碰撞，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之声，而后一道巨大的涟漪浮现，所过之处，空间径直分为了两半。所过之处，所有物质都被这可怕的能量涟漪击碎成了烟粉。青铜长棍微微回弹，而太炎斩魔剑则是直接倒飞出去。第一次碰撞，萧炎的确是落入到了下风。一来，他的基础力量的确是比战天魔帝弱了一些，灵力分身炼化的各种火焰甚至没有魔帝分身强大。二来便是太炎斩魔剑的终究是刚刚步入圣品的绝世圣物，属于是萧炎用炼气术强行提上去的，论起材质基础，确实比战天魔帝手中的青铜长棍要差上许多。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萧炎的目的本就不是跟战天魔帝再大战一场，他的目的已经达成，留在此地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战天魔帝降临的那一刻，便是他准备逃跑的下一刻。战天魔帝，萧炎手掌收回，一道闪烁着混沌灵光的光团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团光芒看似微小，可是其重量却是堪比一座小型位面，这便是位面之胎。该干的事我都干完了，我就不陪你玩了。萧炎大笑一声，手掌一拍，便是将这道位面之胎都丢进了丹神鼎当中，一口气装下了足21位魔帝的魔魂，加上一道位面之胎的力量，此刻饶是以丹神鼎都是感到有些饱和了起来，行动之间似乎都是有些迟钝。不过萧炎只是伸手一抓，便是将其放入到了自己的体内，大功告成，此地不宜久留。萧炎咧嘴一笑，不顾战天魔帝那愤怒的脸庞，身形骤然朝着前方逃窜。他的灵力分身虽然仅仅只是仙品圆满的修为，但只要不遇到圣天魔帝或者是暗天魔帝，想要逃走根本没有丝毫的压力。不过若是在此地恋战，被众多天魔帝围攻，那也难免会有陨落的危险。毕竟这灵力分身现在仅仅只是仙品，还没到圣品。虽然灵力分身陨落对现在的萧炎而言也不过只是需要多耗费许多能量罢了，但现在灵力分身之上的宝物实在太多，若是丢了，对萧炎而言可就亏待了。想逃！战天魔帝发出一声怒吼，身形直接崩碎空间，朝着萧炎疯狂地追杀过去。仅仅1炷香的时间，便是令整个色魔族近乎灭族，哪怕以战天魔帝那冷漠的心性，此刻都是无比的愤怒。萧炎，别想跑！战天魔帝疯狂追杀，青铜长棍瞬间化作数百万丈之长，恨不得立刻砸死萧炎。然而他疯狂追杀，却发现萧炎的速度竟然丝毫不比自己要慢。两人一路厮杀，青铜长棍和太炎斩魔剑疯狂的碰撞，每一次都是萧炎落入下风，但每一次战天魔帝都是未曾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反倒是这一路之上的疯狂战斗，那可怕的战斗余波在令下方许多域外邪族的小族遭到了灭顶之灾。两尊天魔帝层次的强者交手，仅仅只是战斗余波，都是足以灭杀魔帝之下的任何生命了。甚至于一路厮杀而来，萧炎还顺手又宰了一个路过的魔帝。那名魔帝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因为好奇而前来观看两位顶尖强者的交战。从被萧炎发现到被萧炎击杀，仅仅电光火石之间，太炎斩魔剑便是穿透了他的身体，光明之力爆发，令对方瞬间神魂俱灭。而这一幕则是令战天魔帝更加的疯狂，一路追杀之下，对方不但没有受伤，反倒是顺路又杀了一位魔帝，这令他瞬间感到颜面大失。这一刻，战天魔帝甚至燃烧了些许的魔帝本源来增加速度，以求迅速追上萧炎击杀对方。然而他一燃烧魔帝本源，萧炎却也同样燃烧灵力，速度再度暴增，令他依旧追赶不上。就这般追杀了足足1个时辰的时间，直到萧炎逃回大千世界的阵营，战天魔帝都是始终未曾得手。混蛋，我要宰了你！战天魔帝发出愤怒的嘶吼，为了击杀萧炎，他甚至有种深入大千世界也要将他干掉的冲动。不过他仅仅深入其中不到100万里，便是被一抹凌厉的雪白剑光给拦了下来。战天，你若是再深入我大千世界，那色孽天魔帝的下场便是你的下场了。淡淡的笑声传来，一袭青衫出现，却是令战天魔帝终于恢复了理智。如此可怕的剑意，除了青山剑圣，还能有何人？在青山剑圣身后的不远处，还有一尊巍峨的魔影降临，其浑身上下释放着可怕的雷霆气息，仿佛每一道雷霆都可以毁灭一方空间。此人赫然便是雷天魔帝。
不过，比起一脸疯狂的战天魔帝，雷天魔帝可就冷静了太多。不仅如此，他看向青山剑圣的目光还满是谨慎和后怕。在圣天魔帝的命令之下，他与战天魔帝分贝负责追杀阻拦萧炎和青山剑圣，但战天魔帝是真的全力追杀，而雷天魔帝这一路上却仅仅只是纠缠，不敢与对方真正的厮杀。青山剑圣作为大千世界的排名足以前5甚至前3的顶尖战力，怕是足以堪比域外邪族的暗天魔帝，而他却仅仅只是个天魔帝中期，距离天魔帝后期都有着1线之遥。两人若是全力厮杀1个时辰，那他即便是没有陨落，怕是也要重伤了。因此，雷天魔帝虽然对于灵魔族颇为的惋惜，但也仅仅只是惋惜而已。他可没有勇气替灵魔族复仇。像青山剑圣这种级别的强者，没有3位顶尖天魔帝的围攻，根本不可能将其杀死。青山剑圣，你要拦我！战天魔帝手持青铜长棍，死死地盯着青山剑圣和萧炎。他的实力要比雷天魔帝强上不少，面对青山剑圣虽然不敌，但也有保命的把握。不过，愤怒让他隐约想要疯狂。要知道，这2个家伙的偷袭，可是足足令域外邪族几乎2个大族完全覆灭，这是何等可怕的损失！废话，若不是为了拦住你，我何必在此故作停留？对于战天魔帝，青山剑圣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对他而言，就算是战天魔帝和雷天魔帝联手，他都是丝毫不惧，甚至有信心压制2人。你，战天魔帝骤然瞪大了双眼，眼中的怒火再也无法掩饰。这青山剑圣实在是欺人太甚。就在2人越发愤怒之际，雷天魔帝却是脸色微变，手中迅速地掏出了一枚魔气荡漾的令牌，正是万魔殿的万魔令。万魔令刚刚出现，其上便是有着浓郁魔气缭绕，而后一道虚影也是缓缓从这魔气当中释放了出来。这道虚影一袭黑袍，俊美的脸庞悲喜交加，除了圣天魔帝还能有何人？青山！圣天魔帝的头影浮现，眼中同样带着无比的愤怒。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杀入我族腹地，杀了我这么多的族人，看来你们是又想开战了。圣天魔帝死死地盯着青山剑圣和萧炎，因为这2个家伙，域外邪族陨落了超过40位魔帝，以及上千位魔王、帝至尊，这是何等可怕的损失！加上已经有了2位天魔帝陨落，域外邪族这次是真的损失惨重。开战！青山剑圣咧嘴一笑，如果不是你们主动派遣色孽天魔帝和星天魔帝来暗杀萧炎，我们又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哈，圣天魔帝，你若是想要大战，那便战吧。没有了天邪神，我大千世界可并不怕你们。他的声音当中带着无比的自信。如今的大千世界算是远古大战之后最为巅峰的时期，有着无数强者诞生，忽略天邪神的存在，比起域外邪族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而这声音却是令圣天魔帝3人沉默。的确，没了天邪神，域外邪族面对大千世界其实没有任何压倒性的优势，相反，因为受到世界排斥的原因，他们其实反而会有着些许的劣势。但是这仇是不可能不报的，几乎2个顶尖大族的全军覆没，这是何等的损失，又是何等的耻辱！既然如此，那便战吧，再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圣天魔帝目光死死地盯着2人，半晌之后才微微点了点头。好，很好，既然如此，那就开战。话音落下，他的头影便是骤然消失，再度化作黑雾，返回到了万魔令当中。而战天魔帝和雷天魔帝相互对视一眼，也是直接化作2道流光，朝着域外邪族的方向飞去。他们都是明白，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死了这么多魔帝，域外邪族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双方已经平静了数千年的时间，这一次终于有一场大战要真正的开始了。不过大战之前确实值得好好的庆祝一番。想到这里，萧炎与青山剑圣相互对视一眼，而后便是放声大笑起来。这一战，域外邪族损失实在是太过惨重，与之相比，大千世界一方算是赢妈了。自从远古大战之后，大千世界一方还从来未曾取得过如此巨大的优势。故而，随着2人返回大千宫，一场隆重的宴席都是直接召开。这一次，许多天至尊们虽然未曾直接降临，却也纷纷用大千令对萧炎和青山剑圣发来贺喜之词，彼此的声音当中都是带着惊喜和称赞。至于大战的事情，早在2人突袭域外邪族之前，青山剑圣便是已经做好了准备。因此，宴席结束之后，他便是前往大千宫，召集众多强者商议接下来的大战。对此，众人的最终决议是：此战只需坚守，无需反击。毕竟他们已经赚得够多了，没必要再去冒险，只需坐镇好各自的阵地，借助大阵防御，便是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伤亡。反之，域外邪族一方因为损失巨大，反而容易怒火攻心，疯狂之下或许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对此，
萧炎都已经不再关心，他对于大千世界阵营的实力实在是太过了解，知晓自己一方只要不冒进，绝对不会出现很大的损失。他已经与青山剑圣暂时告别，来到了属于自己的偏殿当中。如今万事俱备，他距离突破圣品也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不过，在突破圣品之前，他还要给域外邪族最后一个惊喜。3天后，萧炎的灵力分身也回归到了斗气大陆，他的目光看向远处的星空，只见9轮巨大的太阳正在以一个缓慢而平稳的速度朝着斗气大陆飞来。说是飞行缓慢，那也是相对于圣品天至尊的速度而言的。实际上，在大战的协助之下，9轮太阳的速度也依旧堪比寻常魔帝。此刻，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的战争已经初步爆发，但萧炎却是暂时顾不上这些了。在突破圣品之前，他还要给域外邪族最后一个惊喜。轰隆隆，9轮太阳在萧炎的运转之下，以一个可怕的速度朝着斗气大陆疾驰而来，最后缓缓地落在了斗气大陆的星空之外。这一刻，原本就颇为炽热的斗气大陆温度瞬间提高了10倍不止。10日连空，可怕的高温已经令草木迅速有了枯黄的迹象，就连一些修为较低的火属性斗气修炼者都感到了压力，更别说是其他普通生灵了。不过，混沌熔炉旋转之间，那多余的火属性便是被一种奇异的方式给吞吸了进去。而后，萧炎的灵力分身微微一笑，便是直接与混沌熔炉融为了一体。与此同时，萧炎本尊则是站在9轮大日的中央，手中印结调动之间，9轮大日开始再度齐齐爆发出一道道巨大的炽热光柱，朝着下方的混沌熔炉爆射而去。混沌熔炉内部，凌天魔帝正在疯狂的挣扎，他已经被这可怕的火焰熔炉困住了许多时日，却根本找不到任何破解的方法，反而是他每一次反抗都会流失些许的魔帝本源。以他天魔帝的修为，丝丝魔帝本源他根本不会在意，可是身处这火焰熔炉当中，他却是没有任何汲取新生能量的机会。在这般的环境当中，他与被封印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就在这时，9轮大日爆发的光柱已经凝聚在了一起，然后以一个可怕的速度瞬间降临到了混沌熔炉的内部。顷刻间，可怕的火焰光柱开始令凌天魔帝的魔气迅速蒸发了起来。不好，这是……凌天魔帝脸色大变，在那可怕的光柱面前，他感受到了一种死亡的威胁。而另一边，已经初步调动大军进攻大千世界的圣天魔帝能量分身站在万魔殿当中，原本平静下来的心神再度变得暴怒起来，因为他看到那属于凌天魔帝的生命之火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衰败了下来。混蛋！圣天魔帝彻底坐不住了，一双眼睛都隐隐有些泛红。尽管早已知晓凌天魔帝怕是已经身陷险境，但是当他看到凌天魔帝的气息开始急速衰落的时候，他还是有些绷不住了。算上凌天魔帝，域外邪族这次可是真真正正的陨落了整整3位天魔帝，这是何等可怕的损失！杀！给我杀！圣天魔帝的本尊已经降临到了大千战线，他正手持神杖与青山剑圣和不死之主大战，而他的本人更是下令要全力进攻大千世界。这一刻，足足20多位天魔帝和圣品天至尊在大千世界北部的边境战线上厮杀，至于其余参战的天至尊、地至尊更是无数。这是域外邪族的报复。斗气大陆的虚空之上，9轮太阳同时爆发出炽热的火焰光柱汇聚在一起，而后火焰光柱又携带着无比可怕的威能落入到了混沌熔炉当中。混沌熔炉的中央，凌天魔帝正死死地支撑着，但眼中的绝望已经是越来越浓。在那可怕的高温之下，他的力量正在疯狂地流逝，被焚烧成一丝丝最为基础的能量粒子。仅仅1天的时间，他的魔力本源已经损失超过了10%，甚至更多。而后混沌熔炉旋转转化，将那魔帝本源所分解为的能量粒子，包括9颗太阳释放的可怕能量尽数转化。这些能量被他快速的转化，最后化为一缕缕天地本源，融入到了斗气大陆当中。与此同时，萧炎的灵力分身也将那一道位面之胎的力量释放出来，同时丢入到了混沌熔炉当中，转化为新的大陆本源。凌天魔帝的所有魔帝本源，加上圣同天魔帝近半的魔帝本源，以及一道位面之胎的力量，除此之外还有诸多魔帝的部分本源。在这般浩瀚的本源力量加持下，本就已经进化到接近高等位面极致的斗气大陆开始再度疯狂地进化起来。它的面积开始越来越大，天地能量也开始变得更加浓郁。在那无数本源能量的滋养之下，位面之胎的力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就连菩提神树的力量也是在跟着进化。除了这些浩瀚的能量之外，那9轮太阳的所有火属性能量也是开始被混沌熔炉快速转化，融入到了天地当中。不，我不想死！又是过去了几天的时间，凌天魔帝再也支撑不住，他的魔帝本源已经剩下了最后不到1层。在那越发可怕的高温之下，
他那越发稀薄的魔力本源能支撑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求生的欲望让他死死挣扎，可那磅礴的力量却让他更加绝望。终于坚持了最后2炷香的时间之后，凌天魔帝再也坚持不住，彻底溃散。他的魔力本源直接溃散，只剩最后一缕残魂被混沌熔炉吸入其中。混沌熔炉当中，萧炎的灵力分身立刻分化出一道投影，那投影手中持着诛魔令，心念一动，凌天魔帝的最后一缕残魂便是被诛魔令吸纳其中。与此同时，萧炎本尊也将圣同天魔帝的最后一缕残魂丢入到了诛魔令当中。伴随着2名天魔帝的彻底陨落，整个大气斗陆忽然一颤，天地之间仿佛都陷入到了永恒的寂静当中，而后便是天翻地覆。轰隆隆，斗气大陆的地底深处仿佛发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位面之胎都在疯狂的蠕动，大地在震颤，天空在荡漾，无数能量汇聚成一道道可怕的能量风暴，在整个大陆当中肆虐。世界魔壁陡然一颤，而后迅速扩散，斗气大陆正在朝着超级位面的方向开始转变。这一刻，位面魔壁对于外界宇宙能量的吸收效率提高了10倍不止，已经成为位面之灵的菩提神树也开始微微颤动，枝叶开始再度茂盛生长，大地疯狂震动，山川河流都在不停的变化，斗气大陆的面积在不停的增加。许多凡俗的生灵望着这一幕，脸上都是露出了惊骇的神色，就算是一些强如斗尊斗圣，在这般可怕的变化面前都难免露出震惊之色。这般可怕的震动对于普通生命而言无异于等于地震天灾，这些山川河流的丝丝变化都足以令普通生灵覆灭。不过好在萧炎早有准备，菩提神树再度释放出亿万碧绿璀璨的光芒，令斗气大陆那些原有的面积便是开始缓缓地恢复平静。有着菩提神树的镇压，这些原本拥有生灵的地方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不过在其地底深处却是有了另一种不同的变化。吸收了如此多的天地本源之力，斗气大陆正在缓缓地演变为超级大陆。而萧炎的本尊也是不再停留，留下一道能量分身之后，便是回到了斗气大陆。当他本尊回归斗气大陆的那一瞬间，便是再度消散，融入天地当中。他的本尊神魂开始调动整个斗气大陆，朝着超级位面的方向不停地进化。对于寻常的位面来说，从高级位面跨越到超级位面是一个巨大的跃迁，不过自然现象下，这种跃迁也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这样自然生成的超级大陆固然有着诸多神奇的宝地，但终究不如人为塑造的对于一方势力更有好处。萧炎的目标可不是把斗气大陆仅仅提升为一个超级大陆，他的目标是要将斗气大陆演变为如同大千世界那样真正的大世界。他的本尊便是融合在了斗气大陆当中，用自己的身份操纵着天地缓缓的演变。那些新生的广阔疆域当中，一处处神奇的天地秘境缓缓浮现，一道道神奇的异火或是其他各种天地奇物，在这种神奇的演变下也一一出现。这些神奇的宝地在经过岁月的演变之后，会诞生一种种新的天才地宝。这些福地能量充沛，别有洞天，其中蕴含的机缘或许便是某个强者崛起的契机。世界之外，9轮大日缓缓旋转，9轮太阳的所有能量汇聚在一起，朝着混沌熔炉疯狂灌注。而后经过混沌熔炉的转换，又源源不断地化作斗气大陆的天地能量。斗气大陆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进化着，它每时每刻吞吸的恒星能量和宇宙能量都足以瞬间撑爆一名斗圣强者。然而这般可怕的无穷的能量灌输却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可以孕育出圣品天至尊的超级位面，其进化所需要的能量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量。当然一旦进化成功，它的强悍也是无可置疑的。寻常圣品天至尊根本无法破坏一座超级位面，超级位面的位面之胎力量之雄厚，要远远超过一位圣品天至尊。其中可以诞生的宝物之多，能量之广，也是普通位面无法匹敌。曾经困扰着无数9星斗圣的天地元气，令高等位面都无法主动诞生的天地本源，在超级位面面前确实可以源源不断的产出。当然这种产出速度还是有限的，并不能像大千世界这样近乎无穷无尽。但即便如此，也意味着斗气大陆今后便是可以源源不断的诞生斗帝强者，甚至是天至尊、圣品天至尊。从凌天魔帝陨落的那一天开始，斗气大陆便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的变化着。这种变化除了斗气大陆的环境有所改变，对于斗气大陆的每个生灵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天地能量都在疯狂的增加，无数魔帝的魔帝本源加上9颗太阳的无尽能量，令斗气大陆在这短短半年的时间当中，能量浓郁的近乎10倍。位面之胎的进化，令身为位面之灵的菩提神树也再度进化，
缓缓朝着圣品混沌灵根的方向发展。他疯狂地释放着属于自己的菩提神光，洗刷着斗气大陆亿万生灵的身躯。在这等浓郁能量和菩提神光的双重洗礼之下，斗气大陆所有生灵的资质都在发生着缓慢的蜕变。短短半年的时间，许多连修行资质都没有的普通生灵也缓缓拥有了些许的修行资质，他们也拥有了修炼斗之气，成为斗者乃至更强者的资本。天才变得更加天才，妖孽变得更加妖孽，浓郁了10倍的浩瀚能量，令他们的修行速度也是再度暴涨。这些还只是对于底层生灵的一些变化，像远古八族、丹塔等超级势力，在这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更是实力大涨，许多半圣都是直接突破成为了斗圣，斗圣则是精益求精，许多人都是在半年的时间里便是凭空增加了自足一星的修为。雷族族长雷莹、炎族族长炎镜两人都已经开始尝试冲击斗帝境界。如今斗气大陆的天地元气，别说是2个斗帝，就算是10个斗帝都是足以供养得出来。就连彩铃、薛儿、小医仙3人以及耀老等强者也是开始缓缓触摸到了斗帝的瓶颈。他们资质本就不凡，这些年来在萧炎的帮助下早已修炼到了9星斗圣。经过这半年的提升和修炼，他们也隐隐触摸到了那一层若有若无的瓶颈。萧玄、古元等人此刻更是心神激动。斗帝强者作为炼化了部分天地本源的存在，与斗气大陆的力量同样是融为一体的。当斗气大陆蜕变的那一刻，他们从灵魂当中便是隐隐感知到了一种比斗帝境界更加可怕的高深境界。这种境界他们并不陌生，那就是萧炎现在所拥有的境界。当然，萧炎在这个境界当中已经走得很远，而他们只是刚刚模糊地感知到这一境界而已。这些还仅仅只是对于普通生灵和斗气大陆的众多强者的变化，而若是论起最变化最大的，还要数已经与斗气大陆彻底融为一体的萧炎本尊。半年的时间，斗气大陆的直径都扩张了足足数倍，面积更是扩张了近10倍。天空之上，9轮大日都已经变得越发的暗淡，仿佛要被吸干了一般。无数魔帝的本源和整整9颗太阳的所有能量将会造就怎样的存在？斗气大陆一旦进化为了超级大陆，那与它融为一体的萧炎本尊和菩提神树自然而然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当斗气大陆彻底演变为超级大陆的那一刻，便是萧炎和菩提神树同时跨入圣品的那一刻。本尊与菩提神树协力帮助斗气大陆疯狂的进化，萧炎的灵力分身也没有闲着。他进入大千世界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收获确实一点也不小。太眼天尊那里得到的传承当中，便是有着无数的宝物，价值上千亿的至尊灵液。这些宝物当中，几道绝世圣物他都有用，连那些珍贵材料也被他用来打造升级了太眼斩魔剑。至于其他的兵器宝物，对于寻常斗圣帝至尊而言虽然珍贵，但对于斗帝天至尊却是不值一提。除了少数几件上品圣物之外，并没有萧炎想要的东西。他要再打造一些绝世圣物，留在将来众人进入大千世界之时使用。好在击杀了色孽天魔帝和色魔族的众多天魔帝之后，萧炎的收获也是无数。单单22位魔帝死后留下的众多魔帝神兵和珍贵材料都是极多。毕竟一位魔帝强者所使用的兵器，即便是再差，也是相当于大千世界的准绝世生物。4大玄魔帝，其手中个个都是有着堪比绝世圣物的兵器。色孽天魔帝，包括色魔族的藏宝殿当中的各种材料，更是有着无数。萧炎甚至不需要凭空打造，仅仅只是将这些兵器当中的魔气驱除，然后用材料重新炼制一番，便是从魔帝神兵转化为了绝世圣物。经过他的不断改造，短短半年的时间当中，便是重新获得了足足12件灵品绝世圣物和2件仙品绝世圣物。这若是传到了斗气大千世界当中，怕是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毕竟如此众多的绝世圣物，已经堪比一个古老顶尖势力的所有绝世圣物收藏。如那摩诃古族，其中的所有绝世生物加起来，估计也就这些。而摩诃古族虽然有着圣品绝世圣物摩诃无量瓶，但萧炎手中亦有着太眼阵盘和太眼斩魔剑。论起这一方面的底蕴，斗气大陆已经不输于一方顶尖势力。唯一让萧炎有些可惜的是，色魔族当中的大部分天才地宝并不适合斗气大陆和大千世界的人使用，否则以他那独步寰宇的炼丹术炼制出的绝世神丹，同样可以达到一个极为可怕的数量。半年的时间，斗气大陆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在大千世界，这半年的时间也同样不怎么太平。炎魔族的疆域深处，圣天魔帝的一道能量分身正死死地盯着那盘膝而坐的身影。炼天魔帝已经过去1年多的时间了，你也该突破了。圣天魔帝望着那道身影，喃喃自语道。这半年的时间当中，2大阵营进入到了一个极为疯狂的厮杀当中。即便是双方做好各种准备，
这半年的时间当中，依旧有着无数的强者陨落。大千世界一方陨落了5位灵品天至尊，以及1位仙品天至尊，数位圣品天至尊负伤。青山剑圣与不死之主联手，与圣天魔帝打得天崩地裂，打得数座大陆都直接沉没。不过，域外邪族一方的损失则是更加惨重。此番没有了星天魔帝与色孽天魔帝的参战，诸多天至尊都是少了一个巨大的干扰，令大千世界一方的实力可以更好的发挥。加上大千世界阵营属于是防御性的作战，所以占据着本土优势，很少会有巨大的损失。因此，域外邪族这半年的时间当中，陨落的幽魔帝数量已经超过了10位，甚至就连玄魔帝都再度陨落了2位。不过，这等数量看似庞大，但以域外邪族全族的布局来看，倒也算不上什么大的损失。到了天至尊、魔帝这种级别，除非是被埋伏设计，否则即便是在这种大战当中，都是很难陨落。此番战争死伤最多的其实是至尊和地至尊的战场。在这种涉及到双方2大阵营的火拼当中，过去能够让无数凡俗膜拜的至尊和地至尊，也不过只是大一些的炮灰罢了。在这双方战场之上，每天都会有着数位的至尊，甚至更多的地至尊陨落。域外邪族的魔王也是不要钱一般的投入到这可怕的战场当中。至于更低一级的至尊境界，每天则是数以千计的陨落。不过，在这血与火的厮杀当中，虽然有着大批的强者陨落，但也同样有着一位位强者崛起。生死搏杀最能助人突破，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那陨落的众多地至尊当中，便是诞生出了一位位新的天至尊，一位位新的魔帝。而一些灵品天至尊也是在此战当中顺利突破，达到了仙品层次。而在这一场大战当中，最为出名的便是3位新晋的高阶诸魔师。想要成为高阶诸魔师，便是需要至少3000的诸魔点。3000诸魔点，除非是击杀了大量的魔王，否则便是只有一种可能才能做到，那便是斩杀一位幽魔帝。而很显然，这3位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年轻天至尊，都是在双方战场当中击杀过幽魔帝的狠人。这3位的名字，除了早已在大千世界诸多顶尖势力当中被人有所耳闻的摩诃天之外，另外2名分别是2个崭新的名字：灵动、擎天。这2个名字对于很多强者而言，几乎是完全陌生的2个名字。那擎天的名字还算好一些，其本人属于是大千宫的嫡系弟子，在当年也算是大千宫年轻一代弟子当中极为杰出的一位。大千宫内部和一些跟大千宫走得极为接近的势力都是有所耳闻，但灵动的名字，很多人却是真正的第一次听说。不过，第一次听说并不代表着可以被轻视，相反，这位名为灵动的青年，在双方大战当中的第一场战斗，便是震撼了无数人，即便是那些个圣品天至尊都忍不住为之侧目。因为那一战，这位名为灵动的青年硬是以灵品中期的修为击杀了一位幽魔帝巅峰的古老魔帝。要知道，到了天至尊、魔帝这一层次，寻常的功法等手段已经很难令这些强者之间拉开根本的差距，越级而战。到了天至尊这一层次，已经是极为罕见的一种事情。即便仅仅只是一个小境界，但是能够越级而战，便是已经不凡，能够越级斩杀，更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要知道，即便是双方修为相当，大千世界的强者想要直接灭杀同级的域外邪族强者，都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然而，这位名为灵动的新晋天至尊，竟然能够越级击杀一位实力比自己更强一些的幽魔帝。而且根据战报，这灵动在击杀了那名幽魔帝之后，其自身竟然仅仅只是受了一些轻伤。如此手段，令许多大千世界的强者都为之感到好奇。至于域外邪族，更是将这2位新晋天至尊列为击杀名单。于是，第2次战斗当中，域外邪族便是派出了2位玄魔帝前往击杀2人。然而，他们震惊地发现，那擎天竟然能够在一位玄魔帝中期的魔帝手中逃离，而那灵动更是与一位玄魔帝初期的魔帝厮杀许久，仅仅只是略微落入下风。直到后来，有着一尊玄魔帝后期的可怕魔帝降临，才令得这灵动终于逃窜。这2人的崛起，显然是已经令大千世界的无数强者都为之侧目，很多圣品天至尊更是亲自接见了2人。而后，众人便是得到了2个惊喜的结论：这2人都有着圣品之姿。这样的一个结果，令很多强者都为之骄傲，如青山剑圣、不死之主等顶尖强者，更是对2人十分青睐，主动送上一些对于2人有用的典籍，供2人参悟。圣品天至尊，每一位都是大千世界的财富，是大千世界对抗域外邪族的支柱。能够多出2位圣品，对于整个大千世界都是有益的。在这2人崛起之后不久，摩诃天在摩诃古族的战场当中再度击杀一位顶尖幽魔帝，并且追杀一位玄魔帝千万里，令其落荒而逃。此刻，摩诃天已然踏入到了仙品，有着摩诃古族的深厚底蕴和各种宝物。他虽然初入仙品，但战力却是丝毫不比一些老牌仙品差。论起正面战力，甚至已经接近于仙品后期。
不过，取得如此战绩之后，摩诃天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骄傲，相反，他的目光反倒是一直在大千宫的方位上徘徊，眼中带着强烈的战意。萧炎，摩诃天目光死死地盯着大千宫的方向。当初色孽天魔地一战之后，他所有的骄傲便是在萧炎面前碎得一败涂地。好在能够走到他这一步之人，都算得上是内心坚韧之辈。摩诃天在接受了事实之后，便是直接闭关冲击仙品，力求将来能够追上，甚至赶超萧炎。然而，当他顺利突破仙品，从闭关当中走出之后，族中传来的消息却是令他更加的沉默。萧炎已经不单单是简单的诸魔王这么简单了，死在他手中的天魔帝至少已经有了3位，而且他击杀的其他魔帝和魔王更是不计其数。如今诸魔榜之上，炎帝萧炎和青山剑圣刘峰的名字正高高在上，远远凌驾在任何人之上。青山剑圣刘峰如今的诸魔点是11万多，总计击杀了20位魔帝，外加近1000名魔王。而炎帝萧炎如今则是仅仅9万多，但是需要知道的是，他闯入色魔族之后，并没有将那些魔帝尽数击杀，而是全部封印了起来。之前的7万多诸魔点，除了击杀了1位色孽天魔帝之外，其余的全是击杀魔王、帝至尊所得。而就在众人以为战斗结束的时候，1个月后的某天，那炎帝萧炎的诸魔点便是再度猛然激增了足足2万。这2万的诸魔点几乎是在一瞬间骤然增加的。这一幕令许多诸魔杯之外的强者都忍不住愣住了，而后众人便是彻底的疯狂了起来。身为诸魔师，他们实在是太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可正是因此，他们才更加的不确定和疯狂。那一天，大千世界的所有诸魔师都是站在诸魔杯之下议论纷纷，脸上写满了狂热和不可置信。最后还是一位仙品天至尊出手扭转了光线，复刻了诸魔杯变化一瞬间的影像，才令整所有人都终于承认了那一瞬间的变化。是的，2万诸魔点几乎就是在瞬间增加起来的。在那不足一息的时间当中，萧炎身后的诸魔点便是瞬间化作8万多，而后立刻又变成了9万多。是的，这一刻所有诸魔师都确认，那萧炎的确是在瞬间击杀了2位天魔帝，因为只有同时击杀2位天魔帝，才能让诸魔榜之上的诸魔点如此迅速的变化。正是因此，这些诸魔师们在这一刻才显得如此的疯狂，一瞬间击杀足足2位天魔帝，这是什么概念？这等手段，就算是当年的不朽大帝也是未曾做到过吧。算上色孽天魔帝，这萧炎手中陨落的天魔帝数量已经达到3位了。从古至今，除了不朽大帝，大千世界再没有哪位强者击杀过足足3位天魔帝了。这种战绩实在是太过离谱了，令很多人即便是知道了也不敢相信。在这关键的时刻当中，青山剑圣终于站出来说话了。萧炎拥有圣品临阵大宗师的能力，他已经可以布置完整的9阳灭魔阵，而且他的正面战力也足以堪比圣品后期。萧炎的综合实力已经完全不亚于我，拥有着阻挡域外邪族顶尖天魔帝的力量。当青山剑圣亲自出来站台之后，大千世界的强者们终于是彻底的沸腾了。过去他们虽然听说过萧炎之名，却也仅仅只是知道这是一位极为厉害的天至尊强者，得到过太眼天尊的传承，但是对于萧炎的印象最多也就比今天的灵动擎天之流要强上一些。真正令他们感到震撼的是萧炎的名字一跃成为诸魔王的那一刻，从那之后，萧炎的名字才真正的令整个大千世界的所有强者所得知。而后他与青山剑圣杀入域外邪族深处，致使域外邪族2个顶尖大族近乎灭族，令他的名气和声望再度暴涨。很多人都猜测这位炎帝萧炎绝对拥有着圣品的实力，但是当青山剑圣的消息真正传来的时候，他们依旧是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可以布置完整的9阳灭魔阵，可以正面匹敌圣品后期，可以抵挡1位顶尖天魔帝，并且斩杀过足足3位天魔帝，这是何等可怕的战力和战绩！这一刻，萧炎的名声终于彻底的震撼了整个大千世界。不过在这之后，萧炎却是并未出现在2大阵营的大战当中，而是宛如销声匿迹了一般。对此，青山剑圣则是再度做出解释：萧炎正在闭关冲击圣品。直到这句话落下，众人才震惊地发现，原来这位炎帝在杀出如此可怕的战绩之后，修为竟然还停留在了仙品巅峰的层次。仙品巅峰就能爆发出如此战力，那等他成了圣品之后，那实力又该到了怎样的层次？这一刻，很多天至尊都是不敢再继续想象了。总而言之，早在半年之前，萧炎的名字便是彻底的震撼了整个大千世界。而当摩诃天从闭关当中走出的时候，便是无奈的发现，萧炎如今似乎已经超越了自己太多。萧炎，我承认你的确强得可怕，不过我是不会如此轻易认输的。摩诃天站在天空之上，手中拎着一尊魔帝的尸体，一双眼睛当中依旧带着炽热的火焰。
越是强大的敌人，才越能让我感到有动力啊！总有一天，我会赶上你，甚至超越你。魔鹤天的心中已经没有了青眼镜的事情，半年的闭关令他认识到了自己内心的众多不足。他现在要做的只剩下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早日达到圣品，乃至超越圣品。大千宫深处，灵动一身青袍将挺拔的身躯遮盖，周身则是环绕着无数的至尊灵液和宝物。来到大千世界不过数年时光，他便是能够顺利跨入到天至尊的境界，甚至达到天至尊中期。他自然也有着自己的际遇，能够从一个下位面的普通少年走到今天，他的心性意志比起魔鹤天只会更强。圣品对他而言只是一个目标而已。只是小兄，你的进步速度已经是令我都感到汗颜啊！灵动缓缓闭上眼睛，浩瀚至尊灵液开始化作河流落入他的天灵盖当中。半年的时间里，他不断与各位魔帝战斗杀伐，修为已经达到了灵品巅峰，此刻也到了冲击仙品的时候了。此番大战，他唯一有些遗憾的就是没有遇到萧炎。萧兄，等我成为仙品之日，希望你已经踏入圣品了。灵动不再多想，他只想早日踏入巅峰，能够与萧炎并肩作战。在他不远处的另一座宫殿当中，一名身穿黑袍的高大青年脸上尽是杀伐之意。10年前，他所在的诛魔小队遭到域外邪族袭击，只剩下他一人活着回来。从那之后，他便是发疯了一般拼命修炼，拼命的与域外邪族厮杀，为的就是能够越发的强大，为自己的兄弟们报仇。萧炎嘛，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榜样啊！天魔帝，有朝一日，我也要斩杀几位。黑袍青年喃喃自语，他的名字叫做秦天。大千世界北部疆域，古老的大陆巍峨无尽，浩荡的灵力河流蔓延，一道道强大的气息在这座大陆当中浮现。单论这些强大的气息底蕴，此地的威势似乎并不比域外邪族那些顶尖大族要弱，因为此地便是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超级势力之一——浮屠古族的所在之地。浮屠古族作为大千世界的5大远古神族之一，自然是丝毫不弱于域外邪族的33大顶尖族群。即便是这一时代属于浮屠古族数万年来几乎最为孱弱的一个时代，可其威势依旧不弱于色魔族、灵魔族这类顶尖大族。作为无尽光明体的守护者，此族在远古时期是足以与星魔族、暗魔族相媲美的超级势力。不过，随着萧炎的消息在大千世界的不断传播，浮屠古族在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越发的被这位年轻但十分强大的天至尊给影响到了。作为一个在远古大战之前就传承下来的古老族群，浮屠古族有着自己的自信。寻常天至尊或许已经算是声名赫赫，但在浮屠古族眼中却也不过如此。就算是一般的圣品天至尊，虽然可以令这古老族群重视，却也并不会太过紧张。毕竟他们这一族无数岁月下来，都是一直有着圣品天至尊坐镇的。不过，这位即将晋升成为新的圣品天至尊的萧炎，却是与寻常圣品有些不同。一来，这萧炎所展现的实力实在是太过可怕，还未成为圣品，便是可以爆发出圣品后期的战力，更是可以布置出完整的9阳灭魔阵，实在是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二来，便是这萧炎与浮屠古族的关系，因为半年之前的那场大战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因无他，圣女青眼镜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秘密。此事，青眼镜在回到浮屠古族之后，便是直接告知了族中的众人。起初，族中那些天至尊还为此大发雷霆，声称这萧炎算是什么东西，竟然赶坏了族中的大事。然而，随着萧炎诛魔王的名声传来，再到后来那一道道不可思议的战绩传来之后，那玄脉和墨脉的天至尊们便是尽数闭嘴，甚至对于青眼镜的态度好了许多。因为萧炎的战绩实在是令他们都感到了恐惧。浮屠古族的中央位置，高大古老的祖塔屹立中央，散发着近乎永恒的古老波动。此物便是浮屠古族除去无尽光明体之外的最强大宝物，是一件真正的圣品绝世圣物，而且是经过族中历代圣品天至尊淬炼加持的绝世圣物，威能比起寻常圣品绝世圣物要更加的可怕。此塔之下是有着真正的圣品天至尊和天魔帝被镇压过的。不过此刻，在这祖塔顶端的一处空间当中，此刻却是汇聚了浮屠古族所有的天至尊，算上青眼镜和大长老，浮屠古族这一代目前为止有着整整19位天至尊。几乎所有在族中的天至尊都是纷纷赶来，少数几个没有在族中的天至尊也是用能量投影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对于浮屠古族的未来怕是会有着极大的波动，而此次会议最关键的一个话题便是关于圣女青眼镜怀孕的事情，包括如何处理那炎帝萧炎与浮屠古族之间关系的事情了。会议当中，大长老浮屠玄静静地坐立在中央位置，一张宛如老农一般的脸庞，一如既往的古板。在他身边不远处，青眼镜一袭白袍将完美的身材遮掩。此刻，他一张青梅脸庞之上却是没有了往日看待众人的烦躁，玉手轻轻摸着小腹，
俏脸之上有着一抹隐藏的慈爱。除去这2人之外，下面的17位天至尊却是在这一刻快要打破了脑袋。那萧炎如此强大，我就觉得让圣女嫁过去是最为稳妥的。非也非也，萧炎有天赋，我族有资源，若是能够让他加入我族，岂不是更好？你们都错了，要我说，就该让圣女腹中的孩子直接成为我族的少族长。如此一来，将来这孩子怕是能够超过我族历史上9成9的各位族长。浮屠古族的3大主脉此刻纷纷争论。墨脉对于族长之位最为渴望，想方设法的都要将青眼镜给嫁出去。玄脉思考之后，觉得若是能够将萧炎拉拢到族中，才是最为划算的。至于青脉，已经直接将目光放在了青眼镜腹中那刚刚出现的小生命之上。他们与青眼镜最为亲近，丝毫不担心青眼镜嫁出去或是留下来会对自己一方的利益造成影响，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谋划下一步了。但无论如何，3方势力所考虑的都是究竟如何拉拢那萧炎，而不是将其排斥。当初刚刚知晓青眼镜与一个外人结合的时候，他们3脉可是都险些炸开了锅。毕竟在浮屠古族原本的计划当中，也唯有魔诃古族的魔诃天能够配得上青眼镜，而且与魔诃古族结合，也是对浮屠古族利益最大化，对所有族人都有好处的事情。当时族中许多人对于青眼镜的态度是明显可以看到转变的。不过随着不久之后萧炎的名声传遍了大千世界，他们的态度很快便是再度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从此不再在乎萧炎出身，而是转而关注起如何利用好这个新的亲家。圣品后期的战力可以布置完整的9阳灭魔阵，击杀过3位天魔帝，尤其是后面的2个，更是放眼整个浮屠古族的历史，历代的族长和大长老几乎都是无人做到过。能够布置出完整的9阳灭魔阵，那便是当年太眼天尊的战力了，绝对是可以名列大千世界最顶尖的超级强者。最起码浮屠古族在这一时代当中根本没有这等强者坐镇，而击杀过3位天魔帝，那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战绩和荣誉。放眼整个大千世界的历史，也唯有不朽大帝诛杀过3位以上的天魔帝啊！在浮屠古族的历史上，任何一位斩杀过天魔帝的圣品天至尊，都是族中最为耀眼的名字。最关键的是，这位炎帝萧炎在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还仅仅只是仙品巅峰。若是等他将来突破圣品，那又该是何等的强大！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成为大千世界当之无愧的第一强者了吧？甚至将来，他或许能够成为下一个不朽大帝那样人物。所以，当得知萧炎完整的信息之后，整个浮屠古族已经没有任何人在反对着萧炎与青眼镜的事情。他们如今所关心的，无非就是让彼此之间能够在这场联姻当中利益最大化。好了，望着下方争吵不休的众多天至尊，一直未曾开口的大长老浮屠玄终于缓缓开口了。他的声音一出，族中所有的天至尊都不再多言，只是将目光看向了大长老浮屠玄。作为族中当代唯一一位圣品，更是执掌族塔的存在，浮屠玄在浮屠古族当中的战力足以媲美青山剑圣、不死之主这等顶尖圣品，而他的威望也是无可置疑。你们的想法我已经基本了解，我的建议是，将来这萧炎若是前往我浮屠古族，他是可以带走静丫头的。浮屠玄缓缓开口，令默脉的人脸上一喜。青眼睛若是嫁出去了，这族长的位置便是他们最有希望得到了。听到浮屠玄的话，青眼镜也是微微一怔，显然是没有想到这位古板的大长老这次竟然能够如此通透。事实上，这位浮屠古族的大长老虽然死板，可并不是什么傻子。萧炎的实力和天赋已经足够得到任何一位圣品天至尊的肯定，连他都是被萧炎展现的实力所震撼，自然是觉得萧炎完全配得上青眼镜。不过，浮屠玄的声音再度停顿，令众人纷纷看来，静丫头毕竟是我族的圣女，也是我族未来有望成为圣品大宗师的种子。就算他萧炎是万年难遇的人中龙凤，也不能如此轻易的嫁过去。浮屠玄缓缓开口，令众人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愣。大长老，您究竟想说什么？青眼镜微微皱眉。很简单，那萧炎想要将你带回去，那就必须让你成为他的正室，成为他今后开辟势力的唯一主母。浮屠玄缓缓开口，令下方的众多天至尊都是眼睛微微一亮。他们早就打探过萧炎的消息，知晓萧炎在下界也是有着一些女人的，不过青眼镜毕竟是浮屠古族的圣女，身份地位都是格外的尊贵，在萧炎那里当个主母正宫似乎是一点都不过分吧。至于这2人的孩子，浮屠玄目光扫过青眼镜的小腹，低声道，若是这孩子将来能够踏入到圣品，那么自然也有资格成为我族的族长。最后一句话落下之后，原本还脸色兴奋的默脉和玄脉此刻却是表情微微一僵，青脉之人则是个个脸色兴奋。浮屠玄却是满意的摸了摸胡子，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他觉得自己的处理方法才是最英明、最符合族中利益的。身为大长老，
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从族中的利益出发。若是那萧炎同意，我族不但会大张旗鼓地将静丫头嫁过去，而且还要竭尽全力帮助那萧炎早日崛起。如此一来，我们两家才算是真正的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浮屠玄正畅谈着自己的计划，一旁的青眼镜在这一刻却是缓缓开口了：“大长老，倘若萧炎大哥不同意呢？”青眼镜的声音清冷，听不出其中的喜悲，但其眉宇之间的一丝不悦却是并未遮盖。不同意。浮屠玄微微一怔，众多天至尊也是微微一怔。他怎么会不同意？他为何会不同意？浮屠玄微微皱眉，许多天至尊也是疑惑。迎娶浮屠古族的圣女，这是何等的幸运，能够得到浮屠古族的帮助，这又是多大的助力？那萧炎没理由拒绝的。萧炎大哥与他的几个原配同样情比金坚，他是不会为了我族的一点利益就让自己的女人受委屈的。青眼镜扫过浮屠玄，包括一众天至尊轻轻摇头，哼，若是连这点小事都不同意，那咱们浮屠古族也不嫁了。听到青眼镜的说法，浮屠玄的倔脾气也是上来了。浮屠古族如今虽然式微，但依旧是大千世界最顶尖的势力之一。若是萧炎这都不肯同意，那他也会保持自己的倔强。听到浮屠玄的话，青眼镜忍不住叹了口气，而后缓缓地站起了身。他目光扫过浮屠玄，包括那其他的众多天至尊，最后留下一句淡淡的话语：“将来嫁给萧炎的人是我，而不是你们。”话音落下，他已经是不再多言，转身化作一道虚影，消散在了原地。若是萧炎仅仅只是因为浮屠古族的一点威逼利诱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那他就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萧炎了。随着青眼镜的消失，族塔当中再度恢复了一片寂静。青脉的人沉默无语，墨脉和玄脉的两位首领却是将目光看向了大长老浮屠玄。大长老，若是那萧炎真的不肯答应，那该怎么办？闻言，浮屠玄的老脸终于是拉了下来。怎么办？他不肯答应，那就别想娶我浮屠古族的圣女。想要带走青眼镜，就必须答应老夫的条件。我浮屠古族的圣女可没有给人做妾的说法，那是打我族的脸。那萧炎若是真有本事，就让他过来抢好了。浮屠玄充斥着怒气的声音在族塔当中回荡，下方的一群天至尊却是不敢再吭声。经过半年接连不断的大战，双方的阵营厮杀终于是不再像最初的那般惨烈，两方的天魔帝和圣品天至尊几乎都已经退守老巢，只剩下一些地至尊仍旧在厮杀，偶尔会有几名天至尊和魔帝的战斗，却也不再常见。此刻圣天魔帝的本尊都是回到了炎魔族的疆域当中，目光依旧停留在那巍峨高大的身影之上。1年多的时间，这尊高大身影不知道吞噬了圣魔族带来的多少宝物和资源，却是始终没有动静。这一幕令圣天魔帝都是微微皱眉，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竟然到现在都没突破天魔帝，真是个饭桶。就在圣天魔帝内心暗骂之时，那一直双目紧闭的高大身影却是身体微微一颤，令圣天魔帝微微一怔，而后脸上便是露出一抹狂喜之色，因为他明显的感觉到那高大身影的身上正有着一道无比惊人的气息在迅速复苏。而随着这道庞大气息的复苏，一道无比可怕的威压开始迅速覆盖了整个炎魔族，甚至依旧朝着外界扩展。那种威压之可怕，令圣天魔帝都忍不住感到心中一凛。是炼天魔帝，炼天魔帝要突破了！圣天魔帝大喜。如今域外邪族与大千世界的交锋当中，域外邪族其实一直是处于一个劣势的状态的，毕竟接连战死了足足3位天魔帝，的确是令他们损失了不小的战力，加上对方一直处于防御状态，任由域外邪族如何强攻都是没有任何的结果麻烦，而是损失更大了几分。半年的交手下来，双方看似死伤惨重，可其实都没有伤害到彼此的根本。但一旦炼天魔帝突破，域外邪族的力量或许会立刻压制住大千世界一方，不说可以直接将其灭绝大千世界一方，但将那些家伙给压制的不敢出来，向来也并非不可能。毕竟在圣天魔帝的心中，炼天魔帝一旦突破，便是立刻弥补新天魔帝的缺失，甚至比那3位已经陨落的天魔帝加起来都要可怕。这可是在突破之前就能跟战天魔帝打得有来有回的家伙。而似是在回应圣天魔帝内心的期待一般，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那可怕的气息便是再也没有遮挡，浩瀚的魔威几乎是在瞬间笼罩了整个炎魔族的疆域。可怕的威压令圣天魔帝的内心都产生了一丝心悸。在这般可怕的威压之下，炎魔族的族人在这一刻都是纷纷跪伏了下来，双眼敬畏而狂热地看着那浩瀚可怕的气息。只见整个炎魔族疆域当中，无尽的火焰开始迅速收缩凝聚，眨眼之间，一尊高达100万丈的漆黑火焰身影便是悬浮在了天空之上。黑色火焰身影手中握着一杆银色大戟，魔威浩荡滔天，令炎魔族疆域当中的海域都是开始掀起惊天浪涛，3座大陆都在微微颤抖，就连那位面之胎当中都是隐隐传来畏惧敬畏的情绪。此刻3座大陆之上，
炎魔族仅剩的3名幽魔帝已经是满脸狂热的带着众多炎魔族强者跪伏下来，望着那高大的魔影，满是崇拜。炼天魔殿，炼天魔殿！炎魔族的强者发出狂热的嘶吼，望着那尊巍峨的身影，宛如看待神灵。因为有了他的存在，炎魔族才一跃成为33大顶尖大族之一，而且许多实力一般的顶尖大族，如今甚至还要让这炎魔族一些。如今，这些炎魔族的强者出门在外都要高人一等，而这一切都是面前这位宛如魔神一般的存在赋予的。他对于炎魔族而言，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天空之上，萧炎手持虚空破灭戟，一直紧闭了接近1年的眼睛，终于是再度睁开。浩瀚如海的气息随着他的眼睛睁开，已经瞬间拂散了整个炎魔族，并且传递到了更远处的疆域。1年多的时间，吞噬了金乌神火、一颗恒星，甚至圣魔族数之不尽的宝物之后，他的修为终于是突破到了天魔地境界。事实上，早在半年之前，他便是可以突破了。之所以继续装模作样的闭关，全是因为本尊还没有突破。如今魔帝分身之所以愿意突破，也就意味着他的本尊也到了突破的时候了。比起本尊，这分身多吞噬了半年的天材地宝和各种能量，自身已经极为的饱和。此刻一个突破，竟然距离天魔地中期也只差1步之遥了。而他的突破动静更是堪比寻常的天魔地后期爆发。一瞬间，那可怕的气息在越过炎魔族疆域之后，甚至令小半个域外邪族的疆域都感到了这道可怕的气息。一瞬间，周围范围当中的10位天魔帝都是感受到了一尊强大天魔帝的气息。除去2位正在与大千世界对峙的天魔帝之外，剩下的8位天魔帝脸上都是露出惊喜之色，朝着炎魔族的疆域迅速赶来。是炼天魔帝，炼天魔帝突破了。8位天魔帝大多脸上都是带着兴奋之色，唯有战天魔帝的表情有些不太自然。这8位天魔帝都是清楚炼天魔帝的实力有多强，对方在突破之前就已经有了天魔帝后期的战力，如今一招突破天魔帝，其实力又该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域外邪族马上就要多出1位超级战力了。而战天魔帝之所以表情不自然，自然是因为萧炎突破之后，实力怕是足以轻易碾压他了。早在先前2人之间便是有了矛盾，以炼天魔帝那比自己还要暴虐许多的性格，一旦突破，恐怕第一个找麻烦的并不是大千世界，而是他战天魔帝。不过心中虽然有着一些顾虑，他还是选择了前往炎魔族的疆域。一来若是自己逃避，难免会被其他天魔帝笑话；二来便是即便那炼天魔帝找自己麻烦，也总不可能杀了自己吧。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个实力，就算他真的有，圣天魔帝也不会允许的。战天魔帝对于自己的实力还是很自信的，他的正面战力在域外邪族算是相当强大，其自身价值对于域外邪族堪比，甚至超过了色孽天魔帝，更不是灵天魔帝和圣童天魔帝可以比拟的。这种战力，圣天魔帝是不会看着自己被追杀的。很快，8位天魔帝便是来到了炎魔族的疆域。等到众人看到那尊高大巍峨的身躯之后，即便是心中早有了准备，此刻也是依旧忍不住的心中一颤。原因无他，只因为那炼天魔帝身上所散发的气息实在是太过令人心悸了。明明只是天魔帝初期巅峰，距离天魔帝中期还是差了无数，可这些天魔帝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间，便是感到心底莫名的有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尤其是对方那一双赤红的眸子扫过，更是令他们心神震颤。炼天魔帝，恭喜你，如今的你终于是真正的踏足到天魔帝境界了。在8位天魔帝来到的同时，圣天魔帝也是微微一笑，看向萧炎的目光满是笑容。此刻的萧炎已经收拢了100万丈之高的庞大火焰身躯，只剩下万丈之高的真身悬浮。听到圣天魔帝的称赞之后，他也是终于有了些许的表示。倒是多亏了圣天魔帝的帮助，若是没有圣魔族的资源，我要突破天魔帝境界还不知道要有多长时间。萧炎难得以炼天魔帝的身份谦虚了一次，而圣天魔帝在听到这番话之后，脸上也是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在他的眼中，这炼天魔帝绝对是个狂妄自大之辈，偏偏实力天赋强的可怕，谁都不服。能够被这炼天魔帝感激夸赞，即便是圣天魔帝的心中都是颇为的舒服。而见到圣天魔帝道贺之后，其余8位天魔帝也是纷纷拱手道贺。呵呵，炼天魔帝，恭喜恭喜炼天魔帝了，我族这次又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天魔帝啊！众多天魔帝的脸上都是挂满了笑容，就连战天魔帝此刻都是挤出了一抹笑容。不过他很快便是发现，当炼天魔帝脸庞转过来的那一刻，他脸上面对圣天魔帝的笑容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如既往的冷漠狂傲。面对众多天魔帝的道贺，他似乎没有丝毫的在意，这令原本几个笑脸相迎的天魔帝都是表情为之僵住。这炼天魔帝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们好歹都是一方天魔帝，是一方顶尖大族的族长，如此恭贺他，竟然依旧是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实在是令人无语。不过
他们一个个还没来得及有所表情上的变化，便是看到那炼天魔帝已经将冰冷的目光落在了战天魔帝的身上。当这目光落在战天魔帝身上的那一刻，便是已经不能再用过去的冰冷狂傲来形容了，因为在这一刻，一道冰冷的杀意已经从炼天魔帝的身上扩散开来，那可怕的杀机令其他天魔帝都是感到莫名的一寒。至于战天魔帝，此刻更是感觉如芒在背，他的目光同样死死地盯着萧炎。战天，我说过，有一天我会打爆你的狗头。在这般剑拔弩张的气氛当中，萧炎终于是缓缓地开口了，只是这一开口便已经是令众人色变。不过还不等他们有所反应，一杆银色的大戟便是已经凭空出现，毫不留情地朝着战天魔帝的脑袋狠狠地砸了过去。给我死！萧炎说动手就动手，没有丝毫的前奏。而战天魔帝却同样心中早有戒备，几乎是在银色大戟出现的那一瞬间，他的手中同样出现了一杆青铜长棍。炼天魔帝，本帝已经如此谦让，你不要太过分了。战天魔帝也终于不装了，他也是域外邪族排名前10的顶尖天魔帝，如此低三下四的跟人说话，就算是圣天魔帝过去都没这个待遇。这炼天魔帝实在是得寸进尺，他以为他是谁？圣神吗？既然要打，那就战！动！银色大戟和青铜长棍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可怕的冲击波瞬间将炎魔族疆域的天空都一分为二，两人所处的100万里空间在这一刻都是直接碎裂。那可怕的余波令几名修为仅仅只是天魔帝中期的魔帝都感到震撼，纷纷向后倒退。而在众人震撼的目光当中，萧炎手中大戟微微颤抖，他那万丈身躯却是站在原地已然不动。反观战天魔帝，此刻却是不由自主地倒退了2步。这一幕令圣天魔帝在内的所有天魔帝都是再度一惊。战天魔帝在这一次交战当中处于了明显的下风。要知道，那炼天魔帝如今所催动的还仅仅只是他最基础的力量，还并未借助多少火之大道的力量，仅仅如此，竟然便是在力量上压制住了战天魔帝。这炼天魔帝即便是纯粹的基础力量，怕是都足以接近暗天魔帝了吧。望着这一幕，其余天魔帝都是微微咽了一口唾沫，圣天魔帝则是双目闪烁着莫名的光芒。域外邪族当中，正面战斗力超过战天魔帝的，除了他和暗天魔帝之外，还有修罗天魔帝和斩天魔帝。可若是论起纯粹的力量，也唯有出身圣魔族的他和出身暗魔族的暗天魔帝能够绝对压制战天魔帝。这炼天魔帝仅仅只是基础力量就达到了这种层次，那他借助火之大道全力爆发之下，又该到了怎样的程度？似是要回应他内心的疑惑，远处的炼天魔帝在使出这一招之后，便是直接调动起了火之大道的力量。顷刻间，整个炎魔族疆域内所有的火属性能量都是被他轻易调动，那可怕的威能汇聚，令众多天魔帝都是微微色变。战天老狗，你果然是不行！如今本帝刚刚踏入天魔帝，正好拿你试试手。萧炎背后无尽火焰翻腾，一双赤红眸子当中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光芒。今日就拿你的狗命来庆祝本帝顺利成为天魔帝！萧炎话音落下，无尽火焰便是包裹在了虚空破灭戟之上，令虚空破灭戟瞬间化作一道100万丈巨大的火焰大戟。而后大戟再度狠狠劈下，仿佛一座位面从天而降，炽热的火焰令周围的空间直接焚烧成了虚无。炼天魔帝，你 TM 欺人太甚！战天魔帝怒吼一声，青铜长棍同样化作100万丈巨大，与萧炎的火焰大戟碰撞在了一起。他虽然明知道自己不是萧炎的对手，可这炼天魔帝一口一个老狗，实在是令他内心无比的憋屈。战天魔帝决定，今天就是拼的重伤，也要让这炼天魔帝付出一点代价。不过，当2件天魔神兵狠狠碰撞在一起的那一刻，他的脸色便是直接变了。在那青铜长棍之上，一道无比可怕的巨力传来，令他的双手虎口都是直接崩裂。若不是他意志强大，死死地抓住青铜长棍，方才那一击便是足以令他的长棍脱手飞出。怎么可能？战天魔帝瞪大了双眼，然后便是看到一道黑色鳞甲的身影直接丢弃了手中的火焰大戟，化作一道巍峨的火焰魔影朝着自己冲杀而来。老狗，看拳！狂傲霸道的声音之下，是一只同样霸道的拳头。萧炎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战天魔帝的反应速度，等他反应过来的那一刻，已经来不及抽回青铜长棍阻挡，只能仓皇地用尚未被魔元修复的手臂格挡。咚！伴随着一声响彻炎魔族疆域的闷响，在所有天魔帝目瞪口呆的表情当中，战天魔帝的身躯宛如炮弹一般被轰击的倒飞出去。庞大的魔躯倒飞出去，砸碎了周围的空间，令整个炎魔族的上空都是在微微震颤。战天魔帝嘴角溢出鲜血，只感觉双臂一阵刺痛，仿佛骨头都要裂开了一般。这不是他的错觉，而是方才那一拳真的令他的骨头都出现了丝丝裂缝。好在他体内魔帝本源无比的雄浑，
顷刻之间便是将那险些裂开的骨骼给修复。饶是如此，他护在最前方的右手小臂之上已经是血肉模糊，露出其中若隐若现的白骨。望着这一幕，众多天魔帝都是忍不住微微倒吸了一口凉气，即便是圣天魔帝，此刻都是瞳孔微缩。如果说未曾催动火之大道之前的炼天魔帝，论起基础的实力，还要比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要弱上一些的话，那么催动了火之大道之后的炼天魔帝，那可怕的攻击力已经超过了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了。当然，炼天魔帝能够催动火之大道协助自己攻击，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同样有着自己的底牌手段，否则他们两人也不会被称为域外邪族最为可怕的两位超级存在了。不过即便是如此，圣天魔帝依旧是感到十分的心惊。方才那一拳，若是他不借助任何手段的话，怕是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圣天魔帝如此震撼，其余天魔帝更是别说了，他们当中有好几位还停留在天魔帝中期，连战天魔帝都是可以将他们轻松压制，更别说是那炼天魔帝了。望着那再度朝着战天魔帝冲杀过去的炼天魔帝，众多天魔帝都是微微咽了一口唾沫，他们心中隐隐有种感觉，那便是这位炼天魔帝如今怕是已经拥有了击杀他们的力量了吧。一想到这里，众人看向那道巍峨身影的目光都是隐约多出了一丝敬畏之色。而此刻萧炎却是不管不顾，火之大道被他催发到极为可怕的程度，浑身力量再度暴涨，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天魔帝后期。随着他的魔帝分身踏入到天魔帝层次，他的修为和神魂力量都是再度暴增了足足10倍，即便是不借助火之大道，都可以轻易发挥出堪比天魔帝后期的实力。而若是借助了火之大道，萧炎自信已然是无敌于世间，这是作为一位神灵的自信。同级当中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即便是此人修为比自己高深，宝物比自己更好，他也依旧不会是自己的对手。这一刻，他在大千世界已经是无敌的姿态，就算是圣天魔帝这等存在，萧炎想要击杀或许很难，但想要击败却是没有任何的难度。在晋升天魔帝圣品之后，他的计划已经来到了尾声，只差最后2步，他便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暴露自己最后的身份，只差最后2步，域外邪族都要彻底的覆灭。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是需要先在域外邪族树立真正的威信，让域外邪族的这些天魔帝们知道自己是比圣天魔帝还要强大的存在，让域外邪族的大权落在自己的手中，而战天魔帝就是他立威的一个好点子。想到这里，萧炎更是不再留手，双方的兵器已经自动散落在了原处，此刻已经是赤裸裸的肉搏。不过在这种可怕的肉搏面前，战天魔帝显然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他的力量被萧炎完全的压制，火之大道加持之下，萧炎的力量已经接近天魔帝境界的极限，再进一步就要触摸到不朽大帝的力量层次了。而战魔族引以为傲的战斗技巧，在此刻竟然也是完全无效。萧炎的战斗经验可比战天魔帝更加丰富，他的手段更是比战天魔帝要多得多。轰轰轰！萧炎甚至没有动用神魂攻击，只是单纯的肉搏，便是将战天魔帝一路从炎魔族疆域的核心打到了边境。在所有天魔帝心惊胆战的目光当中，战天魔帝宛如沙袋一般被打得到处乱飞，浑身上下都是遍体鳞伤。反观萧炎却是一脸的兴奋，对着战天魔帝便是拳脚相加，每一次攻击都是令战天魔帝吐血倒飞。如果不是他的魔帝本源十分雄浑，此刻怕是已经被活活打死了。饶是如此，战天魔帝都是感到自己的魔帝本源正在急剧消耗。域外邪族之所以比大千世界的天至尊更加难杀，主要便是因为他们可以不断的调动魔帝本源，迅速恢复自己的伤势，而且魔魂更加坚韧，难以磨灭。可是若是魔帝本源消耗干净，魔魂力量彻底枯竭，那即便是这些强大的天魔帝都是唯有陨落一途。世上没有真正的不朽不灭，就算是圣神那等存在都有陨落的一天，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战天魔帝。炼天魔帝，我跟你拼了！被萧炎打得如此狼狈，战天魔帝也终于是彻底疯狂了。他的魔帝本源已经消耗了足足1成，却是全部用来修复自己的伤势，在诸多天魔帝面前被人打得跟沙包一样凄惨，实在是令他感到无比的耻辱。当下他甚至开始燃烧其魔帝本源，跟萧炎拼命。魔帝本源燃烧之下，他的气息再度暴涨，力量都是强悍了数倍。即便是如此，也不过是仅仅只能与萧炎持平，足可见萧炎如今的实力到底到了怎样可怕的地步。清玄魔棍！战天魔帝嘶吼，远处的青铜长棍在他的召唤之下都是疾驰而来，眨眼之间再度在他手中化作100万丈巨大的青铜长棍，仿佛一根青铜铸就的擎天巨柱。战天棍法，一棍轰天地！战天魔帝双目赤红，魔帝本源被他燃烧到了极致，他已经彻底疯狂，无论如何都要让这炼天魔帝知道自己的厉害。在他燃烧魔帝本源之下，青铜长棍之上青光大涨，
宛如一根无边巨柱落下，朝着萧炎的脑袋狠狠砸了过去。这一棍之下，可怕的威势令下方的诸多大陆都微微哀鸣，仿佛一旦这长棍落下，足以令一个高等位面彻底的崩碎，一些普通天魔地已然是微微色变。战天魔地的拼命一击果然是无比的可怕，这一棍是真的可以直接砸碎普通的高等位面地。然而面对这可以轰碎天地的可怕一击，萧炎的脸上依旧是带着兴奋的笑容。只见那银色大戟不知何时也是再度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而后恐怖的赤红火光和银色电光疯狂汇聚，令方圆百万里的空间都开始剧烈的震颤。这是……望着这一幕，众多天魔地脸色再度一变，就连圣天魔地都是再度色变。在那赤红与银色汇聚的光芒当中，他们隐约察觉到一种真正可怕的毁灭气息。那种可怕到极致的毁灭气息，隐约已经接近当中圣神所带给他们的感受与威压了。如果说战天魔地那一棍可以令一座高等位面直接四分五裂的话，那炼天魔地那长戟之上的光芒便是足以令一座高等位面直接崩碎，真是化作烟粉。这一招实在是太可怕了。圣天魔地喃喃自语，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根黄金色的权杖。这权杖乃是当年圣神赐予的至宝，也是域外邪族最为强大的天魔神兵，是圣天魔地可以略微压制暗天魔地一筹的依仗。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若是这一招战天魔地接不下，那他就要主动出手拦下这一招了。他如今之所以不阻拦两人厮杀，只是想要看看这炼天魔地在突破之后实力到底提升到了怎样的层次，并不是想看着战天魔地被杀。若是战天魔地死在这一招之下，那可就是闹了大笑话了。轰！在众多天魔地震撼的目光当中，银白色的大戟已经化作了赤红之色，而后撕裂天地，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重重的砸落。青铜长棍与虚空破灭戟再度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而后天崩地裂，两人下方百万里的海水直接下沉了数百丈，万丈波涛被直接掀起，化作无边海浪，令周围的几座岛屿都直接被淹没冲碎。战天魔地眼中露出一抹惊恐，他的青铜长棍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可怕的力量传递到他的手掌之上，直接令他的手掌发出一声闷响，血肉炸开，骨骼碎裂，他的小臂都为之断裂成了数块。即便是有着魔元不停的修复伤势，也在难以抓住那青铜长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青铜长棍被砸得倒飞出去，最后重重地落在一处海域当中。他输了，输得无比的凄惨，被炼天魔地以绝对的力量碾压。然而战斗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因为他的身影刚刚倒退了几步，那一杆燃烧着火红色泽的大戟便是再度落下，朝着他的脑袋狠狠地砸了过去。望着那巨大的赤红戟头，战天魔地心头忽然升起了一种很久未曾感受到的生死危机，那种死亡带来的恐惧，唯有当年的大千世界的不朽大帝才令他感受到过。这一戟若是砸中，即便是他肉身强横，也足以被瞬间撕裂，甚至连魔魂都有着被撕裂的危险。远处围观的几名天魔地此刻更是脸色大变，一个个心头都提到了嗓子眼。战天魔地若是被这一击砸中，那他即便是不死，怕是100年之内也恢复不过来了吧。千钧一发之际，一根金色的权杖终于出现，眨眼之间暴涨到数十万丈，而后横在了战天魔地的面前。当！金色权杖与火红色大戟碰撞在一起，再度掀起一道可怕的余波，令百万里的天地都在震颤。圣天魔地手掌微微一颤，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了一步，而后才彻底稳住了自己的身形。他自然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炼天魔地击杀战天魔地，不过当他用金色权杖拦住这可怕的一击之时，他的内心依旧充满了震撼。方才那一击，即便是他想要拦下来，都是感到十分的费力，甚至不由自主的需要倒退一步来卸力。可见这炼天魔地的手段到底强到了怎样的程度。这一刻，圣天魔地也是终于得到了一个令他内心都微微震颤的事实：炼天魔地的实力已经比他还要略胜一筹了。如果忽略掉圣神权杖这件绝世圣物，加上圣神留给他的一些底牌手段，那他的实力已经不如面前的这位炼天魔地了。即便是借助这些兵器手段，他与那炼天魔地的实力或许也是相差无几。也就是说，炼天魔地的真正实力已经足以称得上的是域外邪族的第一人，即便是暗天魔地也不是他的对手，即便是他圣天魔地也要借助诸多手段才能与之抗衡。这令他内心有些难以接受的同时，却又多了几分欣喜。虽然族中诞生了一个比他更加可怕的超级存在，令他的地位似乎都隐隐受到了威胁，可在他看来，有了这样一位超级存在，那域外邪族对抗大千世界的手段也就多了许多。或许将来解救天邪神也会多出许多的把握。这是圣天魔地最简单的想法，他是天邪神最忠诚的仆人，为了天邪神，他甚至可以付出一切。只要对天邪神有利的事情，那便是对他有利的事情。
炼天魔地。圣天魔地魔气震荡，催动金色权杖将那火红色大戟给震开，而后挡在战天魔地的面前，一双眼睛盯着萧炎，看在我的面子上，饶过战天魔地一次吧。闻言，萧炎这才缓缓地收起了手中的银色大戟，目光落在圣天魔地身上，诡异的令圣天魔地都感到有些不自在。好，你圣天魔地对我有恩，今日我便暂时放过这老狗。萧炎微微点头，而后目光又落在了战天魔地的身上。不过从今以后，这老狗见了本地要绕着走，否则可别怪本地不留情面。另外，从今天开始，战魔族疆域麾下靠近我炎魔族的千万里疆域都要尽数归我炎魔族。萧炎声音震荡，霸道无比，另一群天魔帝都听得有些目瞪口呆。另一旁，战天魔帝更是双目赤红，隐约有着再度跟萧炎拼命的架势。炼天魔帝，你欺人太甚！战天魔帝气得浑身颤抖，这狗东西一口一个老狗的叫着，他从出生到现在都没遭受到过如此巨大的屈辱。还有战魔族的千万里疆域，他以为是分大饼吗？这么大的一片疆域，已经快要接近整个炎魔族的疆域了，即便是对于战魔族而言，也是接近1/3的领地了。不答应！萧炎目光冷冷地扫视战天魔帝，手中大戟微微挥动，杀意再度暴涨。不答应，今天你就死在这里吧，就算是圣天魔帝都留不住你。我说的。他的话音在虚空当中回荡，令众多天魔帝都是微微色变，暗叹这炼天魔帝果然是一如既往的霸道，疯起来竟然连圣天魔帝的面子都不给。至于战天魔帝，更是被他像狗一样侮辱。这一幕，连其他天魔帝都是感觉有些看不下去了，更别提身处风暴中央的战天魔帝了。炼天小儿，安敢辱我！战天魔帝都快气炸了，当场就要上去跟萧炎拼命，却是被圣天魔帝硬生生的拦了下来。好了，你的要求我代表战魔族答应了。圣天魔帝一只手死死地按住战天魔帝的肩膀，一张脸庞却是十分平静地看着萧炎。不过我觉得就算是这些疆域都让给你，都是太少了一些。以你如今的实力，就算是给你这些疆域，加上原本炎魔族的疆域，对你而言依旧是太少了一些。圣天魔帝的话令萧炎和战天魔帝都微微一怔，却见到圣天魔帝神色依旧平静无比。这样吧，如今色魔族和灵魔族的魔帝已经陨落了七七八八，每一族只剩下了2-3名侥幸不在的幽魔帝残存。既然如此，那你就从这2大族群当中的疆域当中再选一个吧。圣天魔帝的声音回荡，其余天魔帝微微一怔之后，却是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如今色孽天魔帝和灵天魔帝陨落，这2个顶尖大族的疆域的确是没有一尊真正的强者镇守。若是有了炼天魔帝镇守，虽然炎魔族的强者也稀少的可怜，可他一人甚至比一个顶尖大族的威慑力还要可怕。一想到那炼天魔帝方才将战天魔帝打得如同沙袋一般的模样，他们忽然很想看到大千世界那边的强者在遭遇到炼天魔帝之后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以炼天魔帝这可怕的实力，恐怕就是大千世界那些圣品天至尊见到都只有逃跑一条路吧。万一对方一个不慎来不及逃离，那大千世界的阵营怕是真的要陨落1-2位圣品天至尊了。域外邪族已经接连陨落了3位天至尊，他们这些天魔帝本就无比难受，此刻若是能够看到这炼天魔帝宰上几个圣品，那才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听到圣天魔帝的吩咐，萧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愣，心道这圣天魔帝倒是真有好手段。以他这魔帝分身如今的实力，就算是青山剑圣、不死之主、真龙帝这些大千世界的顶尖强者杀来，都只能被压制。若是普通的圣品天至尊遇到萧炎，只要萧炎愿意，绝对可以在100招之内击杀对方。到时候他这魔帝分身不但可以坐镇一方疆域，更是会对大千世界一方造成极为可怕的威胁。真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萧炎心中暗叹，倘若不是他这具魔帝分身实际上只是一个卧底，那大千世界一方可就真的麻烦了。不过做戏要做全，就是不知道大千世界哪个倒霉蛋会遇到我了。萧炎心中想到，他自然不可能为了演戏去击杀一位圣品天至尊，但为了演得更真实一些，杀得对方逃窜乃至重伤，还是需要验一下的。心中虽然如此想着，但他的表面依旧是维持着炼天魔帝狂妄霸道的气息。色孽和灵天这2个废物，自己不争气死在了大千世界。既然如此，倒不如将他们的疆域都划分到我这里来的了。他一开口，圣天魔帝在内的诸多天魔帝都是忍不住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色魔族和灵魔族的疆域太过遥远，中间还隔着雷魔族、尸魔族和无数小族，就算你如今实力滔天，如此遥远的疆域，怕是也需要足足1个时辰才能赶到。圣天魔帝忍不住解释道，如此一来，2座疆域管理起来是不是太麻烦了？闻言，萧炎也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而后一脸理所应当的说道，这样的话，把这些族群也划分到我的麾下不就是？一边说着，
那还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一名浑身漆黑的天魔帝身上。黑狮，你没有意见吧？当听到他这句话的那一刻，黑狮天魔帝和圣天魔帝的内心都隐隐有种要崩溃的感觉。黑狮天魔帝更是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好。狮魔族是域外邪族当中的顶尖大族当中的大族，仅次于圣魔族和暗魔族，其实力之强堪比星魔族。即便是在远古大战当中陨落了2位天魔帝，在如今的时代当中，狮魔族依旧有着足足2位天魔帝坐镇。这2位天魔帝当中，黑狮天魔帝实力最强，是狮魔族的当代族长，战力虽然无法跟圣天魔帝相提并论，但也是极为接近战天魔帝的。换作寻常魔帝敢说这种话，黑狮天魔帝早就将其炼成一具尸魁了。就算是那些天魔帝敢说这种话，他也早跟对方打起来了。可是如今说这话的是炼天魔帝，这是一尊真正的魔头，比他们这些天魔帝更加邪恶。黑狮天魔帝方才可是亲眼看到他打战天魔帝跟打狗一样的，而且就连圣天魔帝在接了他一招之后，都隐隐有着落入下风的趋势。毫无疑问，黑狮天魔帝自认为自己不是这炼天魔帝的对手，可是让他答应，那更是不如杀了他算了。好了，圣天魔帝轻轻咳嗽一声，终止了这场谈话。这样吧，先把原色魔族的疆域划分给你，然后炎魔族的疆域不变，战魔族的部分疆域也划分给你，包括色魔族周围的那些小族也都分给你作为你的麾下。这些只是你暂时的领地，等你将来实力更加强大，可以令所有天魔帝臣服，可以击杀几个圣品天至尊为族群立下大功劳的时候，我再跟其他几位族长商量。你看这样如何？圣天魔帝望着萧炎，心中也是一阵无语。这炼天魔帝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若是真的让他掌握如此众多的疆域，那他的疆域怕是比圣魔族都要多了。闻言，萧炎也是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姐姐，若是如此，那就谢谢圣天魔帝了。姐姐，圣天魔帝你待我不薄，其实只要你开金口，就算是不给我任何疆域，我都会答应的。萧炎的话令圣天魔帝刚刚浮现笑容的脸庞忍不住再度一僵，而后才无奈地叹了口气。无妨，你如今的实力配得上这般广阔的疆域。听到圣天魔帝的这句话，众多天魔帝才微微反应过来。圣天魔帝划分给炼天魔帝的疆域已经是原本色魔族的足足2倍了，这疆域的面积已经堪比暗魔族、星魔族等大族，比噬魔族都要略大些许，仅次于圣魔族。若是寻常天魔帝得到如此疆域，他们自然是心中不平，可一想到是炼天魔帝，他们也没有勇气再多说什么了。此辽性格实在是太过凶狠，连战天魔帝都被他打成这副模样，换成他们，若是圣天魔帝救援稍微晚一步，那就是真正陨落了。因此众多天魔帝不但没有任何的反对，反倒是纷纷朝着萧炎祝贺。不过在祝贺的同时，他们的内心却是都纷纷下定决心，一定要离这家伙远一点，省得哪一天这炼天魔帝脑子一抽风，就将他们的疆域都给抢夺了。对此，萧炎却是依旧大大咧咧地跟众人大笑，仿佛依旧是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接受了众多天魔帝的祝贺以及新的疆域之后，圣天魔帝终于是将目光看向萧炎，说出了他如今最为关心的问题。炼天魔帝，如今你修为一招突破，已经是我族当中最为顶尖的强者，即便是我，若是没有圣神大人赐予的一些手段，也将不是你的对手。说起来，你如今倒也有资格成为我族的第1强者了。既然你已经突破，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杀几个圣品天至尊来助助兴？圣天魔帝笑眯眯地看着萧炎，而萧炎和其他天魔帝也是终于反应了过来，心道这圣天魔帝果然是心思深沉之辈。没有问题。萧炎手中银色大戟微微甩出一个银色弧光，令周围空间都引发一阵雷鸣。不过本帝刚刚突破，还需要稳定一下气息，顺便让我族接手一下新的疆域。这样吧，圣天魔帝你亲自制定计划，3天之后，只要你用得着我出手，我自然不会有分毫的拒绝。萧炎说话大大咧咧，却是令圣天魔帝和其他天魔帝都是露出兴奋的神色。圣天魔帝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拉拢这炼天魔帝，将如此众多的疆域划分给炼天魔帝，所求的究竟是什么？当然是为了让这炼天魔帝在将来对付大千世界的时候能够出一把力了。没有问题，炼天，接下来的几天你就好好的休息，接手划分给你的疆域就好了。等我这边的计划做好了，你只需在关键时刻出手斩杀那么2-3位圣品天至尊就足够了。此刻饶是以圣天魔帝的心态，脸上都是不由得露出一抹兴奋之色。因为那萧炎的缘故，域外邪族接连在大千世界折损了足足3位天魔帝，尤其是色孽天魔帝更是堪比一些稍弱的顶尖天魔帝了。如此损失，他虽然表面风轻云淡，实在内心是无比的难受。此次若是能够依靠炼天魔帝斩杀几位圣品天至尊，那才算是真正扯平了。而且如此战力的天魔帝，一尊便是足以顶得上3-5位普通天魔帝。
一旦炼天魔帝坐镇色魔族疆域，那附近的大千世界势力今后都是要寝食难安了。想到这里，圣天魔帝与诸多天魔帝脸上都是露出满意的笑容，纷纷与萧炎告别离开。唯有战天魔帝神色依旧有些难看。不过，当他被萧炎的狠厉目光瞪了一眼之后，却是心中忍不住一个机灵，连忙跟着众多天魔帝一同离去。虽然憋屈，但他实在是被萧炎打怕了。如果不是圣天魔帝出手，他怀疑自己今天真的会死在这炼天魔帝的手中。尤其是当他将那青铜长棍召唤回来之后，战天魔帝的瞳孔更是微微一缩。只见那青铜长棍与虚空破灭戟碰撞的顶端，不知何时已经有了一个深深的凹槽，其模样更是有些变形。望着这一幕，战天魔帝眼角再度微微抽搐。这可是天魔神兵啊，是媲美大千世界圣品绝世圣物的武器，仅仅一个交手，竟然已经变形成了这种模样。若是再交手几十个回合，那他的这件天魔神兵怕是都要被打废了吧？此人实在是太过可怕了。战天魔帝内心对于炼天魔帝隐约已经有了一丝畏惧。萧炎将战天魔帝险些打死的消息，经过圣天魔帝的刻意控制，并没有详细的传到大千世界当中。不过，大千宫还是隐约的知晓了域外邪族再度增加了一位天魔帝，名为炼天魔帝。除了那场大战被大千世界的一些卧底所模糊知道以外，还有便是这位炼天魔帝最近在域外邪族边境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嚣张，令人想不知道都难。圣天魔帝一走，他便是带着炎魔族仅存的一部分骨干前往了色魔族的疆域，而后色魔族便是被顺理成章地纳入到了炎魔族的版图当中。但凡不服从之人，尽数斩杀。包括战魔族被划分出的一部分疆域，连同色魔族附近被划分到萧炎麾下的28个小族，都被萧炎的暴虐和霸道直接征服。对于域外邪族，萧炎也没有什么心慈手软的地方。所有不服从者，他甚至懒得击杀其首领，而是直接灭族。不但是族群灭掉，就连其生存的位面都直接拍碎。这一刻，那些附属在周围的小族都彻底绝望了。说是小族，这其中其实有着7个族群都是有着玄魔帝坐镇的，虽然不如当年的炎魔族，可也足以媲美当初的异魔族。然而任由他们如何反抗，寻找其他天魔帝的救援，回应的都是无济于事。尤其是在一位头脑不清醒的玄魔帝在跟战天魔帝请求救援之后，萧炎的魔帝分身便是直接杀了过去。那名玄魔帝连同其所在的高等位面之上的所有族人，包括那高等位面本身，都是被萧炎一掌直接拍成了烟粉，位面之胎都被直接抽出炼化。自此以后，萧炎疆域当中的所有域外邪族尽数老老实实唯命是从，而萧炎的麾下也是一跃多出了6位玄魔帝和30多位幽魔帝，成为域外邪族当之无愧的霸主级人物。而炼天魔帝的残暴已经在整个域外邪族都打响了名声，以至于连大千世界那边都是有所耳闻。对此，萧炎却是已经不问不顾，魔帝分身随便找了个理由，便是再度闭关，因为他的本尊也要突破了。之所以敢跟圣天魔帝说3天后可以随意征战大千世界，无非便是因为自己的本尊也能够在3天之内突破。若是没有自己的本尊拦截分身，那大千世界这一次怕是要真的陨落几位圣品天至尊了。想到这里，萧炎也是无奈的摇头一笑，我打我自己，为了演好这场戏，还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啊。斗气大陆经过长达半年的不断演化，斗气大陆的面积已经近乎之前的10倍左右，位面之胎的力量愈发的雄浑，天地之间的能量愈发的浓郁。在这半年的时间当中，无数的天才地宝像不要钱一样的涌现出来，大量适合修炼的神奇宝地也是接连不断的出现。如今在此地修行，即便是最普通的生灵，其修行效率也是之前的10倍左右。半年的时间，这座高等位面终于彻底的进化为了超级位面，天高100万丈，地宽无限远，即便是有着天魔帝或是圣品天至尊的存在，在此大战也在难以令这座大陆有所伤痕。轰隆隆，伴随着最后一次扩展的停止，天地不再变化，仿佛进入了静止状态。菩提古树再度爆发出璀璨的碧绿光华，照耀大陆上的每一个生灵。伴随着斗气大陆进化为了超级大陆，菩提神树的力量也顺理成章的从仙品巅峰一跃进化为了圣品。从此刻开始，它便是宇宙寰宇罕见的圣品混沌灵根。以这一株菩提神树的威能之强大，即便是放在当初的菩提界当中，也已经算得上是较为强大的一株了。几乎是在菩提神树进化完毕的那一刻，天地之间再度动荡，无尽能量汇聚，化作一座1尊100万丈高大、顶天立地的人形虚影。当那人形虚影出现的那一刻，一股无比可怕的威压便是降临了整座斗气大陆。这一刻，无数生灵都是跪倒在地，一脸狂热而崇敬地望着那巍峨100万丈、宛如神灵的巨大身影。这道身影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击退了，
无数强大的域外天魔令斗气大陆发生如此重大的蜕变，铸就了无上传奇的人物萧炎，炎帝萧炎。因为有着他的诞生，斗气大陆才能进化到今天的程度。他的存在就是一个伟大的传奇。今天斗气大陆所有生灵的获益都与此人息息相关。天地之间，那庞大高达100万丈的虚影出现不久之后微微一顿，而后伴随着无尽光华的释放，那道虚影终于开始缓缓的缩小，最后化作正常人的大小。光芒消散，一道黑衣青年的身影从中走出，其脸上也是缓缓露出一抹满意的表情。我的本尊也是终于达到圣品层次了。萧炎站在虚空之上，感受着体内那无比磅礴的力量。重生10几年，他的力量终于恢复到了圣品层次，也唯有到了这一层次，才算是真正恢复了他前世的一小部分力量，算是真正踏入到了宇宙当中的强者行列。如今神灵之下已经没有几人是他的对手，借助着火之大道的威能，就算是圣天魔帝碰到他，也要被他压制。若是圣天魔帝敢入侵到斗气大陆当中，他借助着无尽世界体这一神奇法门，将斗气大陆的威能催发到极致，甚至完全可以灭杀圣天魔帝这种超级强者。如今整个大千世界，包括域外邪族的阵营，除了那已经被封印的天邪神，唯一能够成为他对手的，便是只剩下他的魔帝分身。先将斗气大陆的事情安排一下，然后我的本尊和魔帝分身也该将这场大戏彻底演开了。萧炎的本尊微微一笑，心念一动，天空之上的混沌熔炉便是缓缓消散，露出了其灵力分身正盘坐其中。对他而言，突破圣品所需要的能量实在是太过庞大，因此这半年的时光当中，也仅仅只是本尊突破到了圣品，至于灵力分身依旧停留在仙品巅峰。不过随着斗气大陆进化为超级大陆，其每天吞吸的能量都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数量，供应灵力分身继续突破圣品也并没有太大难度，只是需要耗费一些时间罢了。你先去修炼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萧炎微微一笑，心念一动，灵力分身便是朝着远处疾驰而去，最后找了一处偏僻之地盘膝而坐。而后斗气大陆的位面魔臂再度催发，爆发出可怕的吞噬之力，将宇宙当中游离的海量能量不断的吞吸进入其中，最后被灵力分身缓缓炼化。至于萧炎，本尊则是携带着灵力分身这半年来炼制的诸多绝世圣物和各种丹药宝物，回到了中州见一见自己的家人。萧炎，恭喜，妍儿，你又变强了。夫君，爹爹。萧炎一回到家中，便是被众人围了起来。萧玄、古元等人看向他的目光都是带着炽热，他们突破斗帝之后，都是纷纷感觉到了冥冥之中那层无形的桎梏，却也知道斗帝之上还有着更高的境界。而萧战等亲人，包括薰儿、彩铃等人，都是满脸笑容地看着萧炎。能够目睹萧炎变得更强，他们的内心自然是替萧炎开心。萧炎身旁，萧萧、萧凌等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到了萧炎的腰间，此刻正满脸笑嘻嘻地抱住萧炎的大腿，围绕着他。随着年龄慢慢长大，身高慢慢长高，他们也是终于懵懂地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因此对于这个父亲，他们除了孩子所有的依赖之外，还带着一种别样的崇拜。呵呵，看来你们也到了要冲击斗帝的时候了。萧炎双手抱着几个孩子，目光却是落在了彩铃、薰儿、小医仙三人身上。伴随着斗气大陆的进化，天地能量的不断洗礼，天地元气的不断增加，很多原本的老牌斗圣，包括一些天赋异禀之人，都是已经修炼到了9星斗圣巅峰，距离冲击斗帝境界也是相差不远了。譬如过去远古8族的族长雷族族长雷莹和炎族族长炎镜都已经在准备冲击斗帝了，而药族族长药丹等老牌的远古8族族长们也触摸到了那一道门槛。彩铃、薰儿、小医仙虽然修炼时间相对短暂，但是其天赋之高却是超过那些老家伙更多，加上萧炎的帮助，同样触摸到了斗帝门槛。云云、亚飞虽然距离这一步还有些距离，却也已经都是斗圣级别。可以预见的是，斗气大陆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出现大量的斗帝甚至天至尊。这一点早在当年大战魂族之时，萧炎便是已经向远古7族承诺，会帮助他们各自诞生出一位新的斗帝强者。而如今的斗气大陆所诞生的天地元气，也同样可以供养这些强者纷纷突破斗帝。不过萧炎经过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打通与大千世界的通道。于是他才刚刚突破，便是斗气大陆所有斗圣以上的强者召开了一场重大的会议。巍峨高大的延神殿当中，萧炎端坐首位，在其下方除了萧玄等4位已经成帝的存在和10多位9星斗圣巅峰强者之外，还密密麻麻坐了足上千位斗圣存在。是的，算算时间，距离他灭掉魂族原来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的时间。这近10年的时间当中，伴随着斗气大陆不断的强大，天地能量的不断浓郁，还有萧炎传下的各种高深法门，
斗气大陆的强者数量一直处在一个暴增的状态。昔日那些斗尊巅峰乃至半圣层次的强者，在这些年早已纷纷跨入到了斗圣层次，就连那些普通的斗尊，现在都已经成为了斗尊巅峰乃至半圣的存在。在那过去无数年的积累当中，很多人的实力都是随着斗气大陆的跃升一同厚积薄发，一跃成为了斗圣。斗气大陆始终处在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而如今那扩张了近10倍的疆域，更是需要大量的人口去填充。繁衍起来，带着你们的族人子孙，将斗气大陆那些新诞生的荒芜地界给填满。这是萧炎召开会议后提出的第一个目标。他化身融入斗气大陆，操纵斗气大陆的演变，令许多新诞生的地方都有着不亚于中州甚至远古8族斗帝空间的神奇宝地。这些新诞生的疆域完全可以培养出更多的强者。闻言，众人也没有任何的意见。身为斗圣，当初斗气大陆演变之时所产生的天地动荡，对于普通生灵而言可以说是极度的危险，但对于他们而言，却是可以前往那些新的疆域一探究竟。所以一探究竟之下，他们便是明白了这些新诞生的疆域是何等的珍贵。因为斗气大陆的能量浓郁了足足10倍，甚至还在不断的增加。昔日斗气大陆的偏僻之地现在都已经是风水宝地，中州更是成为了修行圣地。而那些新诞生的疆域虽然不如中州，但本质上与原本的西北大陆等地界相差也不是很大。而经过萧炎的改造，那其中的修行宝地却是多了太多。可以说，只要现在过去占据一方山头，将来或许便是可以建立一方大势力。现在过去占领一方洞天宝地，将来便是可以另一个宗门常年不衰。或许在不久的未来，那些新的疆域将会再度诞生一位位强大的斗圣乃至斗帝。而萧炎现在的命令就是让他们这些人前往这些新的疆域，大肆繁衍，诞生出更多的强者。对于这个机会，他们这些人又怎么会拒绝？不过萧炎只是吩咐下去这个任务，至于具体怎么执行，原本的远古7族该分多少领地，丹塔花宗焚炎谷又该分多少疆域，那些散修的斗圣斗尊又该分多少疆域，那便不是他要操心的事情了。这些事情交给萧玄等人去操心便是。反正在萧炎的目标当中，斗气大陆进化为现在的面积也不过只是一个开始。他在吩咐下第一件事情之后，也是终于向众人提出了前往大千世界的事情。当他说出此事之后，原本还颇为热闹的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紧接着众人的目光便是变得更加的灼热。虽然他们都是早已知晓在斗气大陆之上还有着一个更加庞大更加恢宏的世界，不过早些时间萧炎并没有多说，他们也是知晓萧炎应当有自己的计划，因此并没有多问。而如今萧炎终于是开口要引领他们也前往那个传说中的大千世界了。更高深的境界，更强大的力量，更神奇的世界在等着他们去探索。自从见证了萧炎灭杀诸多魔帝之后，他们便是对那斗气大陆之外的世界更加的向往。明日我会在斗气大陆设置专门的传送通道，自明日起，我斗气大陆凡是境界达到斗圣以上的强者，都将拥有前往大千世界的资格。我会暂时在大千世界弄出一处疆域作为大家的庇护之所，让大家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之下转化灵力，同时提供基本的修行资源。萧炎话音落下，手掌一挥，下一刻足足上千道爆发着璀璨光华的光团在大殿当中浮现，然后按照顺序依次落到了众多斗圣强者的手中。这是足足上千道神器，放在大千世界当中，便是那些至尊强者们所使用的武器宝物。这些神器每一道的价值大概都在10万至尊灵液到100万至尊灵液之间，大部分都是中上品等级的神器。其中一部分是萧炎当年在太眼天尊的传承当中所得，另外的大部分则是萧炎这些时日将在色魔族击杀的诸多魔帝、魔王身上的大量兵器材料重新炼制了一遍。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炼制这些兵器几乎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只需在炼制那些绝世圣物的时候分出几道火焰，便是可以源源不断地炼制出大量的神器。唯一局限他的便是手中的材料是否足够。不过斗圣强者若是放在大千世界，也不过只是与至尊境界齐平罢了。萧炎击杀了如此众多的魔帝和魔王、地至尊，手中的材料别说是炼制1000件神器，就算是炼制1000件圣物都是快要足够了，这点东西自然是不在话下。众多光团落入手中，一群斗圣先是微微一愣，紧接着便是纷纷露出一抹喜色。多谢炎帝，多谢炎帝大人。神器对于他们而言还是十分珍贵的兵器的，以他们的眼力更是可以看出手中的兵器是何等的珍贵。大千世界的神器虽然对等的也是斗气大陆的斗圣兵器，但品质无疑是要好上许多。如当年魂族被萧炎缴获的那柄鬼圣刀，虽然是魂族7星斗圣用灵魂之力加珍贵材料祭炼而成，可因为锻造的水平有限，放在大千世界当中最多也就是一件中品神器罢了。而若是同样的材料由大千世界的手法打造，却是完全可以成就上品神器，
甚至像萧炎这样的炼器大宗师出手，是完全可以打造成准绝世圣物的。再往上，就是达到这种材料的极限了。故而，萧炎所炼制的上千道神器，对于那些斗圣而言都是极为不错的宝物。一旦持有，或许会对他们个人的战斗力都增加一个小门槛。这些斗圣又怎么会不高兴？赏赐完这些宝物之后，萧炎这才挥了挥手，示意大部分斗圣都可以离开了。这些斗圣当中，大部分与他只能算是点头之交，很多都是远古八族过去的一些长老，或是早些年的一些强大散修。但无论是怎样的结果，这些人跟自己的关系都不算太过亲密，能够无条件的赏赐他们一件神器，萧炎觉得自己做的已经够了仁至义尽了，也不枉他们喊自己一声炎帝。等到众多斗圣离开之后，萧炎这才将自己的家人们汇聚到一起。此时此刻，除了自己的家人妻儿之外，便是只剩下药老和其他3位斗帝留在此地。父亲，大哥！萧炎目光扫过萧战、萧鼎、萧厉，挥手之间，3道璀璨的光团便是再度浮现，落在了3人的手中。光团散尽，出现在3人手中的却是3副精美的战甲和3件模样各异的兵器。这3样是我专门给你们配备的上品圣物战甲套装和上品圣物兵器。萧炎微微笑道：“穿上这战甲之后，除非是斗帝强者出手，否则就算是9星斗圣巅峰的全力一击，都难以伤到你们多少。”萧炎声音轻松，可落在萧战3人，包括大殿当中的其他人耳中，却是十分的震耳欲聋。穿上这战甲，竟然可以抵挡9星斗圣巅峰的攻击，这是何等可怕的战甲！斗气大陆的过去，可是从未有过这样的甲胄和兵器啊！对于众人惊叹的目光，萧炎却是微微一笑，没有解释什么。9星斗圣巅峰，其实力放在大千世界，其实也不过就是9品至尊巅峰罢了。而上品圣物，那可是对上位帝至尊乃至帝至尊大圆满级别的强者都有着不小作用的宝物。9星斗圣的全力一击根本伤不到这圣物分毫，而且其力量会被这战甲直接削弱到1%。9星斗圣全力一击的1%，实际上甚至已经只剩下1星斗圣左右的攻击力了。萧战3人虽然天赋在众人当中算是一般，可是借助着血脉之力和各种资源的支撑，如今也都是5星斗圣以上的修为。故而萧炎才敢说穿上这战甲之后，就算是9星斗圣全力一击都无法伤害他们分毫。若这战甲当中仅仅只是一名斗尊甚至斗宗，那就算是仅仅1%的力量，也依旧可以将对方震成烟粉。之所以给萧战3人准备的仅仅只是3套上品圣物级别的套装，主要还是萧炎考虑到3人的天赋实在一般，这一套装备已经足够他们未来使用数百年甚至更久了。在前世，萧鼎、萧厉都是萧炎成为主宰之后数十年才跨入到了天至尊，而萧战更是萧炎踏出大千世界之后，在宇宙当中寻找到各种宝物，才硬生生堆到了天至尊。故而在萧炎这一世离开大千世界之前，这些装备绝对够父子3人使用了。而后萧炎再度取出2套战甲，却是十分的精美，并且各自附带了一柄细长美丽的长剑。这2套是给你们暂时准备的，等你们将来达到斗帝境界甚至更为强大的天至尊境界之后，我会给你们换更好的。萧炎这2套战甲却是给云韵和亚菲准备的。5女当中，亚菲的修炼天赋最差，其次便是云韵。不过经过萧炎的日夜浇灌，2女如今其实也早已达到了斗圣，云韵更是已经达到了6星斗圣的修为。不过按照萧炎的估算，亚菲前世经过自己各种帮助，都仅仅只是停留在帝至尊大圆满，云韵则是同样在他成为主宰之后才成为天至尊。这一世即便是有着自己的帮助，2人想要达到天至尊，怕是同样需要至少100年。望着萧炎手中的2道精美战甲，2女的眼中并没有任何异样，只是美眸当中带着无限的欣喜。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是萧炎送的礼物，就算是一株草戒指，他们也会觉得十分的喜欢。尤其是这2件战甲的模样，几乎完全是按照他们的审美来打造的。对了，这些战甲你们在炼化之后会自动融入自己的体内，平时并不会显化出来，唯有遇到生死危机或是用斗气灵力催动之后才会显化。萧炎将几件战甲分配完毕之后，又不由得说道。闻言，众人都是微微一愣，旋即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越发的崇拜，心道萧炎的手段果然是高明。5套战甲发放完毕之后，萧炎也给轩儿、彩铃、小医仙3女各自准备了1套战甲，甚至连紫妍也拥有1套紫金色的精美战甲。这妮子乃是龙皇血脉，即便是放在大千世界都是最顶尖的超级神兽，这些年来修为同样进步凶猛，前不久刚刚踏入到9星斗圣境界，想来再过几年也将冲击帝境甚至天至尊境界了。除了众女之外，萧玄、古元、竹坤、药老都有着1件上品圣物组成的战甲，只是模样便是没有那般的精致美丽了，大致与萧战3人相差不多。若是这么看来，众人所得到的宝物似乎大致相同。不过萧炎接下来拿出的几样宝物，
却是令众人都是忍不住微微心颤了一下。因为萧炎再度挥手之间，足足7件模样不同的器物散发着可怕的光芒出现在大殿当中。当这7件器物出现的那一刻，萧炎甚至都要动用力量遮盖一下这7件器物的气息，以免造成太大的轰动。因为这7件器物尽数都是绝世圣物。先祖，这是你的。萧炎笑眯眯地将一把古朴长剑递到萧玄面前，萧玄则是心跳剧烈地将这长剑接过。这古朴长剑之上的气息竟然令他感到了莫大的压力。长剑入手，地之本源很快将之炼化。下一刻，大殿当中的众人都是感到一股无比可怕的锋芒之气绽放，那可怕的剑气甚至令他们这些斗圣都感到仿佛皮肤在被剑气刺痛。虽然是一种错觉，但足以看出这长剑的可怕。好剑，真是好剑。萧玄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长剑，他感觉有了这把剑之后，他的战力将会暴涨数倍不止。有了此剑，他甚至觉得可以在100招之内击杀之前的自己。此剑的威能强得不可思议。除去萧玄之外，古元也同样得到了一柄这样的长剑。至于竹坤，他得到的则是一对金色的龙爪。金色龙爪是萧炎击杀的一位色魔族魔帝的幽魔神兵，被他洗去魔气之后重新炼制而成。彩铃同样擅长用剑，萧炎炼制的则是一把精美无比的七彩宝剑。当他拿到手的那一刻，他就对此剑爱不释手。薰儿倒是不擅长用剑，不过他更擅长掌法印法，古族的古地印当年便是被他使得出神入化。故而萧炎特意将某位幽魔帝的幽魔神兵仔细重新炼制了一番，炼制成了一尊精美的大印。小医仙的绝世圣物最为特殊，那是萧炎偶然从某位玄魔帝那里得到的一件瓶子一般的玄魔神兵。经过萧炎洗炼重塑之后，这是分给众人的唯一一件仙品绝世圣物。此绝世圣物被萧炎命名为恶难毒瓶，可以容纳世间至强之毒，倒是颇为适合小医仙。而且未来飞升大千世界之后，小医仙或许是众女当中最快一位到达仙品天至尊的强者。毕竟大千世界当中可是还有着恶难毒体的传承。不过目前来看，众人手中的绝世生物所发挥的威能确实相差不多。毕竟想要将一件绝世生物的威能尽数催发出来，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兵器并不是越珍贵越强大就是越好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后一件绝世圣物则是萧炎专门给药老准备的一尊大鼎。此鼎是他熔炼一件绝世幽默神兵之后重新炼制而成。毕竟色魔族当中，甚至整个域外邪族当中，以大鼎为兵器的魔帝强者实在是太少。此鼎是他仿造丹神族的丹神鼎所重新打造，虽然威能要较丹神鼎差了一个层次，但对于目前的药老而言却是完全够用了。以萧炎这一世的进步速度，等他成为主宰之后，这些人或许都未能将这些兵器的威能彻底开发完毕。药老接过那大鼎之后，一张老脸便是瞬间笑得宛如菊花一般璀璨。此鼎不但威能极为强大，擅长防御攻击，更是对于炼丹炼药有着莫大的益处。与之相比，他曾经引以为傲的黑魔，此刻仿佛一堆破铜烂铁一般。至于其他几件绝世生物，他打算暂时留着当做未来斗气大陆的底蕴，留给后来诞生的真正的顶尖人家使用。将自己精心炼制的这些宝物分配完毕之后，萧炎又取出了足足5件准绝世生物交给萧玄。这5件准绝世圣物是他给药族、炎族、雷族、灵族、石族准备的。毕竟这些大族当年也算是站在萧炎这边的，对待他们，萧炎虽然不可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如此的友好，但总不至于太过亏待他们，该有的好处还是要有一些的。除了其他5族，就连丹塔、焚炎谷、花宗等势力也是有着圣物的分配。不过这些势力至今为止连一尊9星斗圣都未诞生，所以萧炎也就随手给了几件普通的圣物，由药老负责传递。至此，第一次的宝物分配初步完毕，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返回，准备不久后前往大千世界。入夜，炎神殿后方的寝宫当中，萧炎满意的从众女的房间当中走出，脸上的表情如沐春风。他所打造的这些圣物战甲，包括兵器，都是完美的符合了众女心中的审美。这不光代表着萧炎的炼器手段高明，更代表着他将众女放在心中。故而半年时间未曾开荤的炎帝大人也是得到了最大的欢迎，甚至大家都睡在了一起。事后，萧炎终于是说起了青眼镜的事情，而众女在听到之后，虽然起初脸上露出些许的不满之色，但今天的喜悦却是令他们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加上这是萧炎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也算是勉强的答应了下来，决定将来到了大千世界之后先相处一下试试。对此，炎帝大人自然是十分的开心，甚至不惜将自己苦苦修炼的天至尊本源再度分给众女一份。如此共度了一番春宵之后，萧炎才在第2天离开了斗气大陆。
他早已将斗气大陆和大千世界的空间通道打好，并且在专门的地方设立了专门的传送阵，传送的位置则是直达大千宫，可以说是绝对安全。域外邪族的下一次反扑即将来临，没有他的本尊坐镇，大千世界一方怕是没有人拦住自己的魔帝分身，如此估计真的要陨落几位圣品天至尊了。故而他的本尊很快就赶到了大千世界，并且携带了太阳阵盘、太炎斩魔剑这2件圣品绝世圣物。而很快伴随着他的本尊回归大千世界，域外邪族的一方经过商议之后，也终于下达了最终的进攻指令。以圣天魔帝为首的诸多天魔帝此番是磨刀霍霍，铁了心要杀几名圣品天至尊，以报之前3位天魔帝陨落之仇。而此次他们的目标却是一个令人熟悉的名字——出发！此次进攻的目标是摩诃古族。滚开！炎魔族新的神殿中央，萧炎巍峨魔躯坐在高大的王座之上，将身上缠过来的2个幽魔帝给推开。这2名幽魔帝是色魔族仅存的2位女性幽魔帝了，2人的身材俱是无比火辣，脸庞妖艳的可以魅惑众生。在得知自家族长陨落，族中精英被杀得七七八八之后，色魔族在外界侥幸逃过一劫的5位幽魔帝，在炼天魔帝坐镇色魔大陆之后，终于敢返回家乡。只不过当看到昔日那些熟悉的魔帝已经尽数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张张陌生的脸庞之后，即便是以域外邪族的残忍，他们此刻也依旧感到一种莫名的哀伤。色魔族如今已经是只剩下大猫小猫3两只了，连他们这些魔帝都失去了以往的地位。故而当这5位色魔族的魔帝回归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拜见了萧炎。毕竟炼天魔帝的威名已经在域外邪族当中彻底的传开，虽然圣天魔帝已经刻意隐瞒他的实力，可萧炎与战天魔帝大战的事情还是无法遮掩，域外邪族的高层都是知晓，这是一位不弱于战天魔帝的可怕存在。因此这5位色魔族的魔帝也是十分的识趣，归来之后便是想要立刻投靠到萧炎的麾下，甚至于他们个个施展魅惑之术，想要得到萧炎的喜爱。在这一方面，色魔族的确是天赋惊人，毕竟他们天生就无比擅长这一方面，而且还通晓魅惑之术。如当初被萧炎灭杀的那位魅魔族族长，那可是跟很多天魔帝都有一腿的人物，他的陨落可是令很多天魔帝都痛心疾首，为之惋惜。不过这5位色魔族的魔帝显然是打错了算盘，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这位炼天魔帝似乎根本对色欲没有任何的欲望。2名女性魔帝勾引他，被他直接无情地推开了。剩下的3名男性魔帝沉吟之后，也是朝着萧炎施展魅惑之术，然后靠着萧炎最近的1名男性幽魔帝便是被一掌拍成了肉泥。死玻璃，离本帝远一点！萧炎的魔帝分身望着剩下的2名男性色魔族魔帝，声音充满了冷漠和杀意，令2名男性魔帝都浑身颤抖了起来。他们早就得知了炼天魔帝无比的残暴，甚至连同族都杀，可是当亲眼看到自己的族人陨落之后，他们还是感到无比的恐惧。另一边，那被推开的2名女性魔帝同样浑身颤抖，目光敬畏地看着萧炎。本帝也不难为你们，你们4人暂时纳入我的麾下，与其他幽魔帝一视同仁。萧炎目光扫过4人，淡漠地说道：若是表现得好，将来地位自然可以提高；若是表现得不好，本帝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萧炎声音淡漠，令4名幽魔帝再度身体一颤，听说过炼天魔帝的残暴，和见识到这位的残暴可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位的杀戮之狠辣实在是太过可怕了。是，炼天大人，炼天大人，我们遵命。4名幽魔帝心中无奈，却知晓这是他们最后的手段了。没有一位天魔帝作为靠山，在域外邪族其实是很难混的，就算是魔帝也要依附在一位位天魔帝的麾下。如当年的异魔族、炎魔族，虽然族中甚至有着玄魔帝的存在，但他们的族长也依旧要站在某一位天魔帝的麾下，否则以域外邪族的内部斗争之残酷，将来某位天魔帝一个不高兴，或许就会将其灭杀。更何况这色魔族毕竟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的族人。知道就好，你们退下吧。萧炎淡漠地挥了挥手。色魔族的家伙的确是最擅长用身体去社交，不过他对于这些家伙却是没有任何的兴趣。他的本尊昨夜才在斗气大陆一夜春宵，或许色魔族的魔帝更擅长魅惑，在那一方面能令人更加舒服。不过萧炎的意志强大，又岂会在意这些？4位魔帝依次走出炼天魔帝的神殿，而后纷纷朝着周围的其他众多小型的神殿走去。这些都是萧炎麾下其他魔帝的宫殿，不过所过之处看到的场景却是令他们心中一凉。只见不远处，1名炎魔族的大魔王地至尊大圆满正搂着另外2名衣着暴露的色魔族族人，脸上尽是满足。其他的小型神殿当中，也有着来自各族的魔帝将1名冥色魔族的族人把玩，脸上笑容邪恶。
失去了色孽天魔帝的坐镇，以及原本的众多玄魔帝、幽魔帝，色魔族如今已经是无比的衰败。那些弱小的族人都没有了庇护，成为了其他各族的玩物。这就是族群衰败的下场吗？4名幽魔帝感到一阵悲哀。曾几何时，他们在同级魔帝的面前都是高人一等，如今却是只能看着自己的族人们迎合各族的魔帝，只剩下他们4个尚能自保。正在几人伤春悲秋之际，几尊更加高大的身影却是缓缓地将4人围住。你跟我来！一名玄魔帝目光扫过其中一名女性幽魔帝，眼中的贪婪不言而喻。其余2名玄魔帝的脸上同样露出神秘的笑容，盯着另外一名女性幽魔帝。你们2个跟我来！一名浑身散发着火焰的炎魔族魔帝盯上了2名男性幽魔帝，令原本心头就满是阴郁的男性幽魔帝终于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怒火。色魔族虽然享受欢愉，可是被迫服务却是另外一回事，这意味着自己的尊严要受到践踏。其他玄魔帝如此嚣张也就算了，面前这个幽魔帝是怎么敢的？大家同为幽魔帝，你竟然想要抢人所难，而且还要2个，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不过同样是一名幽魔帝而已，竟敢对我等大呼小叫！一名男性幽魔帝脸上露出不屑，不过他的表情很快就被对方的话语所打碎。姐姐，本帝乃是炎魔族的赤炎魔帝，是炼天始祖麾下有望最早踏入玄魔帝的族人。你们2个跟我说话最好客气一点。赤炎魔帝望着2名幽魔帝大变的脸色，内心无比的舒爽，庆幸自己当初表现得最为殷勤。随着炼天魔帝的崛起和他那无比残暴的杀伐手段，色魔族原本的疆域和周遭大大小小的30多位魔帝都是被他尽数降服，不服的即便是玄魔帝都要被直接斩杀。这也就导致这些被萧炎收服的魔帝们对于这位炼天魔帝无比的敬畏，连带着的则是整个炎魔族的地位都是瞬间上升。赤炎魔帝在内的3位幽魔帝，如今即便是在那些玄魔帝面前都是被对方恭维，十分的有面子。毕竟他们3位幽魔帝是炼天魔帝最信任的3位手下，尤其是赤炎魔帝，距离突破玄魔帝都是不远，自然地位更高一筹。这一点2名色魔族的幽魔帝心中同样清楚，所以他们脸上原本的不屑顿时如同霜打的茄子一般粘了下去，被迫跟着赤炎魔的回到了他的神殿。这些没用的东西！萧炎的魔帝分身坐在神殿中央，实际上已经将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收入眼中。自从他炼天魔帝的名声传播开来，炎魔族入主了这色魔大陆之后，这些炎魔族的族人便是一个个狐假虎威，在这色魔大陆上作威作福了起来。加上他新降服的众多魔帝，令原本就混乱的色魔大陆变得更加混乱，每天发生的都是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罢了，便是让你们再快乐一段时间，等到我大计成功，你们都将成为本帝踏入主宰境界的祭品。萧炎嘴角露出一抹森冷笑容，对于域外邪族，他可没有什么好留守的地方。啧啧，炼天真是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这色魔族的家伙们说不。一道无形的空间波动传来，萧炎的目光也终于不在那些不堪入目的场景上观察，而是将目光看向了突兀出现在大殿当中的黑袍人影。圣天魔帝，看来你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了。萧炎目光盯着圣天魔帝，眼神开始变得兴奋，似乎即将开始的杀戮令他无比的激动。望着萧炎那杀意涌动的双目，圣天魔帝却是忍不住微微叹了口气，心道这炼天魔帝简直就是一个只知道杀戮的疯子。这域外邪族当中可是很少有人能够对色魔族的诱惑说不得，而这个家伙竟然只对杀戮更感兴趣。不过越是这样越好。圣天魔帝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这炼天魔帝越是杀越残暴，那他对于域外邪族的作用也就更大。至于他偶尔残杀的几名幽魔帝甚至玄魔帝，对于圣天魔帝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只要能够救出圣神，完成圣神的伟大意志，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不错，你此次的目标便是摩诃古族以及神兽一族当中的凤凰族。圣天魔帝目光深邃，其中却是有着无比可怕的杀意。域外邪族死了3位天魔帝，他自然也是想要击杀3位圣品天至尊来扳回一局。摩诃古族还有凤凰族，萧炎目光微微眯起，满是战意的双目却是毫不在意，淡淡的说道：这2族当中似乎只有凤凰族的那位凤王达到了圣品后期。不错，你的目标便是那摩诃古族的2名老祖和凤王凤尘。圣天魔帝微微点了点头。凤凰族和真龙族是并列为神兽一族当中最为强大的2个族群，当代的凤凰族当中便是有着2位圣品天至尊坐镇，而真龙族则是有着足足3位圣品。这2大族群是足以与暗魔族、星魔族媲美的超级族群，比起人类的5大古族都是丝毫不弱，尤其是真龙族，甚至堪称是大千宫之下最为蛮横的势力。当然，岁月流转，即便是圣品天至尊也有陨落的时候，
真龙族能够在这一时代当中成为顶流，其他各族也都有过极为辉煌的时候。而此次圣天魔帝的目标，除了摩诃古族的2名老祖之外，便是还有着凤凰族的凤王凤尘。这是凤凰族唯一的一位圣品后期，放在整个神兽一族都能排到前5的超级存在。若是能够将其斩杀，对于大千世界一方的影响力，可丝毫不逊色于色孽天魔帝与域外邪族。2大阵营一旦开战，那神兽一族也有义务按照大千宫的分配来支援边境。凤凰族与摩诃古族的关系一向还不错，根据这半年的战斗来看，那凤王凤尘便是驻守在了摩诃古族。圣天魔帝目光看向萧炎，那凤王凤尘的实力虽然强大，但正面战力甚至比战天魔帝还要略弱一分，只是速度比起后者更加快速。以你的实力，出其不意之下，即便是他速度再快，也能将其瞬间重伤。有心算无心，击杀他并非难事，甚至若是能够击杀摩诃古族的另外2位老祖，就更好了。说到这里，圣天魔帝的心中甚至闪过了一丝兴奋。若是能够将摩诃古族那2个圣品给击杀，那我会用最快的速度调动大军，将摩诃古族整个的都给抹去。显然，对于大千世界一方派人偷袭域外邪族，导致其中2个大族险些覆灭的事情，圣天魔帝一直是耿耿于怀。此次竟然打算直接强行灭掉摩诃古族。事实上，无论是域外邪族的各个顶尖大族，还是大千世界的各个古老神族，想要将对方的族群整个的抹杀，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击杀对方的圣品天至尊天魔帝。因为这种层次的强者自身已经与那超级大陆的本源有所融合，加上各族当中都是有着自己的镇族之宝和大阵，就算是圣天魔帝乃至现在的萧炎想要将其攻破都是无比的困难。但是若是将对方诱骗出来，那击杀的难度便是会大大的降低。而一旦将对方击杀，失去了天魔帝圣品的镇守，那这一方超级大陆的本源，包括族中的镇族之宝，便是无人能够完整的催动。如此一来，想要灭杀对方的族群，自然会轻松许多。圣天魔帝此次便是想要用炼天魔帝这张底牌，一举击杀摩诃古族的2位老祖，然后顺势将摩诃古族灭掉。不过他却是不知道，他的所有计划在此刻被大千世界另一端的人所知晓。在听到他的计划之后，面前的炼天魔帝却是没有丝毫的动容，反而一张凶厉的脸庞之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失望之色。就他们3个？萧炎故作失望的声音却是令圣天魔帝嘴角微微抽搐。3个圣品天至尊还少吗？要知道，无论是在大千世界还是域外邪族，只要能够成为圣品天至尊天魔帝，便是可以瞬间支撑起一方超级势力。他们每一位都是双方支柱一般的存在。不过鉴于这炼天魔帝之前击败战天魔帝的恐怖战力，圣天魔帝这才觉得对方应该还是有机会击杀3人的。此战我会派遣雷天魔帝做诱饵，吸引摩诃古族和凤王凤尘前来参战，甚至也有可能会引动其他圣品。至于究竟能够斩杀几位，那就要看你自己了。圣天魔帝盯着萧炎缓缓笑道，若是这炼天魔帝能够多击杀几位圣品，那他自然是更加的高兴。只不过对此他也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一旦有了第1位圣品陨落，那其他圣品见势不妙之下想要逃跑可并不算难。圣品天至尊和天魔帝要是好杀，双方也就不至于僵持这般漫长的岁月了。心中如此想着，圣天魔帝却是没有再多说，只是笑着的扫了一眼萧炎说道，无论如何这3人你是一定要斩杀的，至于其他人自然是越多越好。3天后大战开始，我等着你大放光彩的时候。他话音落下，便是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当中，只留下萧炎静静地坐在原地。3天之后吗？萧炎坐在王座之上，咧嘴露出一抹笑容。3天之后，大千宫当中正在与萧炎对饮的青山剑圣瞳孔微微一缩。不错，3天之后，域外邪族或许就会发动下一轮的突袭了。他们此番的目标或许是想要击杀几位圣品天至尊。萧炎露出笑容，却是令青山剑圣微微心惊。他想不明白，域外邪族哪来的这么大的把握，竟然想要击杀己方的几名圣品天至尊。而且他更是想不明白，萧炎为何会知晓得如此的清晰。若是他们真的如此，那我们……青山剑圣欲言又止的看了一眼萧炎，无妨，他们的计划由我来解决就好。刘兄只需要调动大千宫的力量好好防御，尽量减少一些伤亡便是。萧炎微微一笑，仿佛胜券在握一般。不过这事也只有你我知晓，且不可再让旁人知晓。萧炎叮嘱道，若是被圣天魔帝知道自己的计划，前脚刚说出去，后脚便是已经被大千世界的强者知晓，那就算圣天魔帝再笨，他也应当想得到炼天魔帝有着巨大的问题了。故而萧炎只能提醒最高指挥官青山剑圣，让他留意域外邪族接下来的动向，以此加强戒备，却并不能让大千世界的其他人都知晓。我知道了。青山剑圣神色凝重的点了点头，目光扫过萧炎之后，
却是忽然笑道：“不过，我倒是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真的能够在半年的时间里突破到圣品的层次。当年你以仙品巅峰的实力就能爆发出圣品后期的战力，如今初入圣品，真不知道你的实力又到了怎样的程度。”说到这里，青山剑圣看向萧炎的目光，除了满满的期待感之外，更是有着一股火热之意。他自身已经是大千世界最顶尖的强者之一了，或许不死之主、真龙帝等几位超级存在可以跟他打得不相上下，可自从踏入这一步之后，大千世界可就再没有人能够1对1的绝对胜过他了。而萧炎突破之后的战力，想必可以令他十分的期待。现在的战力吗？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3天之后，你自然会知晓了。闻言，青山剑圣也只能是无奈一笑。若是放在平时，他必然是要跟萧炎好好的比较一番，看看双方的实力究竟孰强孰弱。不过大战在即，他与萧炎若是打上一场，难免会被域外邪族察觉到对方的实力。炼天魔地是域外邪族手中的一张大的底牌，可萧炎又何尝不是大千世界的一张巨大底牌？只不过，若是青山剑圣知晓那炼天魔地就是萧炎的魔地分身的话，怕是不知道他内心又将有着怎样的想法。对于这些，萧炎却是满不在意，只是笑着说道：“我在大千宫当中开辟了一处空间通道，最近2日怕是会将一些族人接过来，到时候还需要刘兄你多多照顾了。”无论如何，这青山剑圣才是大千宫如今的代理公主。闻言，青山剑圣也是微微一笑道：“放心吧，紫雷真君已经专门等候在你的宫殿一旁，等到你的族人来到此地，他会专门帮助他们认知大千世界的。”听到青山剑圣的安排，萧炎也是略微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跟紫雷真君关系还算不错，知晓此人办事也还靠谱。对于这等小事，紫雷真君自然是不会出错。大千世界北境，一处巍峨无尽的大陆中央当中，有着一座巍峨神殿屹立，神殿通体呈现黑白交融之色，仿佛天地初开的阴阳2气交融，又仿佛混沌气流缠绕，看上去十分的神秘。此地便是摩诃古族镇守统领了无数年的大本营，大千世界排名前10的超级大陆之一摩诃大陆。在那摩诃大陆的中央，那尊巍峨的黑白神殿则是摩诃古族族人心中的圣地，同时也是摩诃古族的权力中心摩诃神殿。此刻在那摩诃神殿当中，2名老者高坐在最上方，正是摩诃古族的2名圣品老祖。而在2人的中央，却是有着一众星拱月一般被2人甚至神殿当中众多天至尊围绕起来的金发俊美男子。凤尘兄，来，凤尘老弟，喝酒。摩诃古族的2名老祖都是笑眯眯的给那俊美男子斟酒，而下方30多位摩诃古族的天至尊，包括10多位发色不同，脸上隐约有着羽毛痕迹，不似人类的天至尊，则是都颇为崇拜的望着那中央的金发俊美男子。这其中甚至有着摩诃古族的摩诃天，他望向那俊美男子，同样有着一抹向往之色。凤王，凤尘，凤凰族当代的第一强者，圣品后期的超级存在，即便是放在整个大千世界，也是隐约可以排到前10的超级强者，与神兽一族当中的通天大元王、鲲鹏老祖等超级存在并列。大千世界当代的众多强者当中，目前只有青山剑圣、不死之主和真龙帝有着绝对把握胜过他。此番色孽天魔地陨落，本以为对我族而言是好事，让我族大大减轻了负担，可却是没有想到，那域外邪族当中竟然诞生出了一尊更加可怕的炼天魔地。众人饮酒之间，摩诃古族年龄最大的那位老祖却是忍不住微微一叹。闻言，其他摩诃古族的天至尊们也是忍不住微微一叹，脸上都是浮现了一抹焦虑之色。摩诃古族过去主要负责防备的便是色魔族和部分战魔族和尸魔族的疆域，不过另外2族虽然也有部分疆域需要摩诃古族负责镇守，可战天魔帝和尸魔族的2位天魔帝却是很少进攻摩诃古族，他们也需要应对其他的圣品天至尊强者。原本以为色孽天魔地陨落之后，摩诃古族的压力会骤然减少许多，可谁能想到那炼天魔帝竟然又来到了此地。对于这位炼天魔帝，早在数年之前，众人便是有所耳闻，知晓这是一尊无比凶残的魔帝强者。当年仅仅只是玄魔帝的时候，便是可以与战天魔帝这等顶尖天魔帝厮杀，如今突破到了天魔帝，只怕会更加强大。而且域外邪族不久之前也是曾经传来消息，说这炼天魔帝出关之后，又与战天魔帝大战了一场，据说是已经不相上下。不过根据众人的推测，此番大战或许是那炼天魔帝占据了上风都不一定。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侧面印证了这炼天魔帝的战力之可怕。面对这种等级的强者，饶是以这2位摩诃古族老祖的实力，都感到有了不小的压力。他们2人俱是圣品中期的实力，虽然未曾与炼天魔帝交过手，可也与战天魔帝大战过一次。那次的结果便是1对1的情况下会被对方压着打，若是战斗时间太长了，甚至怕有着陨落的风险。不过
二人联手之下，却是勉强可以抗衡战天魔帝。只是，若是再多出一位战天魔帝级别的存在，甚至超越战天魔帝的战力，那他们唯一的办法，便是只能缩回摩诃大陆当缩头乌龟了。一旦回归到自己所属的超级大陆，借助大陆本源的力量，别说是战天魔帝这种级别的战力，就算是圣天魔帝也无法强行攻破。圣品天至尊借助超级大陆本源的力量催动阵法，加上族中的各种底蕴和绝世圣物，那在自己所属的超级大陆当中就是近乎无敌的存在。不过，若是真的被对方打成缩头乌龟一般，却也是极为丢脸的事情了。无妨。高台之上，凤王凤尘听说之后，却是微微一笑。当年与修罗天魔帝一战之后，我对于火焰一道的参悟又有所进展。虽然到了我这一步，实力提升的颇为有限，不过想来对付战天魔帝这一层次的强者也不算难事了。凤尘目光扫过众人，说出的话令两位摩诃老祖和众多天至尊都感到欣喜。听说那炼天魔帝是炎魔族当中诞生的第一位天魔帝，是领悟了火焰大道的存在，说不定跟他交手会对我有着新的感悟。这炼天魔帝，你们尽管交给我来对付便是。我虽然没有绝对把握胜过对方，但战个平手或是拖住这个家伙，应当也并非什么难事。话音落下，众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一抹喜色。有了凤王的帮助，这炼天魔帝所带来的威胁也是终于被降低了许多，甚至若是三位圣品联手压制对方，甚至斩杀对方，也是有着希望的。来，我来敬凤王一杯。摩诃古族的一名老祖笑着说道，另一名老族也是端起了酒杯。三人的下方，30多位摩诃古族的天至尊和10多位凤族天至尊同样满脸笑容。萧炎哥哥，原来你在大千世界已经有了这般的威名，夫君，你真厉害。是啊，萧炎，原来你在这大千世界都已经到了这般程度。炎帝大人竟然能够在大千世界都闯出这般威名，当真是我斗气大陆之幸事啊！大千宫的另一侧，萧炎那放在往日无比空旷的巨大宫殿，此刻竟然显得有些拥挤。大殿当中，斗气大陆超过80%的斗圣强者都已经来到了大千世界。此刻，他们一个个脸色都是微微有些苍白，双目却是带着璀璨的光芒。出入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的规则正在令他们体内的斗气不断的流逝，在完成灵力转换之前，他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肉身力量。就算是萧玄等已经成帝的强者，斗气也依旧在不停的流逝。当然，斗帝强者即便是斗气完全丧失，依靠着肉身、灵魂还有那可怕的地之本源结合，依旧可以爆发出地至尊的实力。不过，众人此刻的眼中并没有任何的担忧，因为他们对于萧炎无比的信任。呵呵，这些年运气还算不错，侥幸走到了这一步。将众人引导到大千世界之后，萧炎便是将那些普通斗圣交给了紫雷真君指引，唯有自己的家人留在了自己的宫殿当中，由自己亲自指导。经过3日的时间，众人体内的斗气都是已经散去了大半。不过萧炎早已为众人准备好了修行灵力的法门，令他们尽快的适应大千世界，好好修炼。等你们修炼到至尊境界之后，我再给你们一些好东西。萧炎微微一笑，大手一挥，海量的至尊灵液直接化作浩荡河流，将整个宫殿给包围，令众人有着充足的灵力转换。好东西？什么好东西？众人有些好奇地望着萧炎，萧炎却是神秘一笑。忽然，萧炎的脸色微微一变，目光看向了北方，双目开始缓缓地出现了一抹战意。你们先在这里好好修炼，我暂时出去一趟。萧炎将众多提前准备好的宝物留下之后，便是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就在刚刚，他的魔帝分身接到了圣天魔帝的传令，信息非常的简单，仅仅只有4个字：动手，开战。当这道信息传出的那一刻，整个域外邪族在这一刻便是已经沸腾了起来。位于域外邪族南部边境的10几位天魔帝，在这一刻便是携带着众多玄魔帝、幽魔帝齐齐出动，至于魔王魔将更是多如牛毛。而萧炎的本尊在得到这一消息之后，也是骤然消失在了大千宫当中，朝着摩诃古族的方向疾驰而去。对于摩诃古族乃至于凤凰族，他都没有太大的好感，虽然谈不上太过厌恶，但绝对是没有太多的好感。但无论如何，双方终归是大千世界一个阵营的天至尊，萧炎自然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直接陨落。更何况此次负责攻击这3大圣品的存在，便是自己的魔帝分身。域外邪族要动手了，你们做好准备。萧炎离开之前，仅仅留给青山剑圣这么一句话，便是已经骤然消失在了原地。大千宫当中，青山剑圣在接收到这条消息之后，双目骤然爆发可怕的光芒，大千令出现在手中，迅速对着边境近半的天至尊们下达了号令：域外邪族即将入侵，大家做好准备。青山剑圣仅仅一句话，便是令北境疆域的众多势力迅速紧张起来。虽说对方即便是突袭，也很难撼动众多顶尖势力的根基，但若是打上一个措手不及，那陨落几名普通天至尊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离开大千宫之后，萧炎每一步迈出，便是足足100万里的距离。魔诃古族与大千宫总部的距离本来就不算太过遥远，以他如今圣品的实力，速度更是快到了一个极致。这种可怕的速度，就算是一些圣品天至尊看到之后，恐怕都会目瞪口呆。而与此同时，伴随着整个域外邪族大军的调动，萧炎那位于色魔大陆当中的魔帝分身在这一刻也是终于站了起来。都别玩了，圣天魔帝的命令到了，诸位，随我杀向大千世界！炼天魔帝的声音在一瞬间响彻了整个色魔大陆，令许多原本趴伏在色魔族身上的魔帝们纷纷抬头，原本轻浮的脸庞之上都是变得严肃起来。他们不敢在这些魅魔的身上有着丝毫的停留，纷纷拔出武器，化作一道流光，朝着那已经出现在天空之上的巍峨魔影疾驰而去。炼天魔帝的残暴，他们彼此心中都是有所知晓的。对方一旦下令，只要有着丝毫的犹豫，那可怕的虚空破灭戟或许就会直接落在你的头上。这是一尊不容违逆的存在。此刻若是贪图这一时的欢愉，那下一刻怕是就有可能会丢掉性命。故而，随着萧炎的一道命令下达，一道道滔天魔影便是纷纷从色魔大陆的一个个角落当中飞出。眨眼之间，竟然有着足足30多位魔帝出现在了炼天魔帝的身后，而在其身后还有着一道道魔王魔将的身影，如同蝗虫一般席卷而来。短短几天的时间里，萧炎已经将原本色魔族疆域范围内的众多小族尽数统治，不服从他统治的，此刻已经化作一团飞灰了。天空之上，萧炎再度化身万丈之高的魔帝之躯，手中银色的虚空破灭戟微微震荡，望着那迅速汇聚的30多位魔帝，他这才微微点了点头。还不错，接到本帝的命令之后就迅速汇聚了。萧炎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但是一群魔帝却是纷纷庆幸自己没有被那些魅魔迷惑的忘记了谁才是真正的魔。赤炎，你带着2名魔帝在此统领大军，待会儿你要率领1000魔王、1万魔将和100万魔兵前往魔诃古族，若是晚了，你知道后果的。萧炎声音轰鸣，另一旁的赤炎魔帝内心微微一颤，连忙称是。别看他平日里总是借着炼天魔帝的名号狐假虎威，可他却是无比的清楚，就算是自己惹得这位炼天始祖不开心了，那也有着被击杀的风险。当初他和另外2名炎魔族的幽魔帝可是亲眼看着炼天魔帝将族中其他违逆他的魔帝尽数斩杀的，有些家伙就算求饶都是未能逃过一劫。是，师祖。赤炎魔帝赶忙点头。闻言，萧炎的魔帝分身这才微微点头，留下2尊幽魔帝之后，望着身后那足足30位魔帝强者，萧炎手中的银色大戟也是朝着远处重重一挥，可怕的银色光芒撕裂天地，露出一道巨大的裂缝。出发，随本帝灭了魔诃古族。萧炎仅仅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却是令无数魔帝心神澎湃。杀！追随炼天陛下，灭掉魔诃古族！众多魔帝嘶吼着，跟随炼天魔帝化作流光，朝着魔诃古族的方向疾驰而去。开口便是灭掉魔诃古族，这是何等的气魄！那可是49000年来都一直将圣族挡在外界的顶尖大族，有着无比雄浑的底蕴。若是寻常魔帝说出这种话，就算是天魔帝这么说，他们也只会当此人大概是疯了。但是说出此话的是炼天魔帝，这是一位比战天魔帝还要可怕、还要凶残的存在。或许他真的就可以灭掉整个魔诃古族呢？若是如此，他们这些跟随参战的魔帝们也是大功一件，甚至将来可以在域外邪族的历史上留名。这对于他们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荣耀？萧炎手持虚空破灭戟，黑色火焰直接撕裂面前的空间，令众魔的速度再度暴增。不过，他的目光扫过身后的众多魔帝，眼底却是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诡异之色。倒是不知道，这30位魔帝此次又有几人能够活着从这里回来呢？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这些可怜的家伙，还不知道一直统领着他们的炼天魔帝，其实也是大千世界的人吧。数个时辰之后，萧炎的本尊早已来到了魔诃大陆附近的某个岛屿之上，他隐匿了自己的身形，只等待接下来的大战爆发。此刻，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的魔帝分身距离自己已经越来越近了。而此刻，魔诃古族显然已经接到了青山剑圣的传讯，整个魔诃大陆都是已经升起了一座无比可怕的圣品大阵。天空之上，一枚黑白交融的瓶子静静地悬浮在大阵的最上空，释放着极为可怕的威能。魔诃古族的镇族之宝，圣品绝世圣物魔诃无量瓶。同时，魔诃古族的2名老祖同样携带着魔诃古族的足30多位天至尊悬浮在虚空之上，另一边更有着凤王凤臣携带着10多位凤族的天至尊悬浮，足50位天至尊悬浮在天空之上，连魔诃天也同样在其中。只不过此刻众人的脸上早已没有了先前的那般谈笑风生，而是充满了肃杀。跟域外邪族的战争从来都不是儿戏，而是会死人的。自从萧炎击杀了色孽天魔帝，
跟青山剑圣袭击了2大魔族的大本营之后，域外邪族与大千世界的大规模战争便是再度被彻底的掀起了。在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当中，就算是圣品天至尊都有着陨落的危险，更别说是普通天至尊了。此刻，即便是凤王凤尘都是神情严肃。圣品后期的强者已经算是这个世界的巅峰存在，理论上讲，这种强者已经不太可能陨落。但事实上，这些年来陨落的圣品后期强者同样不少，如当年的破灭大帝、太眼天尊，又或者是前不久的色孽天魔帝，都是圣品后期的强者，可依旧是陨落了。在这种没有规则和顾忌的厮杀当中，一旦各种阴招都用上，任何人都有着陨落的风险。在众人严肃的脸庞当中，远处的天际渐渐有着一道淡淡的黑线浮现，而后这黑线便是越发的真实和浓郁。随着时间的流逝，黑线开始距离的越来越近，直到这一刻，那黑线当中的真实情况才缓缓地浮现在了众人的目光当中。而当看到这黑线当中的真实情况之后，即便是众人心中早已有了预料，但心中依旧是有着不小的压力，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黑线，而是完全由一排魔帝所组成的绵长战线。除了萧炎的魔帝分身所率领的30位魔帝之外，早已接到圣天魔帝命令的雷天魔帝同样率领了20多位魔帝前来支援。他倒是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那就是诱饵。而此刻50多位魔帝彼此汇聚成一条绵长的展线，彼此的背后都是有着滔天魔气释放，宛如一片长达数十万里的黑色魔气浪潮，看上去极具威慑力。这样的一幕不但发生在摩诃古族，同样发生在大千世界北境的诸多超级势力之外。大千宫、圣渊大陆、泰林古族、荒神族等顶尖势力，同样有着一位位天魔帝率领着数十位魔帝和背后浩荡的大军杀来。圣天魔帝，没想到上次你们刚刚陨落了几个魔帝，此次又要跟我等一战了。青山剑圣站在圣渊大陆之外的一处虚空之上，身后跟随着足足上百位天至尊，而圣天魔帝则是冷笑一声，身后同样跟随了上百位魔帝。青山，少废话，你大千世界杀了我足3位天魔帝，今日本帝也要你大千世界陨落至少3位天魔帝。暗天魔帝，你敢阻我？属于神兽一族的一处疆域当中，一头身长100万丈的太古巨龙，目光死死地盯着面前宛如黑洞一般的身影。姐姐，真龙殿，这一次就让我暗魔族跟你们真龙族好好玩玩。黑洞人影发出一声怪笑，身后的无数魔影瞬间爆发出了滔天魔气。动手，杀了他们！暗天魔帝发出一声低沉的笑声。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域外邪族一方的无数魔帝便是爆发了可怕的威能，滔天的魔气连在一起，仿佛将整个大千世界的北境都连成了一条漆黑战线。但在他们动手的同时，同样一道道万丈灵光也是在大千世界的阵营爆发开来。动手，胆敢入侵我大千世界，今日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域外邪族强大，但大千世界同样不是吃素的。一瞬间，无数天至尊同样浑身爆发亿万灵光，无数灵光汇聚，同样快要连接成一条绵延的晶莹光线。大战一触即发。而此刻，那位于摩诃古族之外的炼天魔帝和雷天魔帝也终于是下达了命令：杀！萧炎银色大戟摇摇一指，一道银色光芒已经撕裂天地，似乎想要将整个摩诃大陆都给撕裂一般。另一边，雷天魔帝同样咧嘴一笑，只见他一脚踏出，方圆100万里的天地已经化作一方无尽雷域，无数漆黑的雷霆落下，似是每一道都足以瞬间劈死一位帝至尊。炼天魔帝，早听说你在域外邪族当中凶名赫赫，今日就让我凤尘来领教一下你的厉害吧。几乎是在萧炎动手的那一刻，一道尖利的凤鸣传来，下一刻2道燃烧着赤红火焰的羽翼同样撕裂天地，将那一道银色光芒轰碎。可怕的波动散去，一名金发的俊美男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在他的身后，一头同样堪比天地之高的巨大真凤虚影环绕，其上隐隐有着无比可怕的火焰燃烧，仿佛可以焚天灭地。雷天魔帝，你一个天魔帝中期也敢来我摩诃古族叫嚣？同一时刻，摩诃古族的2名圣品天至尊也是一步踏出，神色不善地盯着雷天魔帝。雷天魔帝的100万里雷域看似无比可怕，足以令天至尊都胆颤。可是摩诃古族2名老头身上同样释放着黑白交融的神秘领域，轻松将雷天魔帝的雷域阻挡。论起实力，他们2人任何一人都不弱于雷天魔帝，此地更是摩诃古族的大本营。倘若今日没有那炼天魔帝，他们甚至觉得加上凤尘的力量，完全有希望将雷天魔帝留在这里。没有丝毫的多余可言，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不但是5位圣品天魔帝级别的战力瞬间厮杀在了一起，就连双方麾下彼此的50多位魔帝都是瞬间动手。顷刻间，足100多位天至尊魔帝战力厮杀在一起，可怕的战斗风暴几乎是瞬间令方圆上千万里的空间都尽数崩碎。
好在魔河大陆之上有着圣品大阵守护，否则怕是会瞬间生灵涂炭。若是普通的高等位面，恐怕在片刻之间就会被这可怕的战斗余波直接毁灭。而在这无比可怕的战场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炼天魔帝与凤王凤尘之间的战斗。这两位都是圣品后期的顶尖战力，是双方阵营当中都足以排到前10的超级存在。而且，这两位还都是极为擅长火焰的超级强者。他们二人战斗的区域核心，甚至连一些玄魔帝和仙品都不敢靠近。轰隆隆，无尽的黑色火焰和赤红火焰碰撞，方圆100万里的空间直接被焚烧成了虚无。而在这可怕的碰撞当中，那金发俊美男子却是最终倒退了数百里，一双狭长眸子看着那手持银色大戟的巍峨身影，眼中终于露出了一抹浓浓的忌惮。炼天魔帝，你很强，你比战天魔帝还要可怕。凤王凤尘话音落下，而后便是浑身燃烧起了赤红色的火焰。火焰当中，体型丝毫不弱于魔帝之躯的巍峨真凤骤然幻化。不过，我这些年可也不是白过的。天空之上，巨大真凤浑身燃烧着焚天火焰，可怕的高温令远处的很多魔帝都是忍不住微微色变。另一旁，萧炎的魔帝分身则是同样饶有兴趣地望着这一幕。看样子，这凤王凤尘这些年来实力也是再度有所增进，似乎无论是火焰还是战斗，都要比过去的情报上强了些许。他身上的真凤之火，此刻已经超越了当初萧炎炼化的金乌神火，比恒星中央的温度还要可怕许多。如此可怕的真凤之火，的确是对于寻常天魔帝都有了些许的威胁。不过，玩火这种事情，你怕是真的找错了人了。萧炎无奈地摇头一笑，下一刻，无尽的漆黑火焰从他身上燃烧，所爆发的威能则是瞬间压制了凤王凤尘身上的真凤之火。这真凤之火，即便是再如何的强大，又怎么能够跟萧炎比较呢？他这道魔帝分身的地炎，可是接连炼化了数十位魔帝的本命之火，更有着虚空破灭焰这等破坏力极为可怕的超级火焰，还有着圣魔族珍藏的诸多神奇火焰。论起威力，萧炎这魔帝分身的本命之火，怕是不会弱于大千世界的任何一种火焰了。即便是万火榜排名前3的超级火焰，也无法压制他分毫。玩火，你还嫩了点。萧炎的魔帝分身咧嘴一笑，携带着无尽毁灭气息的火焰，朝着凤王凤尘杀了过去。望着这一幕，凤王凤尘终于是脸色微微一变。不好，你们2个快点动手，杀了那雷天魔帝再来帮我。凤王凤尘话音落下，万丈巨大的真凤身躯化作一道无比迅猛的流光，跟萧炎的魔帝分身厮杀在了一起。他本以为自己苦修这么多年，实力想必已经真正的媲美了战天魔帝，对付一个小小新晋天魔帝应当问题不大。可看到萧炎身上的黑色火焰之后，他才发现自己似乎错了。这炼天魔帝虽然仅仅只是一个新晋天魔帝，可就像传说中的那般，当年他未入天魔帝便是可以与战天魔帝一战，如今迈入天魔帝之后，实力果然是更加的可怕。他的实力应当是比起战天魔帝都要更胜一筹了。放眼域外邪族，如今恐怕也就圣天魔帝、暗天魔帝能够更胜一筹了吧。凤王凤尘虽然感到炼天魔帝的强大无比的棘手，但眼中却也没有太大的畏惧。虽然这炼天魔帝比自己还要强上一些，但终究还是强的有限，压制自己容易，想要击杀自己可就难多了。他的真凤之躯经过上万年的淬炼，其血肉比灵品绝世圣物还要坚韧，其骨骼更是堪比仙品绝世圣物，加上无尽灵光的加持，就算那炼天魔帝手持圣品绝世圣物，但只要不是伤到他的要害，那便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轰隆隆，2位最为顶尖的存在大战，无尽火焰席卷周围数百万里，可怕的火焰令空间焚灭，海水蒸发，视为最可怕的战场。凤王凤尘虽然比炼天魔帝稍弱一筹，但也仅仅只是落入下风。那炼天魔帝想要击杀他，似乎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双方之间的战斗似乎已经陷入到了僵局当中。而另一边，魔河古族的2名老祖却是直接召唤了魔河无量身，2尊黑白相间的万丈法身爆发可怕的黑白领域，丝毫不亚于雷天魔帝的无尽雷域。甚至2尊法身相互配合之间，那可怕的威能甚至比雷天魔帝的无尽雷域更加可怕，将其死死的压制。雷天魔帝，受死！魔河古族的2位老祖发出怒吼，一道道黑白气流化作无数神树，朝着雷天魔帝厮杀过去。在听到凤王凤尘的声音之后，他们显然也是知晓了那炼天魔帝的强大与可怕，彼此联手之间的攻势瞬间变得无比的恐怖。他们要尽快在最短的时间当中重创甚至击杀雷天魔帝，唯有这样，魔河古族才有希望在这场战斗当中取得胜利。否则，双方无非是一直陷在一个可怕的僵局当中罢了。2人2打1之下，雷天魔帝被打得连连败退，他的余光扫过那始终仅仅只是压过凤王凤尘的炼天魔帝，心中却是暗叹，这炼天魔帝的演技真是不错。
别人不知道这炼天魔帝的真正实力，可他身为域外邪族最高层之一，更是此战的核心诱饵。他可是早就知道炼天魔帝当初差点将战天魔帝打死的事情。这份王凤尘虽然实力更进一步，甚至足以媲美炼天魔帝了，但他若是知晓炼天魔帝的真正实力，他一定会后悔答应魔河古族前来此战的。雷天魔帝心中冷笑一声，无尽雷霆席卷，化作2道雷龙抗住2道黑白气流，脸上故意装出一副惊怒的表情。老东西，你们两个真是欺人太甚，当真以为本帝奈何不了你们吗？话音落下，雷天魔帝的手中忽然出现一座宛如宫殿一般的宝物，只见他随手一扬，那原本仅仅只有巴掌大小的宫殿瞬间吞噬了四周的无尽雷霆，眨眼之间便是化作100万丈巨大的雷霆宫殿。雷魔域，给我震！雷天魔帝低吼一声，无尽雷霆汇聚到那巨大的宫殿当中，令那雷霆宫殿的威能再度暴涨，朝着摩诃古族的2位老祖身上镇压过去。在这雷魔域的帮助之下，雷天魔帝的气势甚至一度隐隐压住了2位摩诃老祖，令2人周围的黑白气流领域都是微微颤抖避让。然而面对这一招，那2名摩诃古族的老祖却是丝毫不慌，反而是相互对视一眼，而后便是不再犹豫。只见那名年纪最大的摩诃老祖手掌一挥，那一直镇守在摩诃古族上空的玉瓶终于脱离了出来。当这玉瓶脱离出来的那一刻，整座天地的气息都是为之一变，哪怕是炼天魔帝、萧炎和凤王凤尘都是忍不住将目光看向了那凭空出现的巨大玉瓶。雷天魔帝，你的雷魔玉不过是一件极品玄魔神兵罢了，最多也不过是出入天魔神兵的层次，竟然敢在我摩诃古族面前班门弄斧。2尊巍峨万丈的黑白法身站在天地之间，周围的无尽黑白气流开始朝着那玉瓶当中疯狂涌入。而在得到那黑白气流的滋养之后，这玉瓶当中也是开始隐隐酝酿出无比可怕的威能，令雷天魔帝内心都感到了一丝恐惧。今日能够死在我摩诃古族的镇族圣物当中，是你雷天魔帝的荣幸。2尊摩诃老祖同时催动黑白玉瓶，这一刻仅仅只是那黑白玉瓶泄露的些许气息，便是轻松地逼开了雷天魔帝的雷域气息。而后那硕大的瓶口也终于是缓缓地对准了雷天魔帝。一瞬间，雷天魔帝浑身汗毛倒竖，感到了莫大的危险之感。摩诃无量瓶，这是摩诃古族的镇族圣物，是一件真正的圣品绝世圣物，而且在圣品绝世圣物当中都是极为强大的存在，经过摩诃古族一代代圣品天至尊用心血滋养，绝对是大千世界当中最顶尖的绝世圣物之一了。与之相比，雷天魔帝的雷魔玉只能算是玄魔神兵当中极为逆天的宝物，大致也不过是圣器山这一层次的绝世圣物，价值和威能虽然达到了圣品门槛，却是其中较弱的一种。2尊圣品中期催动一件顶尖圣品绝世圣物，攻击一位仅有门槛级别天魔神兵的天魔帝中期，双方的实力差距无可置疑。摩诃无量瓶，摩诃无量光。伴随着2位摩诃老祖的暴喝，一道粗达万丈，完全由黑白2色组成的巨大光柱瞬间从那摩诃无量瓶的瓶口爆射而出，所过之处，天地都仿佛化作了黑白之色。给我抗下！雷天魔帝望着这一幕，脸色大变。虽然早已有了故意受伤来引诱对方的准备，可当他看到这摩诃无量光的那一刻，依旧是浑身汗毛倒竖，匆忙地将那释放着无尽雷霆的雷域抵挡在了身前。轰隆！天地变色，可怕的冲击波令那些天至尊和魔帝都是仓皇逃窜，生怕被这可怕的余波波及到。这一刻，甚至连交战的炼天魔帝和凤王凤尘都是停下战斗，目光不由得看向了那已经化作100万里虚无的天空。冲击波散去，一道虚弱而带着仓皇的声音终于是从一处雷霆宫殿当中传来：“炼天魔帝救我！”雷天魔帝的声音传来，根本不像是演的。只见虚空当中，一尊看上去隐隐有些破烂的宫殿从中飞出，其上甚至隐隐有了些许的裂纹。在那宫殿的一角，雷天魔帝的气息都是虚弱了许多。摩诃古族手段实在是可怕，这一招恐怕就是圣天魔帝都不可能随意释放出来吧。雷天魔帝仓皇逃窜，仅仅一招便是令他损失了足足30%的魔帝本源，这还是在雷魔域的阻挡之下，若是没有雷魔域，他此刻怕是真的有着陨落的危险了。这一招下去，寻常的玄魔神兵绝对都会被直接毁灭。这次演戏付出的代价可真是太大了，若是不能将这3个家伙尽数斩杀，本帝可白挨上这么一下了。雷天魔帝吐槽之间，一尊巍峨万丈的身躯已经缓缓地挡在了他的面前，正是萧炎的魔帝分身。炼天魔帝，杀了他们！雷天魔帝躲在萧炎身后，发出狰狞的嘶吼，但他的内心却是隐约有着忐忑。这2名摩诃老祖联手，加上摩诃无量瓶的威能，就算是顶尖天魔帝都能暂时抗衡，加上那凤王凤尘，就算是圣天魔帝降临，都不敢说能够击杀3人。这炼天魔帝真的可以做到吗？
雷天魔帝的心中感到有些担忧，但炼天魔帝似乎根本没有这个顾忌，手持银色大戟便是直接杀了过去。炼天魔帝，你虽然实力强大，但若是想要以一敌三，未免也太高估自己了吧？不错，炼天魔帝，本来你还有着逃跑的机会，既然你主动送上来，那即便是拥有顶尖天魔帝的势力，今日也要陨落在此地。见到萧炎不退反战，3位圣品天至尊眼中露出一抹惊异之色，旋即一群人便是一同围攻了上去。一瞬间，烽火连天，2位魔核老祖同时催动魔核无量身和魔核无量屏围攻。凤王凤尘也同样施展出自己的绝世圣物，他的绝世圣物是一件鎏金色的凤爪，同样是一件圣品绝世圣物，虽然不如魔核无量屏那般强大，可却是同样令他的威能再度增加。2只凤爪挥动之间撕裂天地，似乎仅仅一爪就足以令一位普通魔帝直接陨落。一时间，面对3大圣品天至尊的围攻，哪怕是萧炎的魔帝分身似乎都落入到了下风，手中银色大戟挥动之间，似乎都只能勉强防御。3位圣品天至尊的围攻，这炼天魔帝真的能够一举反杀吗？远处，雷天魔帝望着这一幕，却是不敢再直接出手，只能驾驭着雷魔域在一旁不断的释放雷霆，干扰其他3大圣品。但他的内心依旧隐隐渴望，若是这炼天魔帝真的能够击杀这3人，那大千世界这次可就真的损失大了。雷天魔帝心中想着，但一看到那厮杀的无比疯狂的4人，却又感觉不太可能。就在他心头思绪之间，却是诡异的发现，那炼天魔帝的战场似乎正在不断的吸引着3大圣品天至尊朝着远离魔核大陆的方向前进。这家伙要动手了！雷天魔帝心中一凛，只见下一刻，原本被3大圣品压着打的炼天魔帝浑身气息再度暴涨了起来。方圆千万里的空间当中，无尽的火属性能量在这一刻仿佛有了生命一般，朝着他的方向迅速汇聚。原本银白色的大戟几乎是在瞬间化作了赤红之色。就凭你们也想镇压本地？都给我死！炼天魔帝猖狂的笑声传来，下一刻，那赤红大戟便是闪烁着无比可怕的光芒，朝着凤王凤凰的身上砸了过来。怎么可能？凤尘那燃烧着火焰的双目露出一抹骇然之色。当这炼天魔帝催动火之大道的那一刻，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周围原本无尽的火属性能量都在隐隐被对方抢走。紧接着，他的心中便是隐约升起了一丝恐惧，因为炼天魔帝的赤红大戟已经朝着他的脑门重重地劈了过来。给我挡住！凤尘仓皇地动用金色凤爪阻拦，紧接着一股剧痛传来，他便是感到自己那堪比圣品绝世圣物的凤爪都隐隐快要碎裂。而凤爪虽然卸去了大半的力量，但残余的力量依旧是令他的血肉崩裂，就连堪比仙品绝世圣物的骨骼都瞬间碎裂。轰隆！金色凤爪抗住了大半的攻击，代价却是一位圣品后期的骨骼都直接碎裂。而后，那火红大戟之上依旧残余着些许锋芒，径直落在了那万丈真凤的身躯之上。吃啦！血肉割裂的声音传来，漫天的凤血洒落了整片天空。裂！伴随着一道凄厉的凤鸣响彻虚空，无数交战的魔帝和天至尊们在这一刻都是微微一顿，彼此来不及攻杀对方，都是双目惊骇地望着那虚空当中急速下坠的万丈凤凰。只见大量灼热的凤血散落，可怕的真凤之血当中蕴含着恐怖的高温，落在海水当中便是令海水瞬间蒸发，落在大地之上则是令大地直接瞬间染红。而在那大量的凤血之下，是一团火焰流光正在急速退散。火焰散尽，万丈之高的真凤之躯已然消失，只剩下一名脸色苍白的金发俊美男子，一脸惊惧地望着那站立在天空当中的万丈魔躯。你的实力怎么可能这般可怕？你的实力已经快要触摸到那个境界了。凤王凤尘站在天空之上，胸口有着一道近乎从肩膀裂开到小腹为止的可怕伤口，其双手之上，一双金色的爪子微微颤动，其上已经有了一道不浅的伤痕。凤凰一族天生具有涅槃之力，生命力比起同等级的域外邪族都是丝毫不差。他的伤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蠕动恢复，就连他的骨骼都是在火焰燃烧当中迅速再度连接恢复。可就像当初的战天魔帝一样，他用如此速度修复自己的伤势，一样会消耗他的真血本源。一旦本源消耗完毕，那他也会有着陨落的那一刻。而方才这极为可怕的一击，已经令他需要耗费20%的本源才能将伤势修复。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概念！也就是说，那炼天魔帝只需要5招就可以令他这位凤王陨落。尤其是他手中的那件圣品绝世圣物，此刻都是有了一道不深不浅的痕迹。若是多来上几下，恐怕他的圣品绝世圣物都有着碎裂的风险吧。这一刻，凤王凤尘感受到了一种多年未曾感受到过的恐惧。那炼天魔帝带给他的威胁之感，就连圣天魔帝、暗天魔帝都是未曾带来过。因为这炼天魔帝如今爆发的力量，已经隐隐超越了圣品这个境界的极限。或许
只有当年的不朽大帝和天邪神才能随意的爆发出这样的威能。圣天魔帝或许也可以爆发出这样的一击，可绝对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可反观这炼天魔帝，似乎可以连续施展多次这样的可怕攻击，故而1对1的情况下，就算是面对圣天魔帝，他也有着逃命的把握。可如今面对这位炼天魔帝，他的内心却是升起了一丝恐惧。此战不妙，速速撤回魔诃大陆！圣品天至尊的思考速度是何等之快！想明白了其中利弊之后，凤王凤尘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即迅速给大千世界阵营的所有天至尊们神魂传音，而他本人则是直接化作一道赤红流光，朝着魔诃大陆的方向逃窜。他心中已经判断出，继续战斗下去，这炼天魔帝真的拥有着斩杀自己的实力。如此级别的强者，唯有退守到一处超级大陆，才有着活下来的可能，否则在场的诸多天至尊此次怕是有着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个念头从凤尘的脑海当中闪过之后，他浑身的羽毛在这一刻都是微微倒数，背后一双虚幻的火焰双翼在此刻将速度催动到了极致。此处战场距离魔诃大陆不过1000万里的距离，以他那足以位列大千世界前3的可怕速度，最多10息的时间就可以逃回。与他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着大千世界阵营的所有天至尊们，他们都是被炼天魔帝方才那可怕的一击给吓到了，连凤王凤尘在这一击之下都是直接重伤。换成他们怕是10个加起来都不够杀的吧。一瞬间，所有天至尊都是直接放弃了战斗，各自催发自己的逃命手段，朝着魔诃大陆的方向疯狂逃回。跑得最慢的或许就是最先死的。然而众人才逃出去不足10万里，那凤尘也不过逃出去刚刚100万里的距离，一尊遮天蔽日的魔影便是携带着漆黑的滔天魔炎再度出现在了他的头顶。想跑怕是有些晚了吧。冰冷的声音响起，凤王凤尘的眼中惊恐之色越发浓郁。他惊骇地发现，那炼天魔帝的速度竟然丝毫不比自己慢，甚至更快一筹。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了。仓皇之下，凤尘双手瞬间化作数百丈金色爪子，真凤之力催发到了极致，终于是勉强的再度抗住了一击。只是这一下，令他那本就未曾彻底修复的伤势再度加重，刚刚愈合了大半的骨骼再度崩碎，而且碎裂得更加细密。一瞬间，这位凤凰族最强大的真凤双臂已经是化作了软绵绵的状态，即便是凤凰族那无比可怕的肉身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愈合。只是凤尘却是不再留意这些，而是借助着这可怕的轰击力倒飞出去，然后双目赤红的朝着魔诃大陆的方向继续逃窜。太可怕了，域外邪族怎么会诞生出这样可怕的存在？凤尘的心神都是微微有些颤抖，这炼天魔帝的实力绝对比圣天魔帝还要可怕，恐怕就算是青山剑圣和不死之主联手都要被对方压制。此人的出现将会对大千世界的防御造成无比巨大的困扰，对付他一人或许需要上百位天至尊联手才有希望。来不及等他多想，因为他的逃离还没到一半，一道燃烧着黑色火焰的身影已经再度出现在了他的头顶。桀桀杂毛鸟，你将是本地手下陨落的第一位圣品天至尊。凶残邪恶的声音当中，一杆银色大戟已经撕裂天地，朝着凤凰凤尘的脑袋狠狠砸了过去。望着那威能无尽，宛如一座大陆一般砸来的大戟，凤尘的脸上满是绝望之色。他的本源真血的确是可以令他硬抗5次攻击，可这炼天魔帝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仅仅2次便是令他失去了反抗之力。若是这一招落下，那他的肉身怕是都会被直接砸碎。失去了肉身的加持，他的神魂之力虽然强大，可在同境界强者面前都是不堪一击，更别说是面对这炼天魔帝了。炼天魔帝想杀凤王，还是先过了我族的一关。千钧一发之际，天地之间却是忽然被黑白气流所笼罩，而后一尊黑白色的玉瓶浮现，眨眼间便是迅速化作100万丈，将那撕天裂地的可怕一击给拦住。当，可怕的声音宛如洪钟大吕一般响彻天地，仅仅只是能量余波，便是令众多天至尊和魔帝都是神色巨变，纷纷催动浑身力量抵抗。一击之下，黑白玉瓶成功拦住了那银色大戟的可怕攻击，可却也因此倒飞出了数百里。那原本近乎完美无瑕的玉瓶表面，不知何时已然出现了一个深深的豁口。此刻，魔诃古族的2位老祖终于是赶到了战场。然而，当他们看到那魔诃无量瓶之上的豁口之后，他们的眼中也是终于露出了一抹骇然之色。要知道，这魔诃无量瓶可是大千世界最顶尖的圣品绝世圣物之一，被魔诃古族世代圣品天至尊用心血滋养，远远不是炼天魔帝手中的虚空破灭戟和凤王手中的流金凤爪可以比拟的。可炼天魔帝全力一击之下，竟然令这件顶尖绝世圣物都出现了伤痕。虽说这魔诃无量瓶缩小之后，其上的伤痕并不会太过明显，可终究是真正的伤到这伤痕了。这是何等可怕的力量！不等2人反应过来，
又是一道银色毫光，已经撕裂天地，奔着两人而来。两个老东西，既然你们替这杂毛鸟挡下了这一击，那你们就替他受死吧！暴力的声音传来，令两人神色巨变。魔和无量平替凤王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可却也暂时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当下，两人迅速联手，两尊万丈之高的魔和无量身爆发出无尽的黑白色光芒，化作两轮巨大的圆形盾牌，拦住了这可怕的一击。然而，银色光芒划过，两人的黑白盾牌便是寸寸碎裂，再度化作了黑白二色的气流。残余的光芒落在那至尊法身之上，令这大千世界最顶尖的至尊法身都是出现了深深的伤口。别想逃了，今天你们三个都得死在这里，作为本地的战利品。炼天魔帝狂妄的声音传来，闪烁着赤红光芒的大戟头再度砸落。魔和古族两名老祖燃烧精血，发动了禁忌招数，才再度拦下这可怕的一击。只不过这一招之后，两人的气息同样开始萎靡起来，比起那凤王凤尘都是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二人仅仅只是圣品中期，即便彼此无比默契，联手之下也不过只能爆发出普通圣品后期的实力罢了。放在以往，这是无比可怕的威能，可在这炼天魔帝的面前，似乎是远远不够看的。即便是应接两招之后，魔和无量平已经重新回到两人的掌控当中，可即便是如此，两人竟然依旧被那炼天魔帝给压制。催动魔和无量平的确是可以硬抗炼天魔帝的力量，可代价也是无比巨大的。每次催动对他们而言其实都是不小的消耗，短短数十次抵抗，两人的气息已经越发的衰弱，那凤王凤尘的伤势都是未曾恢复，两名魔和老祖便是已经同样元气大伤。难道我们今日真的要陨落在此地吗？一名魔和老祖双目绝望。我们若是死了，那魔和古族可就彻底完了。另一名魔和老祖更是不甘，千万里的距离对于过去的他们而言是何等之近，一炷香的时间即可到达。可如今这段距离却是一段遥不可及的死亡距离。在逃回到魔和大陆之前，他们三人便是大概率要被击杀，即便是侥幸逃回一两人，也是元气大伤，就算催动护族大阵，也不知道能够抗住多久。哪怕是能够侥幸护住魔和大陆，外面战斗的那50多位天至尊，又能有几个活着回来的呢？等支援？以这炼天魔帝的可怕实力，大千世界有谁能够与他单独一战？能够从他手中逃命的，已经是绝世强者了。三位圣品天至尊心中一片绝望，连同魔和天在内的众多天至尊同样心中无比绝望。他们心中清楚，一旦三位圣品老祖陨落，那他们也是在劫难逃，而且整个魔和大陆都将面临一场真正的浩劫，甚至会比当初域外邪族的色魔族、灵魔族更加凄惨。这两大魔族还只是族中顶尖战力被屠戮一空，而魔和大陆此次怕是都要生灵涂炭了。魔和无量瓶、万古不朽身等对大千世界无比珍贵的宝物，也将沦为域外邪族的战利品。而屹立在大千世界无尽岁月的魔和古族，即将与远古大战当中消失的几大古族一样，从此成为历史。杀了他们！比起大千世界一方的绝望，域外邪族则是无比的兴奋。自从远古大战之后，他们还从来没有灭绝过如此超级势力。此战将是他们的扬名之战，这些魔帝将因为参与过此战而感到荣耀。炼天，干死他们！雷天魔帝也是兴奋地吼着，因为那三位圣品的气息已经更加虚弱了。10招之内将有第一位圣品陨落。忽然，原本无比混乱的天地忽然微微一顿，一道隐晦的波动开始缓缓浮现，令在场交战的众多强者忍不住微微一怔。修炼到天至尊这一层次，对于天地之间的变化感受自然是无比的清晰。这波动虽然隐晦，却是没有逃过任何一位天至尊的感知。当然，他们也不用继续感知了，因为这千万里的虚空当中，不知何时已经有了一道道赤红色的星辰环绕。众人都不是傻子，一眼看过去，便是能够看出这是无数赤红色的灵印，亿万灵印笼罩虚空，仿佛夜空中的无数繁星。而这一幕却是令雷天魔帝等人微微色变。笼罩千万里的天地，这是圣品大宗师级别的灵阵，而且是圣品当中最顶尖的超级大阵。雷天魔帝死死地盯着那亿万灵阵，正欲出手破坏，无数灵力丝线已然汇聚，而后9道金色的光芒从这大阵的9个方向绽放。那千万里范围内原本被炼天魔帝调动的火属性能量，都是被这9道金色光芒释放的点给吞噬。而后金色光点瞬间膨胀，眨眼间便是化作了直径万里的巨大火球，而后依旧疯狂扩张，近乎将方圆千万里的火属性能量都给吞噬一空。短短3息的时间，9道巍峨的大日便是缓缓地浮现在了这片天地之间。可怕的高温令整片天地的温度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层次。而望着这一幕，雷天魔帝和众多魔帝的脸色终于是露出了一抹惊惧。9阳灭魔阵。
感受着那9轮大日同时释放出的可怕炙热气息。雷天魔帝和众多天魔帝的脸色都是微微巨变。此阵在远古时期曾经带给域外邪族不可磨灭的印象，毕竟当年太眼天尊就是凭借着这一招，将一位天魔帝生生灭杀。只不过随着太眼天尊的陨落，这九阳灭魔阵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毕竟此阵算是圣品当中最巅峰的超级阵法，没有太眼阵盘的辅助，很多普通的圣品大宗师都是未必能够将其布置出来。而如今这座失传已久的大阵在这一刻却是再度出现。当这大阵出现的那一刻，为首的雷天魔帝心中便是已经露出一抹不妙之感，因为这大阵出现的刹那，便是已经将他们此战过半的魔帝强者，包括他和炼天魔帝都给囊括进了其中。而同时，当大千世界的众多天至尊在看到这道阵法之后，一个个的脸上却是不约而同的露出了欣喜之色。九阳灭魔阵，是九阳灭魔阵，我们有救了！2名魔河老祖和凤王凤尘对视一眼，彼此的眼中都是露出一抹惊喜之色。身为圣品天至尊，他们对于九阳灭魔阵的威能最是清楚，其中最古老的那一位，甚至是与太眼天尊同时代的人，自然知晓此阵的威能。寻常天魔帝落在此阵当中，几乎就等于是宣判了死刑。当然，如圣天魔帝、暗天魔帝等超级存在，此阵想要灭杀，则是几乎不太可能。但即便是强如那等超级存在，一旦落入此阵当中，实力都会被大幅度的压制，甚至想要破开此阵逃离，都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不过，如此可怕的阵法，自从太眼天尊之后，便是极少有人能够布置。当代的几位圣品大宗师更是无一人擅长，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能够再度施展九阳灭魔阵？想到这里，众人不由得将目光看向头顶。只见那天空之上，一轮金色的阵盘宛如第10轮太阳一般，光照万古，操纵着其余的9轮太阳。太眼阵盘，是太眼阵盘！望着这一幕，3位圣品天至尊瞳孔微缩，对于这大阵布置者的身份已经有了几分明悟。众多逃回的天至尊当中，摩诃天同样瞳孔微缩。虽然此刻是捡回性命的好时候，但当看到那太眼阵盘的那一刻，他便是知晓，他最不想看到的一个家伙还是出现了。果然，下一刻，一道黑袍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这片天地之间。这是一名面容俊朗的黑袍青年，清秀的五官之上带着淡淡的笑意，令人看上去便是感觉如沐春风。可其身上散发的威压，却是令在场的所有人再度脸色微变，因为那黑袍青年的身上所散发的气息，赫然是圣品天至尊才独有的伟岸气息。萧炎，果然是你！当那黑袍青年出现的那一刻，其中一名魔河老祖脸上已经是露出了狂喜之色，而另一位魔河老祖和凤王凤尘在惊喜之余，依旧带着一些错愕。他就是萧炎，那个伏杀了色孽天魔帝的年轻人。另一名魔河老祖望着那黑袍青年的身影，不由问道：“听说凌天魔帝和另外一名天魔帝也是他击杀的？”凤王凤尘也是忍不住问道。对于萧炎这个名字，这半年来整个大千世界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知晓这是一位仙品巅峰，但绝对拥有着圣品战力的超级强者。但只有亲眼见到的那一刻，才知晓此人究竟是何等的可怕。而且这萧炎半年的时间未曾出现，如今已然是踏入到了圣品了。望着这一幕，众人的心中忽然信心大涨。这萧炎完全是与那炼天魔帝一个级别的妖孽，当初未曾突破圣品就能堪比圣品后期，如今突破之后，实力必然再度暴涨。对付这炼天魔帝，斩杀或许困难，但打个平手或许不难。似是察觉到了众人心中的想法，那黑袍青年也是终于缓缓回头，将目光落在了3位圣品天至尊和众多天至尊的身上。诸位，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萧炎微微一笑，修长手掌伸出，对着那远处还没有逃离到自己身后的众多天至尊微微一挥手，而后那众多天至尊便是感到一道不可思议的伟力加持在身上，令他们的速度再度暴涨，朝着摩诃大陆的方向疾驰而去。这些天至尊如今还在战斗圈子当中，若是逃离不及，也难免会陨落在接下来的大战当中。这是……众多天至尊一个个瞪大了双眼，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如此手段简直是不可思议。萧炎，你的实力竟然已经进步到这一步了吗？众多天至尊当中，摩诃天神色复杂的看着那道黑袍身影，心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此刻，萧炎的魔帝分身终于装模作样的朝着萧炎的方向开口了：“你就是萧炎？”魔帝分身手持虚空破灭戟，一双猩红双目盯着萧炎的身影，带着兴奋的战意和杀机。而萧炎的本尊则是微笑着点了点头，心中却是感到有些古怪。在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的诸多强者眼中，此刻就是双方的2名绝世天才、绝世强者的战斗，是比圣天魔帝和青山剑圣的战斗更加令人瞩目的一场战斗。
但唯有站在中央的萧炎知晓，这不过是他和自己的魔帝分身所演的一场戏罢了。不过，既然是演戏，那总要演得更透彻一些，所以还是开战吧。心思落下的那一刻，萧炎的本尊和魔帝分身便是同时动了。只见魔帝分身一杆银色大戟狠狠劈下，赤红的光芒再度撕裂天地，令3名圣品天至尊再度微微色变。而另一边，萧炎本尊也是终于在成为圣品之后第一次出手。只见他右手一招，太炎斩魔剑也是再度出现在手中，而后同样勾动火之大道，天地之间的火属性能量尽数加持，最后划出一道同样撕天裂地的可怕剑芒。2道火焰流光爆发，仿佛直接掏空了方圆千万里的火属性能量。这一刻，那虚空当中盘旋的9轮大日都仿佛暗淡了几分。咚！在众多魔帝天至尊惊骇的目光当中，2道火焰流光终于碰撞到了一起，而后可怕的波动瞬间毁灭了方圆千万里的天地，无尽的火属性能量扩散，仿佛可以将世界毁灭。这也太可怕了！望着这一幕，众多天至尊们都是忍不住轻轻咽了一口唾沫，魔和天眼中更是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2尊巅峰存在的交手，仅仅一招，那扩散的余波便是可以瞬间摧毁一座高等位面上的所有生灵。就算是天至尊处在那余波的核心位置，也有着陨落的风险。这样的攻击手段已经快要超过了天至尊这个境界的极限，就算是青山剑圣、圣天魔帝等超级存在，想要爆发这样的攻击手段，恐怕都要动用一些底牌绝招。而对于战场当中的2人而言，这种层次的攻击，他们可以轻易爆发出千百次，只要周围的火属性能量足够充裕，几乎就是可以无限的爆发。这是何等的可怕！轰隆隆，可怕的交手令千万里的虚空不断的震颤，空间早已化作了虚无。好在这些天至尊和魔帝各个实力强大，能够在这种虚无当中依旧屹立。可即便是如此，他们看向这2尊超级存在的交手，依旧是感到无比的震撼。因为2人的每一次交手都是方圆千万里火属性能量的尽情碰撞，每一次碰撞，可怕的威能都足以令寻常高等位面湮灭，令圣品天至尊都色变。不过，众人在仔细观察之后，依旧发现那炎帝萧炎虽然能够与炼天魔帝厮杀，但实际上依旧是处于下风的。这一点，萧炎的本尊同样十分清楚。论起兵器，太炎斩魔剑因为材质的原因，只是刚刚达到圣品，而虚空破灭戟却是当年虚空大帝耗费无尽心血炼制。虽然比起魔诃无量瓶要差上一些，但算是圣品绝世圣物当中较为不错的了，价值十分接近太眼阵盘。而论起火焰，萧炎的魔帝分身吞噬了无数强大火焰，自然是更加强大。最后论起修为，这魔帝分身同样比本尊多修炼了半年多的时间，已经接近天魔帝中期，而本尊则是仅仅只是刚跨入圣品。种种差距之下，本尊自然是落入下风。不过同为圣品，天魔帝层次又是萧炎自己暗中控制。本尊虽然落入下风，但终究是可以一战，比起方才险些被斩杀的3位圣品可要强多了。而这一幕被众多天至尊们看到眼中，虽然感到有着一丝压力，却并没有太多的担忧，因为萧炎的本尊可不是只有面前的这些战力。炼天魔帝有着虚空破灭戟这等绝世神兵，但萧炎同样有着太眼阵盘。只见2人打出真火之后，萧炎的本尊也是终于不再掩饰，倒退数万里之后，手中印结一个变化，那悬浮在虚空当中的9轮大日终于爆发出了无比可怕的炽热光芒。下一刻，9轮粗大的光柱齐齐爆发，每一道都有着轻易灭杀仙品巅峰，媲美圣品初期攻击的可怕威能。9道攻击同时落下，即便是圣品后期都要色变。这9轮大日在当初被萧炎在斗气大陆吞噬了大半的能量之后，还是被萧炎的灵力分身留下了最核心的太阳之心，而后经过灵力分身的特殊手段炼制成了9道准绝世圣物。这9道准绝世圣物配合太眼阵盘同时爆发，就可以瞬间施展出圣品大宗师都要布局许久的9阳灭魔阵。炼天魔帝，受死！萧炎装模作样的大吼一声，9道可怕的光柱同时朝着魔帝分身攻击过去。雕虫小技！魔帝分身眼中没有丝毫的惧意，滔天魔炎凝聚，眨眼之间化作一尊高达100万丈的黑色火焰巨人。火焰巨人身上甚至有着一层火焰凝聚成的战甲，看上去十分的邪异霸道。而远处的众多魔帝天至尊看到这一幕之后，却是忍不住脸色再度一变，因为他们心悸地发现，这道魔帝法相被召唤出来之后，那炼天魔帝的气息竟然再度暴涨了3分，此刻才是他真正爆发战力的时刻。这般实力，若是刚刚与我们交手的时候……凤王凤尘轻轻咽了一口唾沫，目光看向身边的2位魔诃老祖，看到了对方眼中同样的惊骇之色。若是炼天魔帝方才就动用这一招，那他们3个现在或许已经陨落了。可怕，实在是太可怕了。3人轻轻咽了一口唾沫，
已经召唤麾下众多天至尊再度倒退。他们隐隐有种感觉，就算是强如这九阳灭魔阵，也未必能够真正的对付了这炼天魔帝。果然，在众目睽睽当中，堪比圣品初期攻击的巨大光柱落在了那100万丈的火焰巨人身上，却仅仅只是令对方身体一颤，而后便是咧嘴一笑，狰狞的笑容令大千世界的众多天至尊心生寒意。轰轰轰，9道光柱一道接着一道的落在那火焰巨人的身上，虽然令那火焰巨人被不断的压制，却始终未曾令对方受一点伤，生命气息没有丝毫的衰落。相反，在这般可怕的攻击之下，那火焰巨人手中同样化作数百万丈的虚空破灭戟，竟然还想朝着萧炎厮杀过去，硬抗九阳灭魔阵，依旧可以战斗。这一刻，大千世界的众多强者脑子都是有点发懵，这一点就算是圣天魔帝都根本做不到吧。不过那炼天魔帝倒也并非无敌，至少这9道攻击同时落下，他的速度和力量都是被压制了许多。饶是如此，也实在令人心神震撼。而另一边，雷天魔帝带着众多魔帝望着这一幕，却是爆发出了一阵欢呼。这一幕对于他们同样无比的震撼。九阳灭魔阵在域外邪族过去一向是个极为可怕的传说，而如今这个传说似乎是要被炼天魔帝所打破。只是他们的欢呼尚未平静下来，便是看到那黑袍青年在这一刻已经脱离战场，朝着他们的方向杀了过来。而炼天魔帝在被9道光束同时击中之后，虽然依旧可以移动，可速度已经连最普通的圣品都不如。而后一道金色长剑祭出，其上水晶光芒暴涨，化作一道可怕的流光，瞬间出现在了域外邪族的阵营面前。不好，快退！这一刻，雷天魔帝终于反应了过来，仓促地祭出雷魔域将自己笼罩，然后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他魔帝尽数收入其中。仅仅只是这么反应的一个瞬间，那闪烁着水晶光芒的金色长剑已经穿透了一尊魔帝的身体。眨眼之间，那尊魔帝眼睛瞪大，而后浑身魔气溃散，直挺挺地朝着下方坠落。一剑，一位幽魔帝陨落。快跑！快跑！这一剑直接吓坏了所有魔帝的胆魄。仅仅一剑，便是另一位幽魔帝陨落，这是何等可怕的威能！望着那柄速度快到极致，眨眼间便是可以纵横100万里的金色长剑，所有魔帝的眼中都是充斥着恐惧。快，你们都躲到我的雷魔域当中！雷天魔帝的嘶吼传来，令无数魔帝反应过来，纷纷拼了命的冲着那雷魔域的方向疯狂逃窜。雷魔域乃是一件玄魔神兵当中的极品，论起价值，完全可以媲美寻常的天魔神兵，甚至其材质也是按照天魔神兵打造的。只是因为域外邪族并没有顶尖炼器宗师，所以才仅仅只是成为了玄魔神兵。但其坚固程度，即便是天魔帝们全力一击，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个浅浅的痕迹。躲在雷魔域当中，就算是圣天魔帝，也根本拿雷天魔帝无可奈何。这是雷天魔帝最强大的保命手段。当年面对3位圣品天至尊的围攻，他都可以安然无恙。很快，域外邪族的50多位魔帝便是兵分2路，九阳灭魔阵之外的众多魔帝纷纷化作流光，朝着域外邪族的疆域逃回。而九阳灭魔阵内部的足30位魔帝，则是一股脑的朝着雷魔域的方向逃逸。这些既是雷天魔帝的命令，也是萧炎魔帝分身的命令。虽然打算好好杀戮一场，可若是这些魔帝都死了，他的魔帝分身也难免会被怀疑。然而，即便是这些魔帝拼了命的逃窜，甚至于燃烧魔帝本源，催发自己最快的速度，在这短短的片刻之间，依旧有着足7位魔帝直接陨落。那金色长剑携带着净化万物的水晶光芒，却仿佛是死神的镰刀一般，每一次闪烁便是有着一位魔帝陨落。不，我不想死！当水晶光芒穿透最后一位玄魔帝的身躯之时，那名玄魔帝的脸上充斥着不甘与愤怒，而后他的双目便是彻底的失去了光芒，身躯停止活动，径直朝着下方坠落。一剑之下，那可怕的水晶光芒已经搅碎了他的魔魂，即便是玄魔帝，在萧炎的太炎斩魔剑面前，依旧是宛如土鸡瓦狗一般脆弱。而剩下的20多位魔帝，包括雷天魔帝在内，都已经躲进了雷魔域当中。他们彼此相互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庆幸之色。呼，逃出来了，终于活下来了！众多魔帝都是微微松了一口气，即便是雷天魔帝都是暗自庆幸。那金色长剑显然便是当初色孽天魔帝陨落之时，域外邪族探索得来情报当中的长剑。传言此剑对于域外邪族有着极为可怕的克制作用。当初雷天魔帝还有些不太相信，今日看到之后，这才暗自震惊。倘若没有这雷魔域的保护，那他今日若是被这萧炎追上，或许也将有着陨落的危险。万幸的是，比起色孽天魔帝，他雷天魔帝的确是有着护身宝物。想到这里，雷天魔帝也终于是将目光看向了那站在远处盯着雷魔域的黑袍青年。炎帝萧炎，
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快就已经跨入到了圣品层次，你的实力的确是令我等感到震撼。不过，今日之战也就到此为止了。你想要击杀我等，怕是还差点东西。雷天魔帝的声音穿过雷魔域，在虚空当中回荡，令远处大千世界的众多天至尊们听到了，都是有些惋惜。若是没有这雷魔域的话，那域外邪族的强者这次怕是要有大半都陨落在此地了吧？只可惜，如此众多的强者，有了这雷魔域的守护，即便是萧炎如今的实力，恐怕也难以破开这雷魔域。几乎是在众人心中叹息的同时，那虚空当中的黑袍青年嘴角却是泛起了一抹淡淡的冷笑。你们以为那雷魔域就能够救下你们的性命不成？淡淡的笑声在天地之间回荡。只见下一刻，黑袍青年便是再度催动金色长剑，令金色长剑眨眼之间便是化作了10万丈大小。去！萧炎并指为剑，朝着雷魔域的方向遥遥一指。下一刻，太炎斩魔剑之上金光暴涨，更是有着火之大道加持，威能比方才暴涨了近乎10倍。望着这一幕，雷天魔帝和众多天至尊都是瞳孔微缩，方才想起，如此才是这萧炎真正的实力。若是没有雷魔域，仅凭这金色长剑的威能，加上那可怕的净化之力，我在这炎帝萧炎的手中，怕是撑不过5招。雷天魔帝心中大骇，匆忙将手中的滔天魔气灌注到雷魔域当中，令雷魔域也是迎风暴涨，化作一道真正巨大巍峨的宫殿。下一刻，金色长剑已经携带着无比可怕的威能，重重地落在了那雷魔域之上。当！金属交击的声音撕裂虚空，令许多天至尊都感到一阵耳鸣。而那雷魔域在这一剑之下，则是宛如被炮弹轰中，以一个极快的速度倒飞出数万里的距离。雷魔域再度停下，其上方的漆黑的禁术墙壁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剑痕。同时，那可怕的冲击透过雷魔域的层层阻挡，落入到雷魔域内部，即便是被卸去了90%的锋锐和力道，依旧是令一些幽魔帝都感到胸口发闷。我的雷魔域！雷天魔帝一下子瞪大了双眼，眼中的惊惧更加强烈。就是方才那么一剑，他的雷魔域便是真正的出现了一个不深不浅的伤口。不过令他暗自庆幸的是，这可怕剑光的伤害虽然无比强横，但想要靠这把金色长剑轰碎雷魔域还是不太现实。哈哈，炎帝，你的实力的确可怕，不过你的长剑品质终究是差了些许。想要将我这雷魔域劈开，除非你舍得你的长剑碎裂，否则还是有些难度的。雷天魔帝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是将声音从雷魔域当中传递出来。他说的的确是没错，太炎斩魔剑的确是锋锐无匹，可见这种兵器虽然优点明显，可缺点也是同样的明显。剑锋利无比，却也最是过刚易折，属于众多兵器当中最容易受到损伤的一种。这一点，哪怕是到了绝世圣物的层次，也依旧残留着些许。萧炎若是想要靠这把太炎斩魔剑强行劈开雷魔域，估计太炎斩魔剑也要报废重铸了。虚空当中，萧炎望着那藏在雷魔域当中宛如乌龟一般的雷天魔帝，嘴角却是露出一抹冷笑。不错，我这太炎斩魔剑的确是有些奈何不了的。萧炎似是有些惋惜的一叹，随后便是露出一抹令众人心头莫名其妙一颤的笑容。不过，谁说破开这雷魔域非得依靠着太炎斩魔剑了？他的笑声落下，雷天魔帝脸上的笑容却是戛然而止，因为在他视线当中，那原本仅仅正常人类大小的萧炎，忽然也开始将方圆千万里剩余的火属性能量尽数凝聚。眨眼之间，一尊与炼天魔帝一样，同样巍峨100万丈的火焰巨人，便是已经出现在了天地之间。这是一尊通体绚丽，宛如琉璃一般的火焰巨人，身上同样有着火焰凝聚而成的战甲汇聚。那宛如琉璃的战甲之上，一道道古老玄奥的符文汇聚，仿佛天地大道的化身，令众多天至尊看到都不由得感到心神陶醉。炎神法身，经过重生10几年来的积累，无尽灵力和火焰的汇聚，随着修为跨入圣品，萧炎终于将炎神法身也再度凝聚出来。只有施展了这炎神法身，他的实力才算是真正的可以再度全力爆发，众多手段神通才算是再度施展到巅峰水平。炎神亘古齿，无尽的绚丽火焰汇聚，最后化作一道与炎神法身一般巨大的100万丈巨齿，巨齿之上同样有着玄奥的道纹汇聚。虽然仅仅只是能量凝聚而成，可给人的感觉却是与真正的绝世圣物无二。这是什么法身？怎么会如此可怕？这法身的威能似乎比起10大原始法身都是毫不逊色。这一刻，3位圣品天至尊的脸上都是露出了惊骇的神色，而那炼天魔帝在察觉到这一幕之后，似是终于露出了焦急之色。即便是硬扛着9阳灭魔阵的威能，也依旧朝着雷魔域的方向疾驰而来。3位，还请帮我拦住这炼天魔帝片刻吧。有着9阳灭魔阵的辅助，想必暂时拦住这炼天魔帝也并非什么难事。萧炎巍峨的法身淡淡一笑，魔和二祖和凤王凤尘对视一眼，也是纷纷点头。
有了九阳灭魔阵的压制，这炼天魔帝的实力本就发挥不到巅峰时期的一般。三人虽然已经重伤，但借助魔核无量瓶牵制对方一段时间并不难。而炼天魔帝则是非常配合的被对方给牵制住了。雷魔域当中，雷天魔帝同样驾驭着雷魔域，疯狂地朝着炼天魔帝的方向汇聚。当萧炎这恐怖法身祭出的那一刻，他本能地感觉到一种可怕的生死危机正在降临。此刻，唯有逃到炼天魔帝那里，才有一丝生机。只不过，他才刚刚逃出片刻，一轮巨大无比的绚丽火焰巨齿，便是带着无比可怕的威能，重重地劈在了雷魔域之上。咚！可怕的冲击，即便是穿过层层削弱，已经令几名弱小的幽魔帝直接嘴角溢出鲜血。雷天魔帝更是脸色巨变，在这一击之下，他甚至感到自己的雷魔域隐隐有着破损的迹象。而虚空当中，萧炎手上的炎神亘古齿之上，同样有着一道豁口。不过，萧炎心念一动，无尽火焰便是将这豁口修补完毕。而后，火焰巨齿再度带着无比可怕的力道，狠狠地砸下。咚，咚，咚，千万里的天地被彻底的搅碎。三大圣品天至尊联手，在九阳灭魔阵的帮助下，成功牵制住了炼天魔帝。而在其他天至尊胆战心惊的目光当中，那巍峨百万丈的绚丽火焰巨人，就仿佛手持巨锤的火焰神灵，手中巨齿每一次落下，都仿佛两座位面狠狠的碰撞，令那黑色雷域剧烈颤抖。那可怕的威能，每一次轰击都足以直接轰碎一座高等位面。而那火焰巨人却是没有丝毫的疲惫，一齿一齿的落下，宛如不知疲倦的开天神灵。而在如此蛮横地砸落了足足上百次之后，那堪比圣品绝世圣物坚固的雷魔域，在此刻终于是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缝。而此刻，那雷魔域当中一些实力弱小的幽魔帝，仅仅只是在这余波的冲击之下，都已经魔躯出现裂痕，脸上露出绝望之色。忽然，随着雷魔域出现了数道裂缝，雷天魔帝嘴角猛然溢出一口鲜血，眼中同样露出绝望之色。这萧炎实在是太过强大了，他的力量让人绝望。炼天魔帝，你若是再不过来，我等今日怕是都要尽数陨落了。雷天魔帝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身为雷魔域的主人，他清楚自己的雷魔域已经坚持到了极限。在他的嘶吼之下，炼天魔帝也是无比焦急的发疯，却始终未能突破三位圣品的阻拦。而下一刻，火焰巨齿之上的威能再度上升了一个小台阶，重重地落在了雷魔域之上。轰隆！在无数人震撼的目光当中，雷天魔帝最为强大的玄魔神兵，堪比大千世界圣器山的顶尖绝世圣物，轰然碎裂，化作无数金属碎片，肆意乱飞。雷魔域被萧炎硬生生地砸碎了。而随着雷魔域的破碎，那雷魔域当中躲藏着的20多位魔帝，此刻就这般毫无防备地落在了萧炎的面前。许多幽魔帝仅仅是在方才的冲击之下就已经受伤，而萧炎的眼中却是没有丝毫的怜悯。火焰巨齿再度落下，任由雷天魔帝为首的众多魔帝拼命抵抗，却是依旧重重的落下。轰！仅仅一击，雷天魔帝和另外2名玄魔帝直接重伤，剩下的20多位幽魔帝在瞬间有着12尊直接炸裂。不等众魔帝反应，那火焰巨齿便是再度狠狠的落下。萧炎，你今日敢杀我族如此众多的魔帝，来日一定会被我族碎尸万段。雷天魔帝发出绝望的嘶吼，而后眼睁睁地看着剩下的2位玄魔帝和7位幽魔帝被硬生生地拍成了烟粉。留在九阳灭魔阵当中的所有魔帝，如今只剩下他和那炼天魔帝了。而他自身的魔元，经过连续不断的大战和抵抗，同样只剩下了不足50%。就凭你吗？萧炎的淡漠冷笑传来，没有丝毫的理会。下一刻，火焰巨齿再度狠狠地落下，一齿又一齿。随着萧炎再度拍出足足的3齿，雷天魔帝的魔元再也支撑不住他的消耗。在他绝望的眼神当中，最后一齿落下之后，雷天魔帝的身躯轰然碎裂，一缕魔魂被萧炎收入诛魔令当中。雷天魔帝陨落。远处众多天至尊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心神无比的震撼。而那炼天魔帝见到雷天魔帝也陨落之后，终于开始发疯了。混蛋，你们找死！被9道光柱齐齐轰击，还被3位圣品天至尊围攻的炼天魔帝发出一声怒吼，体内的魔元都开始燃烧。这一刻，他的体型再度膨胀了数倍不止，一眨眼直接化作数百万丈之高，身上的火焰在这一刻释放的高温，令3位圣品都色变。一道赤红色的极光划过，令3位圣品天至尊不由连忙倒退。他们显然是看出来这炼天魔帝似是发疯了，想起不久前被此魔打得险些陨落，令他们3人都是不敢再靠得太近。而萧炎的本尊此刻却是驾驭着炎神法身杀来，令3位圣品天至尊直接退去，眼睁睁地看着2位顶尖存在再度厮杀起来。论起正面战斗力，萧炎本尊的确是不如魔帝分身，不过有着九阳灭魔阵的加持，
就等于有着整整9道圣品初期的攻击力一直在旁边辅助。在这种情况下，就算那炼天魔帝无比的逆天，也只有燃烧本源才能硬抗九阳灭魔阵和萧炎的双重攻击。而燃烧了本源之后的炼天魔帝实力再度暴涨，已经真正达到了半步主宰的门槛，威势之强大令萧炎本尊都不是对手。若非有着九阳灭魔阵的压制，萧炎的本尊怕是都要受伤。如此激战了1炷香的时间之后，即便是萧炎本尊和九阳灭魔阵同时压制，那炼天魔帝最终还是逃出了九阳灭魔阵的范围。随后他的高大魔躯再度恢复到万丈之高，身上的气息已经变得有些萎靡了起来。萧炎、摩诃古族还有凤凰族，今日之仇本帝一定会报。炼天魔帝留下一句狠话之后，便是化作一道黑色火焰朝着域外邪族的方向流窜。至此，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终于是彻底的结束，只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天至尊们面面相觑。半晌之后，在意识到此战胜利之后，他们才终于爆发出了惊人的欢呼。炎帝，炎帝大人，恐怖如斯！一些天至尊对于萧炎的称呼当中都不由得加上了大人2个字。在整个大千世界，唯有那些圣品天至尊乃至圣品巅峰的存在才有资格被普通天至尊如此称呼。众多天至尊当中，唯有摩诃天一言不发，望着萧炎的目光无比的复杂。他的道心在这一刻已经是彻底的碎裂。如果说过去他还有着未来与萧炎一较高低的野心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是彻底的绝望。萧炎如今所表现的战力，即便是他成为了圣品天至尊，掌握摩诃无量屏也远远不是其对手。放眼整个摩诃古族的历史，就算是历史上最为逆天的那几位圣品，也最多能够在萧炎手中保命罢了。那炼天魔帝有着击杀圣品的实力，萧炎能够与他厮杀的不相上下，恐怕也是拥有着这般的实力。这一战之后，他将真正的站在大千世界的最巅峰，即便是青山剑圣、不死之主、真龙帝等巅峰存在都要弱他一筹。除非他能够成为当年不朽大帝那样的存在，否则再无可以与萧炎一较高低的可能。萧炎兄弟，萧炎兄弟实在是逆天啊！相比于其他天至尊，3位圣品此刻更是已经围绕在萧炎的身旁，口中赞美之词不绝于耳。今日之战，他们太清楚那炼天魔帝的实力之可怕了。可面对如此强敌，萧炎依旧是能与其打得不相上下，甚至在炼天魔帝眼皮子底下将雷天魔帝和众多魔帝击杀，这是何等可怕的实力！哼，3位过誉了。若是没有这九阳灭魔阵，我也未必是那炼天魔帝的对手。萧炎站在虚空当中微微一笑，手掌一招，太眼阵盘便是被他直接召唤，从100万丈大小化作8掌大小，缓缓收缩起来。而那9轮大日也是急剧缩小，最后化作沙粒大小的9颗金钻，镶嵌在太眼阵盘之上。望着这一幕，3位圣品天至尊再度瞳孔一缩，惊叹萧炎的手笔之大。以他们的眼力，自然是察觉出这9道金钻是真正的9轮太阳的金河所化，每一轮只要用浩瀚灵力催发，都是可以迅速化作一轮真正的太阳，将9轮太阳炼制成9件沙粒大小的宝物，这是何等可怕的炼器手段！而能够随时催发九阳灭魔阵，又是何等可怕的实力！仅仅凭此一招，便是可以纵横大千世界了。就算是当年的太眼天尊，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一刻，3位圣品天至尊看向萧炎的目光深处，都是多了一丝敬畏，因为萧炎如今的实力，都是可以轻易斩杀他们。而同一时刻，伴随着萧炎击杀了雷天魔帝和众多普通魔帝之后，他在诸魔碑之上的排名也是终于再度有了变化。在大千宫核心、圣渊大陆等一处处地方当中的诸魔碑之上，萧炎的名字之后，一个个数字再度震撼了在场的所有诸魔师。诸魔王萧炎，诸魔点98000点、101000点、104000点、169000点。一位位诸魔师目瞪口呆地看着那萧炎2字身后不断飙升的诸魔点，几乎每一次眨眼的功夫，那名字后面的诸魔点便是会骤然增加3000点，甚至5000点。这也就意味着，这位炎帝萧炎又在大肆屠戮域外邪族了。而且与上次屠戮诸多魔王不同，萧炎这一次屠戮的则尽数都是魔帝级别的存在。在众人的每一次眨眼当中，便是有着一位魔帝级别的存在陨落在了他的手中。尤其是到了某一个时刻，一个眨眼的功夫当中，那萧炎的名字后一下子暴涨了足足36000点，实在是令人太过震撼。最终，那诸魔点的数额在骤然增加了1万之后，终于不再增长，任由众人满脸震惊的将目光停留在诸魔碑之上，也是没有了变动。然而仅仅是这样，已经令那大量的诸魔师们脸上都露出了震撼的神情。这一下子究竟斩杀了多少魔帝啊？一名负责镇守在诸魔碑附近的帝至尊大元满张大了嘴巴，那数值的递增速度实在是太快，往往是眨眼之间便是数万诸魔点一起暴增，快得令他这位帝至尊都感觉自己的眼睛似是看错了。足足25位幽魔帝，3位玄魔帝，加上1位天魔帝，
在其身边，唯一的一位天至尊缓缓开口，只是声音依旧有些干涩。斩杀了如此数量的魔帝，几乎是等同于再度灭掉了域外邪族的一个顶尖大族。关键是那斩杀的速度实在是太过可怕，可怕的令人感到心悸。此刻，萧炎的名字之后，那诸魔点的数量已经从最初的93800直接暴涨到了193800。25位幽魔帝，3位玄魔帝，外加1位天魔帝，所得诸魔点的数量恰好是足10万诸魔点。这样的可怕战绩，实在是令人心颤。如今，那诸魔榜之上，仅仅萧炎与青山剑圣两人身后的诸魔点加起来，怕是已经足以抵得上其余所有诸魔师的诸魔点了。而众人若是知晓那萧炎手中还有着20多位魔帝的残魂停留的话，怕是又不知道有着一种怎样的感想了。另一边，圣渊大陆的天空之上，圣天魔帝正手持金色权杖，与青山剑圣和不死之主厮杀的惨烈。滔天魔影与无尽木气以及雪白剑光对轰，同样令千万里的天地都碎裂。而就在此刻，圣天魔帝那原本正在战斗的身躯却是微微一怔，眼中露出一抹不可置信之色，旋即他的眼睛便是瞬间变得血红无比。混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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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天魔帝的一双眼睛变得无比的猩红，原本只是维持正常状态的魔躯都是瞬间膨胀，滔天魔气再度暴涨了数倍不止。可怕的杀招令青山剑圣和不死之主都脸色微变，即便是联手抵挡，也是感到颇为的吃力。这老家伙发的什么疯？怎么隐隐有着燃烧魔帝本源的迹象？不死之主死死盯着圣天魔帝，上次这家伙这么拼命，还是在远古大战的时候。而青山剑圣盯着圣天魔帝，眼底却是闪过一丝惊喜之色。莫非是萧炎那边成功了？青山剑圣一边竭力抵抗，一边分出仅有的可以分出的心思融入大千令。很快，他便是得到了大千宫那边的消息，炎帝萧炎在不知名地方击杀了25位幽魔帝、3名玄魔帝以及1名天魔帝。仅仅一道消息，便是令青山剑圣喜笑颜开。不过他笑容还没有落下，便是再度一变，因为圣天魔帝已经动用了一道底牌绝招，可怕的魔光杀来，恐怖的威能同样达到了半步主宰的门槛。今日，本帝就让你们2个为我族人陪葬。圣天魔帝浑身魔气升腾到了极致，身为天邪神麾下第一强者，又有着天邪神赐予的诸多宝物秘法。当他燃烧魔帝本源的那一刻，虽然本身战力不如萧炎的魔帝分身，但借助那可怕的权杖和各种宝物秘术，也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达到半步主宰门槛的战力。若是青山剑圣与不死之主任何一位单独面对，怕是真的会有重伤陨落的危险。不过，这2位虽然爆发不出这等战力，却也不是凤尘和2名魔核老祖可以媲美的。一场大战之后，圣天魔帝气息衰弱了几分后，最终不甘地离开。而青山剑圣和不死之主也同样受了不轻的伤势。面对如此疯狂状态下的圣天魔帝，2人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才抗住对方的攻击。这老东西到底发的什么疯？不死之主浑身特殊气息缭绕，缓缓修复着自己的伤势。而另一边，青山剑圣却是咧嘴一笑：“嘿嘿，你去看看大千令就知道了。”大千令？不死之主微微一怔，掏出大千令之后默默查探，而后他那张平静了数万年的苍老脸庞之上，终于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紧接着便是放声大笑了起来：“哈哈，这萧炎当真是我大千世界的福星啊！这才半年的时间过去，竟然又击杀了如此众多的魔点。此战，那萧炎的战功堪比再度灭掉一大顶尖族群。”不死之主哈哈大笑。自从这萧炎出现之后，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的战争便是屡屡占尽上风。短短1年的时间里，那域外邪族已经有着堪比3个顶尖大族的实力，因为这萧炎而被剿灭了。这是何等可怕的战绩！不死前辈，这萧炎立下如此大功劳，我大千宫自当好好庆贺一番。到时候，哪怕是你，也一定要派遣1分身前来赏脸啊！青山剑圣呵呵笑道。闻言，不死之主也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应该的，此子对于我大千世界的贡献，如今已经仅次于当年的不朽大帝，而他的天赋更是有着希望成为不朽大帝那般的人物。此人绝对是我大千世界将来战胜域外邪族的希望。不死之主过去浑浊的老眼，此刻已经是金光闪烁，似是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萧炎。这一日，萧炎的名字再度在诸魔碑之上闪烁，而他的战绩也是再度被大千世界的强者们知晓。特别是经过魔核古族的传播之后，经过3位圣品天至尊和众多天至尊的承认，那无比惊人的战绩已经再度震撼了整个大千世界，令无数人再次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炎帝萧炎。以一人之力，在1年的时间里，连续斩杀了足4位天魔帝，魔帝魔王更是不计其数。隐约间，这已经成为大千世界自不朽大帝之后最为耀眼的名字。而萧炎在此战之后，
却是携带着那众多魔帝残余的尸体和宝物回到了大千宫。按照青山剑圣的意思，半个月之后，他会亲自为萧炎举办一场庆功宴，让大千世界的天至尊们真正的认识萧炎。因为经过诸位圣品的确认，萧炎如今的实力已经真正的可以堪称大千世界第一强者，古往今来也唯有不朽大帝当年的实力能够真正超越他。至于当代，就算是青山剑圣、不死之主、真龙帝等强者1对1都自认不是对手。对此，萧炎虽然不爱太出风头，可也终究是没有拒绝，答应了青山剑圣的要求。半个月当中，他倒也没有闲着，除了与众女温存了一段时间之外，还抽空将那些魔帝的残躯尸体都送到了斗气大陆。毕竟很多魔帝都是被一剑绞碎了魔魂，魔帝本源却是没有损失太多。20多位魔帝的魔帝本源，对于斗气大陆而言，可是一道不错的肥料，足以令斗气大陆再度衍生出许多洞天福地了。直到将这些魔元炼化为天地本源，察觉到分身正在缓缓突破之后，萧炎才再度返回大千世界。而此刻，一场轰动整个大千世界的宴会也是在大千宫当中召开了。大千宫作为整个大千世界名义上的第一大势力，毕竟有着召唤整个斗气大陆近乎所有天至尊的实力。虽说即便是大千宫也无权强行召唤所有天至尊，但当大千宫的消息传来之后，还是令无数天至尊都纷纷动身了。原因无他，此次大千宫召开会议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鹤炎帝。事实上，自从当初萧炎成为诸魔王之后，他的名字便是已经传遍了整个大千世界，被大千世界的众多强者所知晓。而那一次，也是萧炎这个名字真正的第一次震撼整个大千世界。之后，许多天至尊都是向青山剑圣传讯，在得知萧炎的确有着圣品后期的实力之后，许多天至尊便是已经真正的对萧炎生出了结交之意。一位圣品后期的存在，即便是放在整个大千世界，也是最为顶尖的存在了。没有人愿意与这等强者交恶，甚至更多人喜欢跟这等强者做朋友。不过，萧炎在那一战之后，并没有在大千世界停留太久，便是因为凌天魔帝和圣同天魔帝的事情而赶回了斗气大陆。而后斩杀2位魔帝，突破圣品，几乎是一气呵成，却也在大千世界当中消失了整整半年。谁能想到，当他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然成为了真正的圣品，甚至再度击杀了如此数量的魔帝强者。这一战绩真正震撼了整个大千世界。毕竟萧炎上一次击杀的3位天魔帝和众多魔王，除了色孽天魔帝没得到见证之外，另外2位天魔帝是怎么死的，别人都不知道。而这一次，他却是在摩诃古族和凤凰族50多位天至尊的面前，用最暴力、最纯粹的方式击杀了雷天魔帝和20多位魔帝。此等战绩，自不朽大帝之后，便是再也无人能够做到。故而，萧炎现在的实力也是被众多圣品巅峰的存在承认，被公认为了大千世界第一强者。因此，当萧炎受邀进入大千宫的那一刻，在过去只有与大千会都未必能够被召集的天至尊们，此刻都是尽数到场。大千宫囊括了大千世界近乎99%的天至尊强者，而此番那向来颇为稀疏的大千宫当中，依然是熙熙攘攘。虽然有少数天至尊因为特殊情况未曾到来，但此次这大千宫当中依旧有着整个大千世界95%的天至尊都尽数到场。当然，许多天至尊或是需要镇守一方疆域，或是有着自己的事情要做，大多派遣的都是一道灵力傀儡。达到他们这等层次，神魂已经与天地契合，分出一道神魂进入傀儡前来大千宫赴会，并不算什么难事。对于这位新崛起的绝世强者，斩杀了足足4位天魔帝的超级存在，所有天至尊都是想要一睹尊容。而萧炎也并没有让他们失望，非常适时地出现在了此地，与众人畅谈一番，算是认识一下。凤凰族、真龙族、鲲鹏族等众多神兽族群同样派遣了一道道灵力傀儡前来祝贺。神兽一族虽然内部竞争颇为的残酷激烈，但一群圣品的高层反倒是十分的默契。在当日那场大战之后，凤王凤尘留在凤凰族当中的神魂化身，便是将大战的细节讲述，令众多圣品都是瞠目结舌。哈哈，萧炎兄弟，老夫这辈子佩服的强者不多，不朽大帝算一个，倒是没有想到今日又多出了你一个。人群当中，一名龙行虎步的魁梧中年男子望着萧炎，他一开口，那神兽一族的众多圣品都是微微闭嘴，让此人尽情发言，以表示他们的尊重。原因无他，此人便是神兽一族的最强者，从远古大战当中活下来的最为古老、最为强大的神兽真龙帝。他几乎是这大千世界诞生以来就最为强大的龙类神兽，虽然不是真龙族的始祖，却是真龙族公认的领袖，也是神兽一族真正的话事人。他的实力和履历都是可以与不死之主媲美的，是真正可以力压诸多圣品，可以与圣天魔帝、暗天魔帝厮杀的超级存在。不过，当听说了萧炎的战绩之后，
真龙帝却是果断地留给了神兽一族一个事实：炎帝萧炎比我更强。真龙帝前辈过誉了。面对这位神兽一族第一强者的吹捧，萧炎也是忍不住咧嘴一笑，这才随口提及道：我斗气大陆之上也是有着一些有着真龙血脉和凤王血脉乃至其他超级神兽血脉的强者，将来萧某或许会带着他们前往一趟神兽一族，到时候还望各位顺手帮扶一把。闻言，众多圣品神兽先是微微一愣，然后便是纷纷咧嘴笑了起来。哈哈，萧炎兄弟开口，我神兽一族自然该帮忙，但凡你麾下这些强者有所需求，我神兽一族能帮的自然会尽数帮到。真龙帝听到之后，非但没有任何的不悦，反而是咧嘴一笑。斗气大陆在内的诸多下位面都是围绕着大千世界所环绕，故而早在大千世界开辟之初，大千世界所诞生的最为强大的一批神兽繁衍之后，其血脉后裔自然也在这些下位面有所传播。像那些在下位面当中进化到极致的魔兽妖兽，其实放在神兽一族当中也只能算是一般，距离真正的纯血超级神兽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不过能够在下位面当中进化到巅峰，说明这些神兽一来本身天赋就极好，二来心性意志或许也是非凡。这些神兽强者在飞升大千世界之后，若是有机会进入神兽一族，也是会得到重点培养的。当然，就算天资非凡，得到重点培养，想要进化为有希望成为天至尊的超级神兽，依旧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正常情况下，这些神兽族群的强者是不愿意直接将这些资源赐予刚刚加入的强者的。不过，当这些强者是萧炎的麾下，甚至亲友之后，他们的态度自然也是跟着变了。反正都是培养超级神兽，培养哪个不是培养？但是萧炎只有一个，教好萧炎的机会却是只有这一次。初入圣品，便是可以发挥出比圣品巅峰还可怕的战力。谁敢说这将来不是下一位不朽大帝呢？甚至这萧炎将来或许能够超越不朽大帝，也是一个未知之谜。萧炎兄弟，今后尽可来我凤凰族。哈哈，我天蛇族同样欢迎萧炎兄弟。不知道我神渊族能否帮到萧炎兄弟？与众多神兽一族的圣品天至尊们一一打过招呼之后，萧炎这才将目光看向了另一旁的人类阵营。神兽一族实力强大，可人类在大千世界更是主导，圣品天至尊数量更多。此刻，青山剑圣五大古族的所有圣品天至尊，包括10多位或是不属于五大古族，或是闲云野鹤的圣品天至尊，都是看着萧炎。人类的阵营当中，圣品天至尊的真实数量要超过足足20位。不过，虽然青山剑圣是当代的大千宫代理公主，但所有圣品的核心显然是那暮气沉沉的老者，不死之主前辈。萧炎也是笑着看向了老者，而那老者在得到萧炎的称呼之后，一双看似浑浊的老眼此刻却是无比的明亮，上下打量着萧炎，宛如看待一块绝世珍宝一般。你就是萧炎？啧，果然是不凡，不愧是我大千世界的第一强者。不死之主看到萧炎的一瞬间，便是没有了往日的怒气，反倒是无比的热情。这是其他圣品从来没有过的待遇，就算是青山剑圣和真龙帝，也只是被对方平等对待，却从未如此热情过。不过萧炎却是知晓，不死之主对自己之所以如此的热情，并非是因为他敬畏自己的实力，而是因为他有着拯救大千世界、击败域外邪族的可能。他才是不朽大帝意志的真正继承者和执行者。与众多圣品天至尊寒暄2句之后，萧炎也终于是将目光看向了其中一位模样仿佛老农一般的老者。而众圣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之后，也终于是确定了之前心中的猜测。果然，这萧炎果然是跟那浮屠古族的圣女有一腿啊！什么叫有一腿？人家这叫两情相悦。几名圣品天至尊眼中带着好奇，却是不敢当面说，只能是悄悄传音。不过，这浮屠玄可是出了名的老顽固，不知道这老家伙这次又会搞出来什么幺蛾子。几名天至尊议论纷纷，而萧炎在此刻也是终于来到了浮屠玄的面前。浮屠玄前辈。萧炎嘴角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令许多天至尊都是颇为羡慕的看着浮屠玄。浮屠古族若是能够多出这样一个女婿，那对于这一族的帮助可是实在太大了。呵呵，是萧炎小兄弟啊！见到萧炎走来，浮屠玄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无论心中打算如何，对于这位新晋的巅峰强者，他终究还是要客气许多的。浮屠前辈，虚的我也不想多讲了，想必我与贵族圣女青眼镜的事情你也知晓了。我倒是想要问上一句，青眼镜为何没来？萧炎看着浮屠玄，嘴角的笑容倒是十分的客气。闻言，浮屠玄却是神秘一笑，呵，你跟静丫头的事情我自然是听说过了。不过，萧炎小友，我浮屠古族好歹也是大千世界的5大古老神族之一，传承无数年，族内的规矩自然是无比的重要。静丫头在族中自然是无比的安全。不过你们2人若是想要有接下来的进展的话，还是需要你本人亲自来我浮屠古族一趟，
让我族看到你的态度啊！浮屠玄盯着萧炎，令萧炎也是眉头微微皱起，心中却是沉思起浮屠玄这老家伙的意思究竟是想怎样？莫不是要将青眼镜带回，还要带上几份贺礼前往浮屠古族不成？若是如此的话，他虽然不在乎这些宝物的价值，却是难免会对这浮屠古族有所轻视。不过好在他心中清楚，青眼镜并非是这等人，才没有继续多想。既然如此，那等结束这些事情，晚辈自然会亲自前往浮屠古族一趟。两人简单交流一番之后，便是不再多言。萧炎又回到了众多圣品的包围当中，几名与萧炎关系还算不错的天至尊们闻言却是忍不住咧嘴一笑，哈哈，果然，这果然是浮屠玄那个老东西会办出来的事情。青山剑圣和几名圣品相视一笑，萧炎，今后你若是前往浮屠古族，这老家伙怕是会让你头疼一番了。泰林古族的族长笑呵呵地说道，怕什么？以萧炎的实力，这老东西若是做得太过分了，就把他家的族塔都给他掀了。一名浑身精壮宛如铁塔一般的男子也是咧嘴一笑，此人则是荒神族的族长。闻言，萧炎也是无奈一笑，心中却是已经暗暗盘算，希望这老家伙别让我太难做吧。萧炎的心中也是无奈，若是对方提出的条件太过苛刻，那他可就要从浮屠古族强行抢人了。毕竟这老家伙可是整个大千世界都出了名的老顽固。虽然有着浮屠玄这一个小插曲，但大千世界一方的气氛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欢快的。毕竟出了一尊如此可怕的超级强者，又另一只堪比顶尖大族的魔帝尽数陨落，对大千世界而言的确是一件好事。故而整个大千宫的气氛始终都是无比的热闹。不过相比起大千宫那热闹的氛围，域外邪族的深处，那万魔殿当中此刻却是死一般的沉寂。混蛋，该死的萧炎，他竟然也突破到了圣品。万魔殿当中，一些魔帝暗自低吼，可却不敢太大声音，唯恐令那最上方的两位存在震怒。若是圣天魔帝还好，对方即便是震怒，也最多惩戒一番。可那炼天魔帝可就不一样了。不久前，炼天魔帝惨败归来，战天魔帝忍不住嘲讽了一句，结果就差点被打爆了狗头，连万魔殿都因此险些被震碎。如果不是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拼命拦截，那战天魔帝此刻已经是彻底陨落了。即便是如此，战天魔帝此刻也已经重伤，回到了战魔族疆域养伤。而那一战也是令众多魔帝意识到，原来这炼天魔帝真的有了击杀寻常圣品后期的实力，他的战力已经真正的超越了圣品巅峰。可同样的，他们更是从此推测出了那炎帝萧炎的实力是何等的可怕。炼天魔帝如此强大，那萧炎都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击杀雷天魔帝在内的20多位魔帝，那这萧炎的实力又该强大到了怎样的层次？此人对于域外邪族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此时再议论战败的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万魔殿当中，圣天魔帝高坐在上面无表情，脸上看不出喜悲。不过对于他此刻的心情，众位魔帝心中其实十分清楚。当初雷天魔帝陨落，圣天魔帝可是彻底癫狂了一把。那次他与青山剑圣和不死之主的大战，可以说是毁天灭地，真正动了杀心。1年的时间里，接连陨落了足足4位天魔帝，加上上百位魔帝强者。这等损失，即便是对于庞大的域外邪族来说，也是真正造成了伤害，是真正巨大的损失。不过，就像圣天魔帝说的那样，此刻在议论这些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此刻对域外邪族真正造成巨大威胁的，并不是那已经陨落了的4位天魔帝和上百位魔帝，而是在大千世界当中刚刚崛起的那个人——炎帝萧炎，一个跟炼天魔帝一样，得到了那位神秘存在传承的超级天才。刚刚踏入圣品，便有着超越寻常圣品巅峰的实力。加上后者更是可以随手布置9阳炼魔阵，虽然只是刚刚突破圣品初期，可对方的战力已经在那一场大战当中得到了证实。这是一位战力丝毫不弱于天魔帝的超级存在，而且比起炼天魔帝，这位的手段更是诡异难测。更让众人担心的是，这个萧炎的成长速度比起炼天魔帝来丝毫不慢，甚至更快一分。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不出意外的话，大千世界马上就要诞生一位新的不朽大帝了。甚至他的成就或许会比不朽大帝更强。到了那时，别说是击败大千世界，救出天邪神，恐怕域外邪族都要被对方给直接灭掉了。想到这里，一层浓浓的心理阴影便是覆盖了每一个魔帝的心头。而这时，圣天魔帝终于再度开口了：事已至此，我族已经被逼到了绝路，现在我族唯一胜出的机会，就是让炼天魔帝提前一步达到天魔帝巅峰，甚至超越天魔帝的境界。圣天魔帝望着众人，眼中露出一抹决然。听到这句话，众多魔帝都是纷纷陷入沉思当中，他们的目光不由得偷偷望向那一言不发的炼天魔帝。对于炼天魔帝的实力，他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这位的实力绝对已经超越了圣天魔帝。生死搏杀之下，就算是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联手，也只能与之齐平。若是单对单，即便是这两位原本域外邪族最为强大的魔帝，也只有逃跑的下场，甚至暗天魔帝都有陨落的危险。不过这位的脾气和性格总是让人感到没有那么稳妥，此人的暴力与狂妄令每个魔帝心中都是有着些许的不满。不过不满归不满，他们却是丝毫不敢表达出来。连战天魔帝都险些被打爆了狗头，他们这些寻常魔帝若是被对方盯上了，那是必死无疑。圣天魔帝，别卖关子了，说说你的看法吧。场中一片寂静，暗天魔帝终于站了出来。作为曾经域外邪族的第2强者，如今的第3强者，他还是有资格说话的。而他的话语也代表了众多魔帝的心声。圣天魔帝微微沉吟，而后缓缓开口：我打算将原始真焰的封印解除，让炼天魔帝将其炼化。话音落下，整个万魔殿当中，许多资历较老的魔帝都是微微震惊，尤其是那些天魔帝更是个个色变。将原始真焰的封印解除，暗天魔帝神色凝重地盯着圣天魔帝：你就确定将原始真焰的封印解除之后，那大千世界的强者们不会疯狂来抢吗？而且这可是当初连圣神都未能炼化的超级火焰，炼天魔帝虽然强大，可一旦不慎炼化失败，那也是有着陨落的危险的。原始真焰可是大千世界排名第2的超级火焰，秉持大千世界的天地本源孕育而生，可以说几乎是与大千世界本源同一属性的超级火焰。当年天邪神将其封印在域外邪族的疆域当中，等同于是将大千世界的一小部分本源给封印，这才能令以圣魔族为核心的一部分疆域被域外邪族真正占领。一旦将原始真焰的封印解除，周围很大一部分的大千世界本源都会被其影响，会让域外邪族对于大千世界这一部分疆域的占领权都开始减弱。若是能够将此火夺回，那大千世界一方或许有着撼动整个域外邪族的希望。加上如今天邪神被封印，或许大千世界那边会真正的疯狂起来。而且就像暗天魔帝所说的那样，这火焰的强大，连圣神都不敢轻易炼化，更何况是炼天魔帝。后者如今的正面战力虽然已经胜过了他和圣天魔帝，但比起圣神来，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一旦失败，那便是有着陨落的可能。而炼天魔帝一旦陨落，让那萧炎成长起来之后，域外邪族可就真的完蛋了。以那萧炎的实力，只要达到了圣品巅峰，失去了炼天魔帝的制衡，绝对可以横扫整个域外邪族。就算是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都没有能够在圣品巅峰的萧炎面前保命的把握。很多新晋的魔帝并不太明白原始真焰的意义，但是一些古老的天魔帝已经将目光纷纷投向了圣天魔帝，神色无比的凝重。感受到众人的目光，圣天魔帝的心中同样有着巨大的压力。此事的重要性，我心中自然知晓。圣天魔帝缓缓开口，目光扫过众人。可是这是我族如今唯一的希望了，只有让炼天魔帝快速炼化掉原始真焰，才有让他迅速达到圣品巅峰，乃至于达到圣品之上门槛的希望。我族必须倾尽资源，帮助炼天魔帝快速突破。大千世界那边想必同样准备倾尽资源，让萧炎快速达到圣品巅峰。而原始真焰是我族唯一能够拿出来绝对优势于大千世界的东西。圣天魔帝的话让众多魔帝陷入到沉思当中。大千世界有着万火榜的说法，而万火榜的前3名则个个都是极为强大的超级火焰。不过越是靠前，这些火焰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传闻当中，那排名第1的混沌真焰是能够令圣神都感到无比忌惮的可怕火焰。不过这火焰实在是太过神秘，以至于似乎只有圣神和不朽大帝发现过。而排名第2的原始真焰，虽然在传说中不如混沌真焰，但同样是无比可怕的火焰，连圣神都不敢直接炼化。相比之下，排名第3的万圣神火虽然同样可怕，但域外邪族同样可以仿造一轮万魔神火。此火虽然是现在大千世界真正公认的现存最强大的火焰，但比起天地本源所化的原始真焰还是差了些许。若是炼天魔帝能够成功将原始真焰炼化，即便是那炎帝萧炎能够成功炼化万圣神火，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火焰之间的威能亦有差距，可若是失败了呢？暗天魔帝终于说出了所有魔帝心中的担忧，那可是圣神都没有绝对把握炼化的超级火焰，一旦失败，那域外邪族可就真的完了。本帝不会失败。就在这时，那一直沉默无言的炼天魔帝终于站了起来，缓缓开口。闻言，其余魔帝心中都是微微一凛，目光注视着炼天魔帝，心道果然还是那般的狂妄，连圣神都没有绝对把握炼化的原始真焰，他竟敢说自己根本不会失败。不过碍于这炼天魔帝的淫威，他们也不敢有所声张。唯有圣天魔帝听到之后，
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的怀疑之色，反而是看向了炼天魔帝。炼天魔帝，此事事关重大，你确定有绝对的把握吗？事实上，两人暗中早已盘算好了，只是需要圣天魔帝来提出方更有信服力。毕竟，虽然炼天魔帝如今实力在他之上，但在域外邪族当中，还是圣天魔帝更有信服力。不错，萧炎的魔帝分身微微点头，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圣神虽强，但却也未曾悟透火之大道。而我如今虽然只是一个天魔帝，对于火之大道的把握却是超过了所有人。他的声音不大，在众多魔帝心中却是震耳欲聋。因此炼化原始真焰，我的把握要比圣神更大。话音落下，场间已经是一片惊愕。这炼天魔帝果然狂妄，竟敢与圣神比肩，甚至说在火之大道上超越了圣神大人。众多天魔帝暗暗啧舌，理论上说，整个域外邪族都是圣神所创造出来的。他们对于天邪神有着绝对的忠诚，在听到萧炎将自己与圣神比肩，甚至觉得自己的火焰之道超越天圣神之后，他们都是心中微微愤怒。不过愤怒归愤怒，这炼天魔帝说的却有几分道理。论起对于火之大道的了解，当今大千世界及其麾下的无数小世界当中，也唯有炼天魔帝和那炎帝萧炎敢说真正的将其掌握。或许他在火之大道上的成就，的确是已经超越了圣神。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定了。圣天魔帝做出了最后的定论：自今日起，举足倾尽资源，帮助炼天魔帝快速达到圣品巅峰。不久之后，我会解开圣神大人对于原始真焰的封印。圣天魔帝将目光看向萧炎的魔帝分身，沉重地说道：炼天魔帝，你是我族最后的希望了，此行动切不可失败，否则我族将会陷入到万劫不复当中。话音落下，其余天魔帝也同样将目光落在炼天魔帝身上，目光凝重。这次行动的确是一场巨大的豪赌，一旦失败，域外邪族将再无希望。放心吧，小小的原始真焰不在话下。萧炎的魔帝分身咧嘴一笑，依旧张狂，不过他的内心深处却是更加的畅快。炼化原始真焰之后，我的这具魔帝分身将再无敌手，到时候就可以准备最后一步计划了。萧炎的心中暗自盘算，原始真焰他前世都是在达到主宰之后才吞噬过，这一世在域外邪族的帮助之下，倒是可以提前吞噬。一旦炼化了原始真焰，他的实力将真正无敌，就算天邪神从封印当中爬出来，也绝不是他的对手。重生之后这么多年，我的实力终于快要恢复到主宰境界了。会议结束之后，在圣天魔帝的命令之下，众多天魔帝纷纷返回各自族中，开始筹备接下来的计划。这一刻，整个域外邪族就像一个庞大的机器一般运转起来。在炎帝萧炎的压迫之下，众多天魔帝实现了天邪神被封印之后最团结的一次运作。他们纷纷调集族中的各种资源，搜寻整个域外邪族疆域当中所有强大的火焰，然后每一位天魔帝都不再耽搁时间，亲自携带着各种火焰前往圣天魔帝指定的一处疆域。此地位于圣魔族疆域边缘的一处虚无之地，虽然是一片浩瀚的虚无空间，但却没有人敢涉足此地，即便是一些魔帝强者都是不敢离此地太近。原因无他，只因此地的温度高到了一个令魔帝强者都要胆寒的程度。只见在这浩瀚虚空的中央位置，一道绵延上千万里的巨大封印正盘旋虚空当中，而在那封印的中央，却是仅仅一人多高的黄色火焰。黄色火苗看上去平常就宛如最普通的火焰一般，但其中所蕴含的可怕威能，却是令周围的众多天魔帝们都无比谨慎。如果说万火榜前10名的超级火焰，其余7种只能够威胁伤到这些天魔帝的话，那么这道仅仅一人多高的黄色火焰，却是能够真正的对这些天魔帝造成的生命危险。万火榜第2，原始真焰。许多天魔帝都是颇为忌惮地望着这团火焰，而火焰外却有一道高大的漆黑身影，此刻却是满眼的火热地盯着那团黄色火焰。炼天，计划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过在这之前，你先将这些汇聚而来的火焰尽数吞噬掉吧。圣天魔帝缓缓开口，只见萧炎的面前，此刻同样已经汇聚了足足上万的火焰。这些强大的火焰，最弱的都是堪比一些魔帝强者的本命之火，若是放在斗气大陆当中，那都是堪比金帝焚天炎的顶尖一火，而其中一些强大者，甚至堪比金乌神火。这些便是最近这段时日当中，整个域外邪族尽力拼凑而来的无数火焰。闻言，一直沉默不语的萧炎也是终于点了点头。只见他嘴巴一张，一道无比可怕的吞噬之力席卷四周，令周围的其他天魔帝们都脸色一变。这炼天魔帝果然可怕。这些天魔帝们死死地盯着这一幕。只见那一道道强大的火焰，此刻直接化作了一道庞大的火焰洪流，被炼天魔帝肆无忌惮地吞入了口中。呼呼呼！
虚空当中一道道堪比魔帝本源之火，甚至更加强大的火焰，此刻却是如同洪流一样，纷纷落入萧炎的魔帝分身口中，令其他魔帝甚至天魔帝都看到有些目瞪口呆。而萧炎却是毫不在意，那足足上万道可怕的火焰被他一口气吞噬了3000多道，才缓缓停止。而后他缓缓闭上双眼，体内混沌熔炉开始疯狂炼化起这3000多道火焰的本源。在如此磅礴的火焰数量之下，他的修为开始再度飞速的提升起来。这一刻，他就盘坐在原地，可其他魔帝看向他的目光却是愈发的敬畏。如此庞大的火焰数量，换作其他魔帝，甚至是天魔帝，此刻怕是也已经被撑爆了。可那炼天魔帝却是毫无问题。相反，随着他的眼睛缓缓闭上，他气息蕴含的能量正在以一个可怕的速度迅速提升着。那巍峨万丈的漆黑身躯之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波动，令其他天魔帝都感到为之心悸。难怪这家伙还没到天魔帝中期，就已经可以比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更加可怕。众多魔帝就连对视都是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压力，唯独圣天魔帝看到这一幕不禁反喜。炼天魔帝，你可一定要尽快达到天魔帝巅峰啊！圣天魔帝喃喃自语，他这次可是将整个域外邪族的命运都压注在这炼天魔帝的身上了。别看他面容最为平静，可他的压力却是最大的。一旦炼天魔帝失败，就意味着整个域外邪族的命运都将溃败。不过他却是不知道，他所倾尽全力资助的炼天魔帝内心又是怎样的想法。萧炎，这些时日当中，大千世界其他的各大天至尊势力也纷纷送来了各种高阶火焰。我已经命他们将这些火焰暂时存放到大千宫之外的一处荒芜大陆之上，等你有时间就尽快去将这些火焰炼化吧。大千宫当中，青山剑圣也笑着看着萧炎。域外邪族意识到了萧炎的强大和可怕，大千世界一方又怎么可能不会知晓？魔诃古族一战，不但让域外邪族知道了萧炎的实力，同样的大千世界一方也知道了域外邪族当中有一位炼天魔帝是何等的可怕。可以说，如果不是此番萧炎出手，那魔诃古族这个传承了无数岁月的顶尖大族，此番就要彻底消失了。以一敌3之下，竟然杀得凤王凤尘和2位魔诃老祖都险些陨落，仅此战绩便是足以知晓这炼天魔帝是何等的强大。按照凤王凤尘的说法，这炼天魔帝的实力绝对要比圣天魔帝还要可怕些许。当听到这番话的时候，大千宫当中的无数天至尊们也是纷纷冒出了一身冷汗。他们都活过了漫长的岁月，自然知晓这炼天魔帝对于大千世界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如果不是因为萧炎的横空出世，这炼天魔帝的出现足以改变整个大千世界的格局，或许在未来不久，整个大千世界都要因此魔而覆灭。因此在得知这些消息之后，青山剑圣果断提议让大千世界各方势力同样倾尽资源，帮助萧炎尽快突破。这样一番提议并没有令其他天至尊感到任何的异议。虽说大千世界的各方势力都是彼此独立，相互之间甚至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大敌当前，他们也是空前的团结。他们的心中彼此也是都明白，一旦将来那炼天魔帝彻底成长起来，大千世界都要因此完蛋。他们这些生存在大千世界当中的强者，又怎么可能逃得掉？因此，虽然大千世界做不到像域外邪族那般整齐划一，但各方势力也纷纷赞同了青山剑圣的提议，或多或少的都施展各自的手段，尽量为萧炎提供修行的资源。因此，在那一场大千宴会结束之后的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几乎所有天至尊都是派遣麾下，或是亲自将各自收集到的高阶火焰送到了大千宫当中。大千世界的天至尊们同样将赌注都压在了萧炎的身上。对此，萧炎也是忍不住心中一笑，暗叹自己当初将魔帝分身放在域外邪族，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本尊和魔帝分身的压力之下，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都是将彼此的资源尽数压到了本尊和魔帝分身之上。如此一来，可是足足省去了他许多年积累资源的过程。火灵族那边应该也没有什么意见了吧？萧炎站在大千宫的藏宝殿门口，笑眯眯地望着青山剑圣。没有意见，按照原本的规矩，只要你斩杀过一头魔帝，就有前往火灵族炼化那万圣神火的资格。而你现在斩杀了多少头魔帝了？火灵族怎么可能找到任何理由拒绝你？青山剑圣微微摇头，笑着道：更何况大敌当前，他们若是依旧死守着过去的规矩，那就实在是太不识趣了。闻言，萧炎也是忍不住咧嘴一笑。万圣神火是大千世界排名第3的超级火焰，是火灵族的第1代老祖汇聚当时大千世界初所有拥有火焰的天至尊的部分火焰本源，而后经过火灵族数万年世世代代不断的投递喂养各种强大的火焰，最后凝聚成的超级人造火焰。此火堪称所有人造火当中的最强。前世的时候，萧炎就是通过此火一举突破了圣品天至尊的层次。
不过此火是火灵族的镇族之宝，当初萧炎将其取走，可是令火灵族的老祖都为之翻脸。可以说，萧炎前世为了取走这件超级火焰，可是费了不少心思。不过这一世，迫于魔帝分身的压力，火灵族自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自己取走的火焰。两人简单的交谈了2句之后，萧炎便是与青山剑圣告辞，转而走进了大千宫的藏宝殿当中。大千宫作为大千世界的第一势力，其收藏的宝物之多，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当初不朽大帝以绝对领袖的身份建立了大千宫，而后互通有无，各方势力将各自多余的宝物汇聚到大千宫当中，从而造就了大千宫当中的深厚底蕴。许多在外界难得一见的绝世珍宝，在这其中却能够经常见到，甚至于许多高等至尊法身的修炼法门在其中亦有涉及。不过，越是高等的宝物，其兑换所需要的需求也是越大，尤其是到了地至尊和天至尊这一境界，可以兑换的宝物大多数都只有诸魔典才能够兑换，这也是大千宫屹立的根本之所在。无论是何方势力何方强者，只有杀够足够的域外邪族，才有资格在大千宫当中兑换到更好的资源。至尊灵液由至尊强者乃至天至尊强者凝聚灵力淬炼所得，可以帮助灵力修行者快速提升修为或是恢复修为。兑换价格，每一至尊点可以兑换100万至尊灵液。对于大千宫的藏宝殿，萧炎也并不陌生，他前世的时候就已经来过此地。一个诸魔点可以兑换100万至尊灵液，看似很划算，但却极少有人会兑换。萧炎微微一笑，100万至尊灵液看似很多，但对于修为最低都是地至尊的诸魔师们而言，倒也不算什么。毕竟寻常的至尊，哪一个不是有个数千万乃至上亿的至尊灵液作为身价？天至尊强者更是10亿起步，像太眼天尊这种圣品巅峰的超级强者，其身价怕是足足上千亿。因此，虽然诸魔点可以兑换至尊灵液，但诸多诸魔师却是极少有人会这么干。原因无他，因为至尊点可以兑换的许多宝物是至尊灵液极难买到的。至尊法身、大日不灭身、万古不朽身的基础版本，兑换点1000点；不朽金身、大日不灭身的进化版本，唯有修炼出此金身，才有着一丝继承万古不朽身的资格。天眼法身及其99等火焰所铸就的火焰法身，是一种极为适合打造基础所用的至尊法身。修炼出此法身之后，对于将来成为地至尊有着很大帮助，甚至对于成为天至尊也是不错的基础。很多高阶强者都喜欢用此法身为自己喜爱的后辈筑基。需要诸魔点300点。大千世界99等至尊法身，单是大千宫当中便是囊括了足足63种，其中价格最高的是不死之主的不死法身。这套至尊法身的修炼之法，价格高达5000诸魔点，而这还仅仅只是诸魔点的价格。若是算上其修炼所需要的资源，则更是一个无比恐怖的数字。不过萧炎的目光并未在这99等至尊法身上有所停留，毕竟他的记忆当中有着更多更好的法身修炼方法。他直接是将斗气大陆众人修炼至尊法身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悉数兑换，一眨眼便是足足3万诸魔点砸了进去。然后他的目光才看向了其他的各种资源。星类玄金，恒星毁灭之后诞生的一种奇异金属，是打造绝世圣物的主体材料之一。价格1个诸魔点1斤。生生玄灵果，蕴含强大生机的高等药材，服用1枚即可让至尊强者瞬间恢复除致命伤之外的所有伤势。价格1诸魔点1枚。望着这大量的材料和药材，萧炎同样没有停留，手中的诸魔点疯狂的消耗，一口气兑换了大量的炼器材料和炼丹药材，眨眼之间便是足足6万诸魔点被他砸了进去。仅仅一瞬间，便是足足9万诸魔点被他消耗一空。当他将这9万诸魔点消耗一空的那一刻，整个大千宫的藏宝殿在此刻竟然都是变得稀疏了几分，足以看出萧炎用这些诸魔点兑换了何等数量的宝物。这放在大千宫的历史上都是无比罕见的，毕竟寻常天至尊的手中能有个几千诸魔点便是已经非常不错了。历史上能够突破上万诸魔点的，个个都是大千世界历史上风华绝代的人物。只不过相比起萧炎，他们所手中的诸魔点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其实9万诸魔点就完全够我用了，魔和古族击杀的那些魔帝和雷天魔帝倒是有些多余了。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目光落在自己诸魔令当中，那里还剩下了足足10万诸魔点，令他忽然有一种钱多的花不完的感觉。他原本是准备用这些诸魔点去兑换各种神奇的火焰，供自己快速修行。可是魔帝分身的压力，令大千世界的很多强者都主动送上了各种神奇的火焰。罢了，这些材料倒是也够用了。萧炎目光掠过各种修炼法门、珍贵材料，最后落在藏宝殿最深处的一排器物之上。只见那一道道宛如刀枪剑戟一般的各种神奇宝物悬浮在一个个玉台之上，释放着可怕的威压和灵性的光芒。
1件圣品绝世圣物，3件仙品绝世圣物，9件灵品绝世圣物，还有准绝世圣物，更是足足数十道。这些才是大千宫无数年来最珍贵的底蕴。每一件仙品绝世圣物的兑换价格都不会少于1万诸魔点。至于那最中央类似古筝一样的圣品绝世圣物，其价格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万诸魔点。无数年来，大千宫也诞生过几位诸魔王，但从来没有人可以兑换到此物。至于萧炎，他现在倒是有足够的财力去兑换这件圣品绝世圣物，不过此物对他而言实在不怎么契合。萧炎也并不在乎，他之前之所以兑换如此多的炼器材料，就是打算真正的炼制出一件适合自己的武器。无论是太眼阵盘还是太眼斩魔剑，都不过是他的临时武器而已。真正最适合他的武器，还是他自年少时便一直使用的玄重尺。只不过，自从他晋升为至尊之后，斗气大陆的那柄玄重尺便是已经有些承受不住他的战斗。如今大战初步结束，等到本尊和魔帝分身突破之后，距离灭掉域外邪族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到了那一天，他也不会在大千世界停留太久，他会离开大千世界，前往混沌深处，路过一个个精彩神秘的大世界，会与古老的混沌生物搏杀。因此，他需要打造一把真正适合自己的武器，可以陪伴他一路达到神灵巅峰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承受神灵厮杀的可怕战斗，甚至可以将他的道和法融入其中，烙印其中，让他的战斗力都得到增幅。而这种武器在茫茫宇宙当中有着一个令人心悸的称呼——混元神兵。混元神兵便是被宇宙当中的神灵级数的强者所掌控的可怕兵器，其威能之可怕，要比所谓的圣品绝世圣物要强大了不知道多少。曾经有一尊实力极为强大的神灵，依仗着混元神兵的力量，将一方大世界都给硬生生的摧毁。这里的摧毁可不是如同天邪神那般将一方大世界给侵蚀占领，将其本源都隐隐改造，而是真正的物质层面的摧毁。就好像那些圣品天至尊可以摧毁一座高等位面一样，一位强大的神灵借助混元神兵，同样可以摧毁一座大世界。不过，一方大世界能够孕育出无数伪神乃至真正的神灵，其本源之浩瀚自然是不必多说。故而，能够摧毁一方大世界的神灵，即便是放眼整个浩瀚宇宙，都是最为顶尖的强者。虽然还缺少一些材料，不过大千宫的库存当中应该是没有了。萧炎将这些材料收起，转身准备离开藏宝殿。不过，在他准备离开的瞬间，一道挺拔修长的身影却是径直走近。两人相互对视一眼，彼此的脸上都是露出一抹惊愕与喜色。萧兄，林兄。萧炎目光扫过那青袍青年，此人除了灵动，还能有谁？你的修为突破到仙品了。萧炎目光扫过灵动，露出一抹笑容。当日的大千宫宴席上，灵动倒是并未出席，萧炎也是暗中打听了一番，才知道这个家伙原来是进入到了闭关的状态，如今在这藏宝殿当中却是见到了对方的身影。而仅仅飞升到大千世界几年的功夫，这灵动的修为竟然已经达到了仙品天至尊。哼，倒是多亏了你引动这域外邪族与大千世界的对战，我才能在那战场当中与诸多魔帝厮杀，最终有所感悟，成功突破到了仙品。灵动呵呵一笑，放在往日，他可没有机会跟这么多的魔帝强者交手，而此番前往域外邪族，他却是与众多魔帝接连大战，甚至已经斩杀了足足2位幽魔帝，在诸魔榜上的排名与摩诃天齐平，隐约有着成为诸魔王的潜力。他现在在大千世界当中也是有了不小的名气，甚至已经带领天玄大陆的强者们占领了一块新的大陆，准备建立武境。如果不是因为萧炎这位横空出世的绝世天才加绝世强者实在是太过惊人，灵动的名声或许也要渐渐响彻整个大千世界了。对此，萧炎倒是并不奇怪，对于灵动的天赋和心性，他心中实在是太过清楚。两人闲聊一番，在得知林清主等人如今都已经相继跨入到地至尊境界之后，两人才唏嘘着告别。目送萧炎离开之后，灵动目光深邃，转而走进了藏宝殿当中。对于萧炎实力提升的速度如此之快，饶是以他都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心境如他，倒是没有任何的失落之意，相反，他的内心反倒是燃起了熊熊战意，将萧炎当做了新的目标。此刻，萧炎已经回到了大千宫的殿宇当中，等他回来，一直盘膝而坐，静静修炼的众人也是缓缓睁开眼睛，目光看到萧炎之后，都是露出笑容。望着众人脸上的笑容，萧炎也是忍不住一笑。半个月的时间，众人体内的斗气已经尽数流失，不过好在萧炎提前给予了他们修炼灵力的法门和一些至尊灵液。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薰儿、彩铃等人的修为便是已经晋升到了至尊境界，而萧玄、古元等人更是已经达到了地至尊的境界。之所以能够修炼如此之快，除了萧炎很早就已经给予的至尊灵液和修炼之法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众人的境界本来就是极高。
其他大千世界的生灵修炼需要从弱小一步一步的强大，而众人当初在斗气大陆便是已经极为强大，最弱的都已经达到了堪比至尊的斗圣境界，故而他们的肉身和神魂，即便是不如同级的至尊强者，也是有着雄厚的根底。所以，只要让肉身适应灵力的修行，然后迅速转化为灵力的修行体系，实力都是可以恢复的极快。这些便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修炼至尊法身的材料。萧炎望着众人微微一笑，屈指一弹，足足10几枚储物神器便是落到了众人的手中。他当初传给众人的至尊法身各自不同，修炼所需要的材料自然也是各自不同。众人接过储物神器之后，神魂之力探查，脸上也是纷纷露出一抹喜色。虽说他们如今实力早已转化成了灵力，实力恢复了巅峰时期的4、5成，并且早晚都能达到之前的境界，甚至超越，但他们对大千世界终究是有些陌生了一些。如果没有萧炎给予的众多修炼法门和各种宝贵资源，他们想要修炼到地至尊境界，怕是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对此，萧炎倒是满不在意。修炼至尊法身所需要的天材地宝还是相对比较容易得到的，毕竟也就是一些至尊境界才用得上的东西，能价值数十万上百万至尊灵液便是已经十分珍贵了。普通至尊的至尊法身，即便是修炼到9品境界，也耗费不过10个诸魔点。萧炎是给众人准备了最好的基础至尊法身，甚至已经准备好了突破地至尊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如此才消耗了足足3万点诸魔点。若是寻常强者，不过10几个至尊法身的材料，消耗100-200诸魔点便已经是极为奢侈的事情了。毕竟这100-200诸魔点足以换取1-2亿的至尊灵液，对于普通至尊来说，的确是无比奢侈。这些还只是外物，我这里还有一份礼物准备给你们。萧炎望着众人咧嘴一笑，手掌一挥，10几枚诸魔令被他发放到了众人的手中。等众人将诸魔令炼化之后，萧炎才再度召唤出了丹神鼎和太炎斩魔剑。萧炎哥哥，你这是？萧炎，你这是打算干什么？众人见丹神鼎飞出，脸上都是露出一抹好奇之色。对于众人的好奇的目光，萧炎却是神秘一笑。只见他手掌一挥，刹那间足足20多道散发着阴冷邪异气息的魔魂从丹神鼎当中瞬间飞出。望着这一幕，除去萧玄、古元和竹坤3位已经成帝的存在，其余众人都是忍不住脸色微微泛白。即便是这3位已经成帝的存在，此刻也是感到了一阵压力。他们都是见识过萧炎与域外邪族大战的人，以他们的实力，自然是一眼就认出来，这20多道魔魂竟然清一色都是魔帝的魔魂。如此数量的魔帝魔魂一旦围攻上来，就算是他们都要无比的吃力。对于萧炎而言，已经是苟延残喘的魔帝魔魂，对他们而言却是如临大敌。不过众人的紧张并未持续太久，一道道火焰锁链便是已经将这20多道魔魂纷纷束缚。在那绚丽的火焰锁链面前，这20多道魔魂没有丝毫的反抗挣扎之力，轻易的便是被捆绑在了一旁。这些魔魂都是我当初攻打色魔族故意留下的。萧炎望着众人，将太炎斩魔剑随手丢出，击杀一道魔魂，你们就可以瞬间得到3000诸魔点，并且成为大千宫的高级诸魔师。有了高级诸魔师的身份，你们也可以在大仙宫当中随意选择一处宫殿作为自己的住处。另外的3000诸魔点，在你们修行到天至尊之前是完全够用了，甚至就算修炼到了天至尊，也可以暂时使用一段时间。萧炎微微笑道：“3000诸魔点足以换取30亿的至尊灵液了。而在大千宫置换的宝物，其实价值往往更高。而且，众人的手中都有着萧炎赐予的各种绝世圣物或是准绝世圣物，对于兵器方面的需求或许也没有那么高了。”望着这一幕，众人都是忍不住微微张了张嘴，但到最后却又说不出什么。这种不劳而获的感觉，让他们忽然感觉飞升到大千世界也颇为的无聊。你这小子真是一点奋斗的动力都不给我们呢。萧玄忍不住咧嘴一笑，然后轻轻握住了太炎斩魔剑。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先来吧。他说这句话，萧炎没有反对，众人同样没有反对。论资历论实力，萧玄都是萧炎之下斗气大陆的第2人，即便是古元和竹坤，在这突破斗帝之后的短短几年里，都被他拉开了少许距离。更何况众人本就颇为的团结，自然是不会有任何意见。既然众人不说话，萧玄也不带犹豫，手持太炎斩魔剑径直走向了一头被火焰锁链束缚的色魔族魔帝的魔魂，将灵力灌注到太炎斩魔剑当中催发，其中的光明之力可以轻易击杀着魔帝的魔魂。萧炎站在一旁默默提醒道。闻言，萧玄也是眼睛一亮，而那被火焰束缚的魔魂却是剧烈挣扎起来，双目当中充斥着不甘与愤怒。望着这一幕，萧玄面色平静，体内已经转化到地至尊境界的浩瀚灵力骤然灌注到太阳斩魔剑当中，挥发出一道水晶色的光明之力，然后狠狠地刺入到那魔帝的魔魂当中。作为当年萧族的领袖，能够令魂天地都为之头疼无比的存在，
萧玄本就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更何况在大千世界的这段时间，他对于域外邪族的了解已经更加透彻，深知这一族的邪恶与可怕，因此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留手。太炎斩魔剑入体，光明之力催发，那魔帝魔魂开始剧烈挣扎起来，脸上露出痛苦与不甘。不过，在萧炎火焰锁链的束缚之下，他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太炎斩魔剑带着光明之力一阵净化，便是令这尊魔帝直接魂飞魄散。最后一缕魔魂被萧玄吸入到自己的诛魔令当中，令他的诛魔令瞬间变换了颜色。片刻之后，大千宫的诛魔碑之上多出了一位高级诛魔师的名字：高级诛魔师萧玄。诛魔点3000点，高级诛魔师古轩儿。诛魔点3000点，高级诛魔师药尘。诛魔点3000点，高级诛魔师肖战。诛魔点3000点。众多诛魔碑之下，许多诛魔师此刻都是有些惊愕地望着那一尊尊诛魔碑之上突兀出现的一个个名字，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短短片刻的时间里，那诛魔碑之上竟然已经再度多出了10几个高级诛魔师的名字。要知道，这些名字都是凭空出现在诛魔榜当中，然后又迅速成为了高级诛魔师，也就是意味着这上面的众多强者都是直接斩杀了一位魔帝后成为高级诛魔师的。只不过，域外邪族的魔帝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那可是堪比天至尊的超级存在啊！这一头头的就这么直接简单的陨落了。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什么？诛魔碑之上突兀的多出来了10几位诛魔师。大千宫中央，青山剑圣望着那突兀多出来的10几个名字，都是忍不住呆滞了片刻。不过在看到这些人的名字之后，他却是无奈的摇了摇头。难怪这萧炎当初杀尽色魔族、江色魔族的顶尖强者近乎全部屠戮，可他的诛魔点却是比我低了不少。青山剑圣忍不住微微摇了摇头。公主，接下来该怎么办？下方的2名天至尊有些无奈地看着青山剑圣，他们身为大千宫的内部长老，自然也是知晓这些强者与那萧炎的关系。能怎么办？当然是赶紧给这些人按照高级诛魔师的待遇分配好住所，然后升级他们的待遇啊。青山剑圣无奈道。可是公主，这些人一看就不是靠着自己的实力斩杀的那些魔帝啊。一名天至尊忍不住开口，却是被青山剑圣直接瞪了一眼。你要是有本事抓一群魔帝送给别人杀，我也不会有这个意见的。诛魔碑的设立作用就是鼓励这些强者击杀域外邪族强者，既然都是萧炎动的手，那又有什么区别？无非是给这些人一个行宫修行罢了。我大千宫这么多行宫本就用不过来，多给几个也没什么。听到青山剑圣的话，2名天至尊瞬间闭嘴，老老实实的下去执行任务。的确，一口气抓10几个、20几个魔帝给人杀着玩，他们的确是做不到，过去也从来没有人做到过。很快，大千宫的高层便是按照青山剑圣的命令，将众人带到了一处新的行宫当中。大千宫的行宫，其修炼环境堪比天至尊的洞府，对修行有着莫大的好处。不过当夜，萧炎望着再度回到自己行宫的众女，脸上却是不由得浮现出一抹笑容。姐姐，这些家伙终于走了。萧炎嘴角带着笑容，缓缓走向了面前的5位绝世佳人。他将事情办完之后，之所以这么急着让其他人成为高级诛魔师，在大千宫当中拥有一处行宫，除了是因为拥有一处大千宫的行宫对众人的修行好处更多之外，也是因为有了行宫，众人才有离开的理由。而众人离开之后，萧炎接下来自然也该干点长时间没干的事情了。诸位娘子，我来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望着那一个个脸色略显红润的绝美女子扑了上去。讨厌，滚开啊！萧炎哥哥。不知何时，萧炎的行宫之上已经出现了一层屏蔽常用的阵法，而行宫的内部却是已经一片春光。一夜无眠，直到翌日清晨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大千宫，昨夜的疯狂才彻底停止。而此刻，萧炎正满脸惬意地躺在某位女王的身上，感受着后脑勺传来的阵阵柔软。在他的身边，一阵阵各有特色的香气传来，令他更加的神清气爽。萧炎哥哥，吃水果。萧炎闭着眼睛，却是已经有一只玉手夹着一枚新鲜的水果递到了他的嘴边，不用看都知道这就是薰儿的手。他的太阳穴被彩铃轻轻揉着，双肩则是有着小医仙的素手轻轻揉捏，另外2侧亚妃云韵则是温柔地坐在一旁，一边轻轻给他捶着腿，一边温柔地看着他。虽然嘴上说着如何的不要，但是当萧炎真正提出要求的时候，众女却是从来没有拒绝过萧炎。他们心中都是清楚，面前这个看似平静祥和的男子身上所背负的是怎样的厚重。过去整个斗气大陆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而如今随着众女对大千世界的认知以及对于形势的理解，他们已然是明白，未来大千世界的命运都将落在这个男人的肩上。不过对于这一点，
萧炎却是始终不曾言语，每次回来脸上永远都是笑意盈盈。这样的一幕，自然是令众女的心中都是替萧炎感到心累的同时，又为自己的丈夫而感到自豪。自古美人爱英雄，而萧炎则是早早的便是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的英雄。不过他们心中不知道的是，现在的萧炎真的是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压力。如今本尊分身都有了超越圣品的战力，如果萧炎愿意，仅仅是他自己独自一人，便是足以镇压整个域外邪族，甚至只要再进一步，他便是可以独自一人覆灭整个域外邪族。之所以还将魔帝分身留在域外邪族当中，只是因为域外邪族的利用价值还没有完全用完罢了。不过这些事情萧炎也是暂时不能说出口，反倒是令他周围的一些朋友亲人替他感到压力。大陆当中一起飞升过来的那些斗圣，如今都已经外出闯荡了吗？萧炎躺在彩铃的柔软之上，双目依旧惬意地闭着。是的，那些斗圣来到大千宫之后，在萧炎哥哥赐予的至尊灵液和紫雷真君的指点之下，都已经纷纷突破到了至尊境界，并且也凝练了至尊法身。薰儿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柔声道：更何况他们各自的手中都是有着萧炎哥哥赐予的神器，战斗力比起普通至尊丝毫不差，如今也算是有资格在大千世界闯荡了。闻言，萧炎也是微微点了点头。至尊强者放在大千世界也算是真正跨入到强者层次了，在很多小型大陆都是一方巨擎，有着遨游大千世界的资格了。虽然在他的帮助之下，斗气大陆这些年的斗圣数量急剧增长，可在萧炎的心中，也唯有天至尊这一境界才真正有资格称呼一声强者。虽然大家都是同乡，可萧炎毕竟不能像对待薰儿等人一般不计代价的赐予宝物，能够帮他们完成灵力的过渡，赐予一些神器和修行之术，已经算是帮了不小的忙了。再往后，他虽然可以以炎帝的身份让这些斗圣在修行上变得更加顺利一些，但想要成为地至尊乃至天至尊，还是需要这些斗圣自身的努力才行。这1000多个斗圣能够在下位面都修炼到这种层次，即便大部分都是借助的血脉之力，可也都是信心非凡之辈，将来有着萧炎的一些指引，大多应该都能成为地至尊。至于天至尊，那就只能看概率了。萧炎缓缓睁开眼，心中倒是并不担心。前世的时候，如药族、灵族、十族之流，别说是飞升上来，早在下界的时候就已经被魂族给灭了。即便是如此，他所携带的原班人马，在短短100年当中就诞生了足足10多位天至尊，更别说是这一世了。萧玄、古元、竹坤、药老，还有雷音、严静，乃至这一世没有陨落的药丹等人，都是有着天至尊之资。薰儿、彩铃、小医仙更是不必多言，云韵、雅菲资质虽然差了点，但萧炎也并不在乎。仙儿，萧炎一把将一旁给自己揉肩的小医仙揽入怀中，望着那张清灵出尘的青梅脸庞，心中不由得升起一抹柔和。我传给你的那门至尊法身，你修炼的怎么样了？萧炎望着小医仙笑道。夫君。小医仙被萧炎搂着，脸上已经没有了多少害羞的神情。显然这些年经过萧炎的融合，众女与萧炎之间的关系早已可以算作是老夫老妻了。那门万毒真身的法门，我已经修炼到了至尊境界，想必用不了就可以达到9品至尊的境界，然后尝试突破的至尊和至尊法相了。小医仙声音柔和，看向萧炎的目光始终是那般的温和。闻言，萧炎也是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他从那柔软的温柔乡当中起身，望着周围的一位位绝代佳人。我传给你们的各种至尊法身，那都是有着大机缘在其中的，你们可要好好修炼，早日跨入地至尊境界，唯有这样才能让你们接受那一场场的机缘，将来更加轻松地跨入到天至尊境界。萧炎望着众女，众女当中，小医仙和彩铃，即便是在这大千世界当中，也有着巨大的机缘。尤其是小医仙，当年远古大战之前，大千世界曾有一原始法身，就是恶难毒体。当年那位早期的恶难毒体虽然陨落，就连原始法身都被打碎，但其传承却是留在了大千世界的某个神秘之地。那可是一位圣品巅峰的存在，比起现在的不死之主青山剑圣都丝毫不差，在远古时期甚至比洛神族的洛神还要可怕一分。而彩铃的祖先虽然不如那位恶难毒体的主人，但蛇族一直就是神兽一族的一个庞大分支，九彩吞天蟒一族更是其中的翘楚。在远古时期也曾经诞生过一位圣品存在，名为九彩妖帝。至于薰儿，虽然飞升之后并没有这么显眼的传承可以继承，但其天赋也是丝毫不差，萧炎自然可以亲自指导。反倒是云韵和雅菲，萧炎深思熟虑之后，也是选择了另一种培养方案。好在他这一世高屋建瓴，境界远比实力更加强大，哪怕如今已经踏足圣品，也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极限。萧炎吩咐好众女之后，这才笑着与众女再度温存片刻，而后便是离开了大千宫，把她带回来看看。啧啧，萧炎哥哥就是不一般，才来到大千世界多久，就已经搞定了浮屠古族的圣女。萧炎离去之前，众女都是知晓他接下来要干些什么，
但心中却是没有太多的疙瘩，反倒是一个个调笑一般的说道。闻言，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摇头一笑，转而一步消失在大千宫当中。在自己魔帝分身的压迫之下，整个大千世界的强者们都是期待着萧炎能够早日突破，而萧炎也是在众人期待的压力之下，准备早点突破。不过突破之前，他还是需要先去一趟浮屠古族，将青眼镜接回来。心中如此想着，他每一步跨出，便是足足100万里的遥远距离，仅仅不足1个时辰的时间，便是已经抵达了浮屠古族所在的疆域当中。浮屠古族作为大千世界传承无数年的超级势力，即便是在那场远古大战当中都能够保留下来的顶尖古族，实力之强悍，疆域之广阔，都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族当中，从诞生之始便是一直有着圣品天至尊坐镇，无数年来经久不衰。萧炎的目光扫过下方，在那里赫然有着一道巍峨无尽的超级大陆，其面积之广阔，比起已经进化为超级位面的斗气大陆都是丝毫不差。这里就是浮屠古族历代苦心经营的一处超级大陆——浮屠大陆。一处超级大陆足以蕴养无数生灵、至尊乃至地至尊，甚至就连无比罕见的天至尊，在这超级大陆当中都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孕育出来。这就是一块超级大陆的可怕之处。然而面前的这处超级大陆却是被浮屠古族完全的占据。大陆之上，一道道蕴含着浓郁灵力的河流奔腾，一处处神奇宝地氤氲缭绕，看上去便是有着无尽的资源。这些都是浮屠古族无数年来经营出来的珍贵之处，甚至不光是这座浮屠大陆，就连那浮屠大陆周围的许多大陆、岛屿，也同样是附庸在浮屠古族麾下的一些势力。如此实力，方才称得上是一声顶尖古族。不过，浮屠古族虽然强大，但萧炎心中却是并不怎么在意。论起强大，色魔族可是丝毫不比现在的浮屠古族要差，最多也就是在绝世圣物和护族大阵上稍逊一筹。然而，萧炎仙品巅峰的时候，便是杀的色魔族近乎灭族，又怎么会在意这浮屠古族？他此刻真正在乎的，还是似乎被软禁起来的青眼镜。浮屠玄，萧炎眼中隐约有着一丝冷意，希望你这老家伙不要做得太过分了，不然可别怪我不给你浮屠古族面子了。萧炎望着脚下的浮屠大陆，心念一动之间，便是已经降落到了浮屠大陆最中央的一座雄伟巨城当中。之所以称之为是巨城，是因为这座城池的面积足以堪比斗气大陆的加玛帝国，比起当年斗气大陆的古地城之类的城市都要大了不知道多少。一代代天至尊经营下来，的确是令浮屠古族底蕴深厚。当然，如今斗气大陆的炎帝城面积同样已经极为接近这座巨城。城池当中一道道强大的气息扩散，萧炎甚至不用感应，便是能够察觉到数百道地至尊的气息，甚至就连天至尊的气息都是有着几位。不过作为浮屠古族的大本营，这倒也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他的脚步再度迈出，已然是出现在了一处雄伟山岳的上空。在那山岳的顶端，一处宛如被一剑削平的100万丈广场盘踞其中，在那广场的上方，则是有着一座巨大的空间之门，闪烁着光泽。这是一处巨大的空间之门，在这空间之门的内部，便是那浮屠古族的核心之地——浮屠界。这里才是浮屠古族真正的核心之地。整个浮屠大陆之上，有着无数的浮屠族人，他们都是抢破了脑袋，都想进入到这浮屠界当中，成为浮屠古族真正的一员。不过，想要成为浮屠古族的真正成员，却是并不容易。最基本的一点要求，就是要成为至尊。唯有成为至尊，才能有资格真正成为浮屠古族的内族成员。一如在斗气大陆当中，唯有斗王以上的成员，才能有资格成为远古8族真正的族人。至于其他人，不过是诞生强者的基层罢了。无论是远古8族，还是斗气大陆，他们都有着一个统一的名字——血翼。站住！萧炎落到了广场之上，已然是来到了那空间之门的下方。而此刻，那守护在大门口的2支强者小队，也是终于拦住了萧炎的去路。2名上位地至尊，4名下位地至尊，还有足足200名至尊，这样一支力量，已经足以灭掉过去没有斗帝的斗气大陆了。萧炎目光扫过2支队伍，默默点头。浮屠古族这些年虽然顶尖力量有些衰败，但基层的底蕴却是依旧不差。敢问阁下是何人？前往我摩诃古族有何贵干？可否有我族长老的请柬？为首的2名上位地至尊目光盯着萧炎，虽然客气，却也并不紧张。客气是因为萧炎能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空间之门外，说明他实力远超2人，应当是天至尊级别的存在。并不紧张是因为天至尊在浮屠古族也并不罕见，他们几乎隔3差5就能见到。至于外族的天至尊，从他们出生到现在，还没见过敢在浮屠城闹事的。不过，当他们听到那黑衣青年和煦的笑声之后，脸上原本放松的笑容却是在这一刻微微僵住。哼，在下萧炎，受浮屠玄大长老的邀请，前来浮屠古族一座，
劳烦二位帮忙通知一下吧。萧炎话音落下，几名帝至尊的眼中已经是被火热和不可思议占据。萧炎，您就是萧炎？几名帝至尊面面相觑，彼此看向萧炎的目光都是无比的火热。前辈莫非就是最近大千世界传的沸沸扬扬的那位绝世强者炎帝萧炎？闻言，萧炎也是忍不住摇头一笑，而后才看向了面前的众人。如果是炎帝萧炎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了。闻言，几名帝至尊和一群至尊都是呼吸再度微微一蹙。前辈请稍等片刻，我马上通知组里。一名上位的至尊级别的队长连忙掏出一枚玉符，灵力催动之下，瞬间开始联系族中真正的高层。而另一名帝至尊队长则是迅速从储物神器当中取出了一套桌椅，甚至当场给萧炎倒上一杯灵酒。萧炎前辈，还请稍微坐一会儿，我等正在联系族中高层，马上就给您一个结果。那帝至尊一边倒酒，手掌却是都在情不自禁的微微颤抖，显示着其内心的兴奋与激动。面前这位的名字可是早已经响彻了整个大千世界，并且早在半个月之前就被大千世界的众多强者们公认为了大千世界第一强者。而且这位大千世界第一强者的名声更是用无数域外邪族的尸骨铺垫起来的，4名天魔帝，近100位玄魔帝、幽魔帝，如此数量，即便是浮屠古族漫长的历史当中，击杀的魔帝数量都是不足对方的一半吧。也正是因此，炎帝萧炎的名声在这段时日当中已经是风头越发的旺盛，令无数生灵为之敬仰传颂。面前的这些至尊、帝至尊们同样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故而他们看向萧炎的目光自然是无比的火热与崇拜。多谢。见到这名帝至尊如此聪明会来事，萧炎自然也是不会拒绝对方的好意，微微点头致谢之后，笑着坐下。闻言，那帝至尊却是呼吸都是微微急促了几分，其身后的几名帝至尊和大量至尊更是朝他投来了艳羡的目光。能被炎帝萧炎道上一声多谢，这是何等无上的荣耀！望着这些至尊的至尊激动的模样，萧炎却是笑笑不再多言，而是静静地品尝起面前属于浮屠古族酿制的美酒。此刻，随着那一道玉符传递的消息的到来，整个浮屠界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什么？萧炎来了？你说的哪个萧炎？是那位炎帝萧炎？当这一道消息从负责轮值的长老那里传来的那一刻，整个浮屠古族的20多位天至尊在这一刻都是直接坐不住了。这个名字在这近1年的时间里，实在是已经多次响彻了整个大千世界。当听到萧炎到来的那一刻，就算是那些天至尊，此刻都是眼神火热，颇为的想要见到萧炎一般。尤其是清迈的一群强者，此刻更是双目放光。很快便是有着2位清迈的天至尊迅速来到了祖塔当中。青眼镜与萧炎的关系，在整个浮屠古族的高层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清迈的强者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更是无比的激动。他们都是清楚，一旦萧炎与青眼镜的事情彻底定下，对于整个清迈将会有着何等巨大的影响。到时候，不但是青眼镜会在浮屠古族的地位更进一步，连同他们这些清迈之人的影响都会隐约的增加几分。什么？你们说萧炎大哥来了？祖塔当中一直闭目静修的青眼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骤然睁开双眼，一双美眸死死地盯着面前的2位天至尊。不错，萧炎已经来到我浮屠古族了，大长老正在准备亲自迎接。2名清迈天至尊的脸上也是露出兴奋之色，他们都是清楚，虽然自身实力更加重要，但是萧炎的出现会让清迈再度崛起，轻松不知道多少。萧炎大哥，你果然来了。听到这个名字之后，青眼镜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一双美眸都是微微湿润。自从色孽天魔帝大战之后，他便是暂时回到了浮屠古族进修，与萧炎暂时分离。不过他的脑海当中始终都是记得萧炎离别前的话语，也知晓萧炎暂时的告别是为了什么。只不过早在半个月之前，当他听到萧炎再度横空出世的消息，并且有了那样恐怖的实力之后，依旧是忍不住感到有些震撼和欣喜。从当年在太眼至尊的传承当中认识萧炎的那一刻开始，他便是开始慢慢的被这个来自下位面的家伙给吸引，乃至于后面生出来好感与崇拜。不过当时的萧炎始终对他若即若离，直到色孽天魔帝之战之后，2人才算是真正的有了联系，而他也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的心意。毕竟萧炎算是他成长这么多年唯一遇到的一个可以令他心动的男人，而如今这个男人的实力已然登临大千之巅，让他欣喜的同时，内心也感到了自豪。他一只手掌微微揉着看似依旧平坦的小腹，说出来的话却是令2位天至尊的气息都是忍不住紊乱了些许。宝宝，你爹爹真的过来接我们了？宝宝，2名天至尊瞪大了眼睛。虽然青眼镜跟萧炎已经发生那方面关系的事情他们已经知晓，但对于这件事，整个浮屠古族目前却是只有浮屠玄和青眼镜知晓。不过当他们接受了面前的这个事实之后，彼此相互对视一眼，眼中的火热却是更加浓郁。
炎帝萧炎和浮屠古族圣女乃至未来圣品的子嗣，难以想象这个孩子一旦出生将会是何等的尊贵。这个孩子或许会是整个清迈，甚至是整个浮屠古族更加强盛的机会。两名天至尊的心中忽然莫名的火热起来，而此刻不光是他们，整个浮屠古族都是被这道消息影响的鸡飞狗跳起来。完了，这萧炎都亲自登门拜访了，我墨脉和玄脉今后就要以清迈马首是瞻了。比起清迈的兴奋，墨脉和玄脉此刻已经是汇聚在一起。只不过，即便是两位仙品巅峰的脉首相互对视一眼，心中都是颇为的无奈。若是那萧炎只是一名普通天至尊，甚至就算是普通的圣品天至尊，他们的心中都不会这么难受。但事实就是，如今这位炎帝萧炎已然是大千世界公认的第一强者，陨落在他手上的天魔地都是已经有了足足4位，他们哪里还敢得罪这等人物？既然已经没有了优势，我们倒是不如早点服软，也好借此给炎帝留下一个好印象。墨脉长老咬了咬牙，低声道：“在他看来，既然在实力上被对方完全碾压，那倒是不如早点低头，打不过就加入。如此一来，倒是可以省去将来青眼镜掌权之后的麻烦。”闻言，那玄墨墨手却是忍不住苦笑了一声。若是能够如此干脆利落的低头，倒是好事一桩了。只可惜，咱们大长老这次不知道要搞什么幺蛾子，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得罪那萧炎啊？闻言，墨脉脉手身体微微一滞，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起来。是啊，此刻若是赶紧低头，或许以那炎帝萧炎的性格，并不会太过怪罪他们两脉，甚至有可能将来这位炎帝成为不朽大帝乃至更高级的存在之后，会带着整个浮屠古族一起更加强大。虽然浮屠古族更加强盛的原因在于青眼镜与萧炎的关系，青脉也必然是最先吃肉的那一批人，但同为浮屠古族之人，想必他们也能够跟着喝上2口汤。可是，饶是以他们的心思，此刻都是不知道大长老那倔驴脾气又在想些什么东西。既然打算成全这段好事，又何必唧唧歪歪的再提一些没必要的要求？若是惹得那炎帝不悦，那此事可就麻烦了。一想到这里，两人都是忍不住感到有些头疼。以往最守规矩的大长老，往往给了两人运用条例的可乘之机，令他们两脉在这些年越发壮大。只不过如今，若是这大长老走错了路，他们两脉将来怕是也要跟着受罪了。正在两人忧心忡忡之际，一道强横的气息却是已经从祖塔当中爆发，而后一道宛如老农的苍老身影已然是出现在了浮屠界的上空。虽然模样酷似老农，可老者身上那圣品天至尊的气息却是货真价实的。当他出现在天地之间的那一刻，浮屠古族的许多族人都是神色狂热地盯着这位老者的面容，就连众多天至尊都是微微低头，以表示自己的尊重。大长老，众人目光望向那宛如老农一般的老者，两墨墨手也是不敢再多言。无论老者的脑回路是否正确，他终究是浮屠古族的大长老，是浮屠古族目前的第一掌权人。浮屠玄目光扫过众人，脸上依旧是那般的古板平静。而后青眼镜也是已经从祖塔当中飞出。诸位，今日将是我浮屠古族这些年来罕见的大事。浮屠玄脸上露出笑容，在他身后的青眼镜却是忍不住黛眉微蹙。对于浮屠玄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心中自然是十分的清楚。正是如此，他才更加感到有些无奈与担忧。他很怕这个老东西会搞得萧炎大哥对浮屠古族，甚至对自己都反感起来。不过浮屠玄显然是没有这种感受，老脸之上反倒是带着一抹笑容。诸位，随我一起迎接炎帝。浮屠玄的声音带着些许的期待，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接下来的做法会有什么错误。我浮屠古族的圣女，未来的圣品大宗师，给你炎帝萧炎做个正妻，应当是算不得委屈的吧。想到这里，他已然是悄悄地安排下去，令浮屠界当中的一众浮屠古族高层做好了准备。对于浮屠古族这种大势力而言，唯有达到地至尊层次，才有资格被称呼一声高层，而唯有达到了天至尊，才有资格被认为真正的高层。不过此刻，众人都是眼神火热地盯着远处浮屠界的入口。只见浮屠玄站在最前方，青眼镜和另外两脉的首领站在其身后，眨眼之间便是已经来到了这浮屠界的入口处。而后浮屠玄缓缓伸出手掌，对着那入口处的空间之门微微一动，开。话音落下，空间之门瞬间荡起无尽涟漪。而后一道盘坐在桌椅旁正静静喝酒的黑衣青年，在这一刻也是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而当看到这青年的那一刻，浮屠界当中的众多强者，除了浮屠玄和青眼镜之外，无一不是露出了如那几位地至尊队长一般的目光。即便是那些天至尊的目光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但也同样有着这样的意思。毕竟面前这个男人可是大千世界当今最大的传奇，击杀4位天魔帝，近100位魔帝，这是什么概念？又是怎样的战绩？要知道，很多天至尊一生都未必能够击杀1位幽魔帝，
萧炎，欢迎来到我浮屠古族。随着空间之门的打开，浮屠玄的声音也是响彻了浮屠界和浮屠古城，令那些普通生灵在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同样双目火热地抬起了头。闻言，萧炎也是终于站起身，望着那浮屠界当中的众人，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而后一步踏出，下一刻便是已经来到了浮屠界当中。浮屠玄前辈，浮屠古族的诸位，我们又见面了。萧炎望着浮屠玄和浮屠古族的众多天至尊，微微一笑。这些强者在半个月之前，便是有很多都是与他见过一次的。而后，他的目光终于是落在了浮屠玄身后不远处的那道清冷倩影身上。即便是如今身处浮屠界强者无数的情况之下，那一袭月白色长袍所透露出的清冷气质，依旧是轻易的脱颖而出。四目相对，青眼睛那张绝美的脸蛋之上，终于是露出一抹激动之色，一双美眸都是微微泛红。萧炎大哥，青眼睛目光死死地盯着面前这个朝思暮想的黑衣青年，而萧炎则是同样面带笑容的朝着那白袍美人张开了怀抱。今儿我来了。话音落下，在无数浮屠古族族人惊愕的目光当中，青眼镜骤然化作一道白色残影，扑进了那黑衣青年的怀中。这还是圣女的作态吗？望着这一幕，无数浮屠古族的强者都是忍不住瞪大了双眼，其中更是有着不少男性族人默默的心碎。毕竟青眼镜在浮屠古族的魅力可是丝毫不弱于当年薰儿在古族当中的影响力。不过心碎归心碎，现在的浮屠古族族人可是没有一人敢生出嫉妒之心，甚至只觉得这样才是相得益彰，也唯有炎帝这等绝世强者才配得上圣女这等一代天骄。嫉妒这种心情只有在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当二者之间的差距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剩下的便是只有崇拜和敬畏。萧炎用自己的战绩证明了他的实力，如今的他已经是天至尊强者都要仰望的存在。感受着怀中将自己紧紧拥抱着的人儿，萧炎的脸上也是忍不住露出一抹笑容。不过很快，他的笑容便是僵住了。当二者相互拥抱的那一刻，他那极为强大的神魂在略微感受了青眼镜的气息之后，却是敏锐地发现后者的体内似乎有着一道极为细小的生命气息。这是……萧炎忍不住低下头望着怀中的清丽美人，后者也是终于从那激动的情绪当中稍微缓了过来，抬头盯着那张俊逸的脸庞。静儿，萧炎忍不住瞪大了双眼，有些不可思议地盯着青眼镜。你有了？闻言，青眼镜那原本仅仅只是围绕在眼眶周围的红润瞬间浸满了整张俏脸。他有些紧张地望着萧炎那有些惊讶的脸庞，最后才忍不住轻轻低声呢喃道：“是的，萧炎大哥，我们有了一个孩子。”说完这句话，他脸上的绯红已经蔓延到了脖子上，然后再都是从鸵鸟一般将头埋在了萧炎怀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萧炎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这一次重生，他本以为不会再像上一次那般一发入魂，结果没有想到，原本该从彩铃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一次却是发生在了青眼镜的身上。不过想想倒也对，修炼者之间修为越是强大，双方诞生子嗣的难度就会越高，尤其是当双方的修为差距也极大时，诞生子嗣的几率都会更小。萧炎这一世修为突飞猛进，实力提升的实在太过迅猛，这也就导致他与众女之间的修为始终有着巨大的差距。所以这也是他在突破之后，本尊几乎除了修炼便是一直待在后宫当中，经过他的日夜耕耘才诞生了几个子嗣。而青眼镜却是不同，萧炎遇到他的时候，他便已经是灵品天至尊了，而当时的萧炎却仅仅只是一名仙品天至尊。一来二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算大，二来便是浮屠古族的血脉无疑是更加强大。作为传承了无数年的顶尖古族，斗气大陆远古八族，那所谓的血脉之力简直是不值一提，故而能够一发命中也的确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饶是如此，也依旧是令萧炎都感到有些懵逼。而且这孩子还是青眼镜的孩子，等到未来这孩子出生之后，想到这里，萧炎神色更加古怪。萧炎大哥，你不喜欢这个孩子吗？作为天至尊，青眼镜的感知无比的敏锐，萧炎身上传来的些许动静自然是被他瞬间知晓。他缓缓抬起头，看到萧炎脸上的古怪表情之后，身体一僵，原本红润的脸庞忽然有些发白。啊，不是啊！见到后者那苍白的俏脸，萧炎很快反应过来，连忙安抚道：“我只是在想，我们的孩子将来会优秀到怎样的地步。”闻言，青眼镜的脸上这才恢复了几分血色，反倒是萧炎脸上依旧带着一丝古怪，嘴角说了一句谁也没有听到的话：“我这孩儿怕是有主宰之姿啊！”哼，萧炎，既然来了，那就快请进我浮屠古族好生参观一下吧。此刻，浮屠玄终于是开口破解了尴尬，也顺势邀请萧炎进入浮屠古族做客。闻言，萧炎这才笑着点了点头。既然如此，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话音落下，在浮屠玄的带领之下，萧炎握住青眼镜的玉手，朝着浮屠界深处前行。所过之处，浮屠古族的20多位天至尊和近1000位地至尊，像是提前排练好了一般，默契地分成了2排。顷刻间，就宛如强者的海洋，笔直地分开出一道海水通道，仅供几人前行。这不光是浮屠玄这位大长老才能拥有的待遇，更是因为萧炎的到来才专门准备，是对大千世界第1强者应有的礼遇。与此同时，诸多天至尊们相互对视一眼，也是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骇。这青眼镜什么时候已经不声不响地怀了萧炎的孩子？一想到这里，很多浮屠古族的天至尊都是忍不住将目光投向了2人，炎帝萧炎和浮屠圣女一起生下的孩子。那这孩子将来会是何等的可怕，地位又该是何等的尊崇？想到这里，玄脉和墨脉的脉主心中更是升起一种莫大的危机感。他们心中都是十分的清楚，这个孩子将来会对他们的地位造成何等的威胁。不过更令他们绝望的是，他们竟然发现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可是炎帝萧炎的孩子，若是敢对这个孩子动歪心思，那他们的下场或许就会跟那几个天魔帝一样了吧。在众人的心思浮动之间，萧炎和浮屠玄以及青眼镜终于是来到了浮屠界的中央位置。只见此地一处宽阔的广场之上，不知何时已经被人提前安排好了隆重的宴席，桌上摆放的灵酿也远远不是方才门口那位地至尊提供的可以比拟的。呵呵，萧炎，2排整齐的御案最上方正是属于浮屠玄与萧炎的桌子，而萧炎的一侧则是专门为青眼镜所准备，其余2侧才是浮屠古族的诸多天至尊们。伴随着萧炎入席，一道道仙乐响起，有着舞女翩翩起舞。若是细微感知，才能知晓这些舞女竟然都是放在普通大陆足以有着一席之地的至尊强者。至于为首的那名舞女首领，赫然是一位地至尊。不愧是浮屠古族，果然强大，竟然能够令地至尊翩翩起舞。萧炎高坐最上方，与浮屠玄笑着对饮，也算是与浮屠古族的众多天至尊相互结识。酒过3巡之后，萧炎也是终于不再犹豫，率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浮屠前辈，当日您在大千宫曾经跟晚辈提出要将基尔带回家，需要亲自来一趟浮屠古族，如今晚辈也是应约而来，不知道前辈可是还有其他要求？萧炎望着浮屠玄，事实上他也是不知道这老家伙心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难不成堂堂浮屠古族竟然会干出索要彩礼这种事情不成？若是如此的话，萧炎的收藏当中此刻就有着足足近10道绝世圣物。既然决定了要将青眼镜带回，那他自然不会吝啬这些绝世圣物。只是若是真的如此的话，他对于这浮屠古族自然会看清几分，觉得对方目光实在是太过短浅。伴随着萧炎话音落下，广场上的众多天至尊们都是微不可察的手掌微微抖了一下，彼此都是有些紧张的看向了那萧炎和大长老浮屠玄。对于大长老接下来要说的话，他们心中大致已经有数了，正是因此他们才忍不住有些紧张。萧炎大哥，你不用理会大长老，今日宴席结束之后我们就一起走。浮屠玄还没开口，青眼镜已经是率先一步开口，似是想要堵死他口中的话。闻言，浮屠玄嘴角微微抽搐2下，这才有些不悦地说道：你这丫头，如今还没有嫁出去，就已经胳膊肘子往外拐了。不要忘了，你终究也是我浮屠古族的人。面对浮屠玄的话语，青眼镜脸色微红，却是毫不退让。我说过了，这是我与萧炎大哥2个人的事情，大长老，你要干预我们之间的事情，似乎有些太过分了。伴随着青眼镜与浮屠玄的争吵，原本还算平静祥和的广场瞬间陷入到了短暂的寂静当中，众多天至尊的心中更加紧张了几分。而萧炎此刻也是终于眉头皱起，缓缓地挡在了青眼镜的面前，平静地注视着面前的浮屠玄。大长老，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萧炎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目光盯着浮屠玄，不知道这老家伙又要搞什么幺蛾子。早就在大千宫的时候就听说过这老家伙十分的迂腐，就是不知道这老家伙今天到底要干什么。他话音落下，浮屠玄的脸上却是笑容不变，他目光盯着萧炎，轻声笑道：老夫的要求其实很简单。萧炎闻言却是神色不变，依旧平静地注视着浮屠玄。青眼镜毕竟是我浮屠古族的圣女。浮屠玄盯着萧炎笑道：萧炎，身为我浮屠古族的圣女，更是将来有望成为圣品大宗师的天才。我想我浮屠古族的圣女成为你炎帝萧炎的正妻，应该并不折损你的面子吧。话音落下，萧炎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目光看着浮屠玄，略带几分古怪之色。原来这老东西说3道4的，最终的目的原来仅仅只是为了给这青眼镜争取一个名分。若是如此的话，萧炎目光看向浮屠玄，点头道：没有问题，此行之后我会亲自向整个大千世界承认我们的关系，甚至可以与浮屠古族一起安排一场盛大的婚礼。萧炎对此并没有意见，
毕竟自己与其他妓女早在斗气大陆就已经举办过一场盛大的婚礼，虽然跟青眼镜的过程有些意外，但也是他应该做的。闻言，浮屠古族的其他强者都是眼睛一亮。一旦萧炎公开宣布两人的关系，那更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明，这炎帝萧炎今后与浮屠古族的关系也是无比亲密的。如此一来，对于他们浮屠古族自然也是有着不小的好处。不过，浮屠玄却仅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而后才颇为重视的依旧看着萧炎。萧炎小兄弟，我所要的可不仅仅只是静丫头的一个名分。他的话音落下，萧炎的眉头终于是微微皱起。不过看在青眼镜的面子上，他依旧是选择了沉稳地望着浮屠玄。不知道前辈还想要什么？若是前辈觉得还不够的话，萧某可以拿出2件绝世圣物作为聘礼。萧炎盯着浮屠玄，实在是想不明白这老家伙心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2件绝世圣物。闻言，浮屠古族的众多天至尊们都是呼吸微微急促了一下。他们这一族历经无尽岁月，自然是有着无比深厚的底蕴。可即便是如此，1件绝世圣物对于他们而言依旧是无比的珍贵，以至于很多浮屠古族内部的天至尊们手中都没有1件像样的绝世圣物。2件绝世圣物，即便是对于浮屠古族而言，也是一笔十分重要的财富了。然而，浮屠玄依旧是轻轻摇了摇头。绝世圣物虽然珍贵，可我浮屠古族并不缺。我说过，青眼镜是我族的圣女，代表的可是我族的门面。将来她嫁到你炎帝萧炎那里，我族甚至可以陪嫁1件绝世圣物。我说了，要让青眼镜成为你的正妻，是真正的、唯一的正妻。浮屠玄盯着萧炎说出的话，却是最终令萧炎的脸色都微微阴沉了几分。唯一的正妻？萧炎似笑非笑地望着浮屠玄，以浮屠古族的实力，想必已经调查清楚了我萧炎在飞升到大千世界之前，已经有了5个女人了吧？前辈的意思是让青眼镜成为我唯一的正妻？那前辈可曾想过，我其他的几个妻子该如何自处？萧炎话音落下的那一刻，虽然并未爆发任何的气势，可无形的气场已经令整个浮屠古族的气氛都微微僵硬了几分。虽然萧炎并没有爆发任何的实力，可他大千世界第一人的名头可是通过无数魔帝的性命杀出来的。当他脸色沉下去的那一刻，在场的浮屠古族强者都是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唯有浮屠玄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却是神色依旧平静无比。既然如此，那我族圣女可是不能跟你走。我浮屠古族的圣女可没有嫁到别人家里做小的先例。浮屠玄话音落下，萧炎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抹不耐烦的表情。这浮屠玄果然是像传说中的那般迂腐，既想做好人，又想要立下这些狗屁规矩。他并没有急着发火，只是将目光看向了身后的青眼镜。剑儿，你是怎么想的？